谁能想到，那个病弱的狼族继承人一死，整个家族的命运就彻底失控了，大火吞噬了所有，整个家族就这么全完了。我也死在了那场火里，就因为这头被诅咒的红发，这辈子根本没人看得起我，但我从来没想过要认命。结果一睁眼，事情好像变得不一样了。有人在耳边喊：“小姐，快醒醒！”一睁眼，我居然回到了7岁那年，也就是我死掉的前一刻。既然老天给了第2次机会，我绝对不能再坐以待毙，必须在那个家毁掉我之前，先给自己找个靠山。只要能救活狼族的继承人阿森，我就能彻底改变结局。于是，我直接豁出去了，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喊：“请让我嫁给阿森！”原本我的计划非常完美，先跟狼族搞个契约婚姻，等治好阿森的病，我就拿钱走人。谁能想到，这日子过着过着，画风就彻底跑偏了。阿森看着手里这团毛茸茸的小家伙，整个人都要化了。管家和守卫每天变着花样夸我，说我一天比一天招人疼，连家里的狼都对我温柔的不得了。真没想到，这狼族宅邸里的人居然一个比一个热情，简直把我当成了心头肉。最离谱的还是我公公肯德里克，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是不是长得不好看？结果他连眼都不眨一下，直接说那是家里的镜子全坏了，必须立刻全部换掉。阿森直接把路堵死，他说既然已经成婚，我就哪儿也别想去。他说既然大家都成年了，是时候该履行夫妻义务了。这种被捧在手心里的日子，简直像做梦一样。不过这种平静真的能一直持续下去吗？果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看着眼前支离破碎的一切，他心里很清楚，拉尼罗家族这回是彻底完了。这一声接一声的巨响，听得人心里发毛。林夕独自站在走廊里，四周黑得像要把人吞掉，那种透骨的凉意又追上来了。林夕眼睁睁看着家园崩塌，城门被撞碎，高墙被推倒，到处都是那些嗜血的畜生。父亲和哥哥们已经都没了，连城堡里的仆人也没能幸免。曾经辉煌的家族，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片死寂的屠宰场。曾经显赫的拉尼罗家族，现在只剩下林夕这个独苗了。还没等他从灭门的打击中缓过神，另一个噩耗又传开了。狼族的唯一继承人阿森，那个从小就病恹恹的少年，终究还是没能挺过去。谁能想到，阿森根本就不是病死的，这一切全是一场阴谋，而背后的真凶，竟然就是林夕的亲生父亲。当初狼族为了救活阿森，特意向拉尼罗家族提亲，想借用林夕的治愈能力保住他的命。可谁知，这份救命的希望被他父亲亲手毁了。当初对方给出的条件非常诱人，拉尼罗家族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可真正的麻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亚瑟答应会送出一个嫡系血亲，他笑着问：“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他确实履行了诺言，可谁能想到，他送出去的那个孩子，竟然是3大家族中唯一的异类。原来家族里除了治愈魔法，还藏着一个可怕的秘密。林夕的同父异母妹妹舒维尔拥有的竟然是夺取生命的禁术，这才是亚瑟真正的杀手锏。他故意把舒维尔嫁给阿森，根本不是为了救人，而是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彻底吸干狼族继承人的命。亚瑟自以为掌控了一切，可他算漏了最致命的一点。现在的狼族已经彻底疯了，他们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血债血偿。为了给死去的阿森报仇，这群野兽正全速冲向豪宅，谁也拦不住他们。林夕躲在暗处看清了一切，坏了，他好像往这边看了。林夕吓得魂都没了，顾不上多想，转过身拼命往回跑。他们应该没看见我。林夕拼命往回爬，只要躲进那个最偏僻的房间，暂时就是安全的。谁能想到，家族耻辱这个身份，现在反而成了他的保命符。因为住的实在太偏，连家里的女仆都会在这里迷路。总算逃回来了，虽然狼狈不堪，但好歹是捡回了一条命。就因为这一头红发，林夕成了整个家族的耻辱。在拉尼罗家里，他就像个透明人一样被关着，虽然被锁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哪怕只能透过窗户看一眼外面。他无数次梦见自己能在那片广阔的天空下自由飞翔，毕竟他原本就属于那里。还没等林夕喘口气，屋子里突然全是浓烟，呛得他根本没法说话。这群疯子竟然放火了，他们想把整个宅子都烧光，连躲在角落里的他也不放过。更糟糕的是，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他快要维持不住人形了，背后的翅膀竟然在这个时候要长出来了。最讽刺的是，鸟族虽然拥有强大的治愈能力，却唯独没法自救。在这种绝境下，林夕空有一身本事也使不出来，外面全是火，现在出去只有死路一条。他已经被困死在这里了。随着浓烟越来越大，他终于支撑不住，整个人瘫倒在冰冷的地板上。那一年林夕才12岁，刚好和1周前去世的那个狼族继承人同岁。可还没等他细想，耳边就传来了催促声，阿德尔大声喊着：“小姐快醒醒！”这一声呼唤把他彻底拉回了现实，现在的局面已经容不得他继续发呆了。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阿德尔焦急地喊着：“林夕小姐快起床，我们要迟到了。”林夕整个人都懵了，难道这里是死后的世界吗？因为在他的记忆里，阿德尔早在2年前就被害死了。那时候阿德尔被陷害，仅仅因为是他的贴身女仆，就成了家族斗争的牺牲品。可现在阿德尔竟然活生生地站在面前，还一把掀开了他的被子。林夕猛地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幻觉，他竟然回到了2年前。林夕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忙前忙后的女仆，竟然是早就离开人世的阿德尔。阿德尔一边收拾一边唠叨：“小姐快别发呆了，今天还要去见家主呢。”看着这张熟悉的脸，林夕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扑上去死死抱住他。哪怕是在阴曹地府，能再见你一面也值了，反正现在也没人会责备我。谁知道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你们在干什么？”
阿德尔吓得赶紧松手，来的人正是严厉的凯琳，他皱着眉头训斥：“大老远就听到你们在闹，还有没有点规矩？”阿德尔卑微的解释，说是小姐做了噩梦，可凯琳根本不听，只丢下一句：“家主的午宴马上开始，赶紧收拾。”这标志性的刻板语气让林夕彻底清醒了，这不是阴间，自己是真的重生了。可奇怪的是，自从10岁那年之后，家主就再也没邀请过他参加午宴。林夕急切地问：“阿德尔，我今年到底几岁？”阿德尔被问得一愣，随后笑着回答：“小姐，您是怎么了？今天是您的生日，您刚好满7岁啊。”7岁，林夕整个人都僵住了，这意味着他竟然回到了死前的那个时间点。看着镜子里稚嫩的脸庞，他终于敢确定，这不是什么临终前的幻觉，而是老天爷真的给了他第2次机会。画面一转，林夕已经坐在了华丽的餐桌旁，对面坐着的正是那些让他感到窒息的家人。这种压抑到让人喘不过气的氛围，这种熟悉的恶感，看来他是真的彻底重生了。这种压抑的氛围让林夕感觉快要窒息了，但在父亲面前，他必须像个木偶一样遵守礼仪。啪的一声，亚瑟重重地放下餐具，冷冰冰地盯着对面的女孩：“舒维尔，注意你的餐桌礼仪。”舒维尔被吓得缩起脖子，小声嘟囔着：“会注意。”谁能想到，这个现在唯唯诺诺的女孩子，未来会成为家族的异类。林夕盯着他，心里很清楚，舒维尔以后会觉醒夺取生命的能力，甚至会亲手杀掉继承人。不过现在的他还只是个被父亲吓坏的小可怜。现在的舒维尔才6岁，是家族里年纪最小的孩子。看着他小心翼翼的样子，林夕忍不住感叹：父亲亚瑟真是一点没变，还是那么死板。在这个家里，所有孩子从小就要接受魔鬼训练，尤其是那个凯琳，她定下的餐桌礼仪简直不是人干的，不能吃太快，不能全吃完，甚至连饱饭都不让你吃。前世的林夕也像现在的舒维尔一样，被这些规矩折磨得够呛，只要出一点错，凯琳的教鞭就会挥过来。可谁也没想到，一直沉默的亚瑟突然开口了，他看着林夕说：“你今天的表现很优雅。”谁能想到亚瑟的一句夸奖，差点没把林夕给送走，他直接在餐桌上咳个不停。在拉尼罗家族，餐桌上失态可是重罪。林夕赶紧一边咳嗽一边道歉，旁边的凯琳老师整个人都看傻了。可奇怪的是，亚瑟竟然没发火，他只是淡定的喝了口水，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这下连林夕都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就在昨天，父亲还把他当成透明人，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可就在刚才，那个眼神冰冷的男人竟然破天荒的夸了他。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林夕心里彻底没了底。林夕永远记得那个噩梦，自从他换毛长出红发的那天起，一切都变了。在兽人的世界里，红色是绝对的禁忌和诅咒。亚瑟看着他，眼神里全是恶恶，他甚至觉得有这样一个孩子是种耻辱。紧接着就是无尽的囚禁，他被关在黑漆漆的房间里，不管怎么拍门求救，外面的仆人都像死了一样，没人理会他的死活。如果这次换毛期再次到来，历史就会重演，他会被拉尼罗家族彻底抹除，就像前世那样，像条野狗一样无声无息的死去。不，林夕死死攥住裙角，他绝对不接受这种结局。既然重活一次，他绝不会再回到那个地狱。就在林夕胡思乱想的时候，亚瑟突然抛出一个重磅消息：狼族的首领马上就要来家里做客了。这话一出，林夕整个人都愣住了。狼族和鸟族一向不和，这种大人物怎么会突然登门？难道前世也是在这个时候吗？亚瑟语气冰冷地警告他，明天老老实实待在房间里，绝对不能和那个人碰面。显然他在隐瞒什么重要的秘密。林夕决定赌一把，他故意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歪着头问父亲：狼族为什么要来咱们的领地啊？面对女儿的试探，亚瑟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敷衍地回了一句：谁知道呢？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让林夕更加确定，这次访问绝对没那么简单。亚瑟随口敷衍着说对方可能有重要消息要传达，但他做梦也想不到，狼族首领肯德里克这次过来是为了和鸟族进行政治联姻。联姻这2个字在林夕脑海里炸开了花，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他就能彻底离开这个家，摆脱亚瑟的掌控，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逃离地狱的机会了。既然狼族首领还没露面，说明父亲还被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对方的真正意图。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能赶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彻底打乱他们的计划。林夕现在必须冷静下来，好好理一理脑子里乱成一团的线索。不知道是不是重生的后遗症，这副小小的身体反应总比平时慢半拍，但他清楚地记得，上一世对方上门提亲之后，还有1个月的缓冲期，这1个月就是他最后的机会。林夕终于看清了父亲的真面目，他竟然早就计划要除掉阿森。这场所谓的联姻，从头到尾就是一场肮脏的交易，求情根本没用，因为父亲已经拿到了交换筹码，那就是汉普顿河的控制权。为了这点地盘和利益，他可以牺牲掉任何人。这2大家族为了争夺河流，已经掐了不知道多少年，面对这么大的利益诱惑，谁都不可能轻易放手。既然狼族为了救儿子不得不接受这场政治联姻，那林夕就打算顺水推舟，在父亲的计划里动点手脚。他不仅要答应这门亲事，还要亲自把人送进公爵府。林夕决定把计划彻底推倒重来，他不再打算把舒维尔送走，而是要亲自代替他嫁给阿森。只要能把阿森的病治好，狼族的名誉和2家的和平就都能保住。但这仅仅是第一步，他还要借这个机会向狼族首领讨一个天大的人情。
在成年之前，林夕必须为自己找一个靠山，哪怕10岁那年他会长出被诅咒的羽毛，只要阿森的病还没好，狼族就绝对不敢把他赶走。等他彻底治好了阿森，就直接离婚，找个安静的乡下地方隐居。林夕拥有整个家族最强的能力，他绝不甘心一辈子被关在那个没人疼没人爱的房间里。既然他是第3段婚姻的直系后裔，就必须利用这个身份去寻求保护，而翻身的唯一机会就在明天。当狼族首领亲自登门的那一刻，就是他改变命运的开始。明天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可林夕还没来得及出门，就被阿德尔死死拦在了房间里。阿德尔语气强硬地说：“家主下了死命令，今天谁都不许乱跑。要是这时候撞见狼族首领，别说改变命运了，恐怕林夕连明天都活不到。”林夕拽着衣角装可怜，说自己只是屋里太闷，想去透透气。可阿德尔根本不吃这一套，态度硬得像块石头。眼看软磨硬泡没用，林夕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既然正门走不通，那就只能启动备用的 B 计划了。林夕突然捂着肚子大喊大叫，说自己饿得马上就要晕过去了。阿德尔一脸无奈地拆穿他：“刚才不是还吵着要去花园吗？”林夕突然捂着肚子大喊大叫，说自己饿得马上就要晕过去了。阿德尔一脸无奈地拆穿他：“刚才不是还吵着要去花园吗？”林夕心虚地缩了缩脖子，其实他这招叫精准打击，因为凯琳平时经常克扣他的伙食，阿德尔最听不得他说一个恶字，只要这一嗓子喊出来，阿德尔的心肠再硬也得变软。这出戏林夕算是演到位了。林夕继续乘胜追击，委屈巴巴地问自己只是想去厨房找点吃的，难道这要求也很过分吗？阿德尔哪里受得了这种眼神，最后只能无奈地妥协，答应亲自去给林夕拿饼干，还反复叮嘱他千万别乱跑。林夕嘴上答应的比谁都快，可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只要阿德尔一走出这扇门，他的逃跑计划就成功了一半。阿德尔前脚刚把门关上，林夕后脚就露出了得逞的笑容。既然正门被守得死死的，那他就只能另辟蹊径了。他快步冲向房间里的大床，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虽然现在的身体变小了，但这也成了他逃跑的最佳掩护。只要能顺利找到那个出口，就没人能拦得住他去见那个人。林夕终于亮出了他的第2套方案，那就是利用变身能力逃出去。不过他心里很清楚，一旦变了身，就没法跟人正常沟通了。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特意准备了一份双保险，在纸条上写清楚了自己的身份，还有那个必须要见的人。虽然这附小身体写起字来歪歪扭扭，但只要对方能看懂上面的内容，他的计划就算成功了一大半。林夕猛地推开窗户，谢天谢地，狼族首领的马车还没出发，这可是他最后的机会了。眼看阿德尔随时都会回来，林夕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决定直接从这扇窗户跳下去，一定要在马车离开前拦住对方。虽然现在的他还没到变身的年纪，但为了逃离这里，他只能赌上这一次了。林夕心里很清楚，既然已经回到了过去，那他就掌握了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包括如何提前唤醒体内的力量。他按照记忆里的方法，在原地轻轻跳了2下，随着脚下泛起阵阵涟漪，一个绚丽的魔法阵瞬间铺开，金色的光芒已经将他彻底包围。成败就在这一瞬间，只要能跨过这道坎，他就能彻底摆脱眼前的地狱了。林夕在心里拼命祈祷，一定要成功啊！就在这一刻，所有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林夕成功跨过了那道坎，他能感觉到翅膀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这绝对是传说中的兽化。成功了，他终于摆脱了那个地狱，变成了拉尼罗家族的雄鹰。可谁能想到，这威风凛凛的雄鹰最后竟然缩成了一个小毛球。看着自己这副小巧玲珑的模样，他忍不住叫出了声，结果却只发出一声清脆的鸟叫。虽然这体型确实有点缩水，但好歹是成功了。其实林夕这次完全是在拿命赌，正常人都要到10岁才能觉醒，他现在强行提前，简直就是九死一生。多亏了前世的那些记忆，才让他在最关键的时候稳住了。现在除了翅膀扇着有点费劲，其他倒没什么大碍。既然已经有了这股力量，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他现在就要从这里彻底逃出去。肯德里克竟然会出现在这，看来他们的谈话已经结束了。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林夕正准备趁乱飞走，结果就在这节骨眼上，女仆阿德尔推门进来了。阿德尔端着饼干问：“小姐，您去哪儿了？”林夕心里一惊，这阿德尔回来的也太快了，要是现在被抓个正着，那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趁着对方还没反应过来，他必须赶紧开溜，再晚1秒，可就真的走不掉了。阿德尔盯着眼前这只鸟，试探着问了一句：“小姐。”林夕心里咯噔一下，完了，刚才绝对是对上眼了，眼看身份就要瞒不住，阿德尔尖叫着喊出他的名字。林夕顾不上那么多了，叼起信件就往窗外冲。对不起了，阿德尔。他发出一声尖锐的鸟叫，拼命扇动翅膀飞向高空。成功了！林夕拼命扇动着翅膀，总算从那个鬼地方逃了出来。虽然这副小身板还没发育好，飞起来歪歪扭扭的，嘴里的信也差点掉下去，但好歹是重获自由了。接下来的目标很明确，只要找到狼族的族长，一切就还有救。就在这时，他低头看到了那个身影，没错，就是他。眼看就要飞到跟前了，可林夕心里却突然泛起一丝不安。坏了！林夕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刹车，眼看就要撞上前面的肯德里克，他急得尖叫出声，可身体还是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只听砰的一声，他感觉自己撞到了什么东西，等缓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竟然稳稳地掉在了人家手心里。这下好了，两人直接大眼瞪小眼。林夕叼着信愣在原地，肯德里克虽然惊讶于他这么小就能变身，但显然没把这只小鸟当回事。林夕心里还在盘算，只要把信交到他手里，
就算赢了。可谁能想到，肯德里克竟然要把他送回仆人那？眼看他放下自己转身就要走，林夕这下彻底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怎么可能就这么回去？他心一横，直接一个飞扑赖在对方肩膀上，今天不管说什么都得死缠烂打到底了。林夕心里很清楚，今天必须得跟着狼族走，这封信就是他最后的敲门砖。肯德里克终于注意到了他嘴里的纸条，当他读出上面的名字和请求时，眼神终于变得不一样了。他低头问这只小鸟：“这信真是你写的？你真的想让我带你去埃克哈特？”林夕赶紧使劲叫了2声，生怕对方反悔。看来这一步计划通，总算是把目的传达到了。看肯德里克还在那纠结，林夕心里彻底坐不住了。这要是真被送回去，那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他心一横，决定当场露2手给他看看。毕竟作为拉尼罗家族的一员，没点真本事怎么行？他自信满满的开始发力，想要用实力证明，带上他绝对是稳赚不赔。就在这一瞬间，肯德里克的脸色突然变了。林夕直接使出了治愈术，肯德里克手上的伤口瞬间消失。这下他彻底没话说了吧？正当林夕得意的等着被收编，远处的嘈杂声却让他心里一惊。这群穿着铠甲的家伙，不正是拉尼罗家族的追兵吗？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追上来了？要是被他们发现，就全完了。林夕吓得赶紧往肯德里克袖子里钻，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就只有眼前这个男人了。肯德里克盯着手里的小鸟，虽然还是搞不懂他到底想干什么，但刚才那一幕确实让他动摇了。他沉默了片刻，终于低声说了句：“行吧，那就一起走。”肯德里克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守卫眼皮子底下走了过去，压根没人怀疑他的身份，总算混过去了。那帮家伙果然没发现，本以为这下彻底稳了，只要继续像这样多好，就能顺理成章的混进狼窝了。虽然这地方待着还算宽敞，但闷得实在让人难受。更糟糕的是，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总会让他想起那个最不愿面对的日子。四周全是呛人的烟雾，还有散不掉的血腥味。林夕最深层的噩梦，竟然在这一刻彻底重演了。那些搜寻他的狼群，仿佛就在黑暗中盯着他，这种快要窒息的感觉，简直比死还要难受。他真的快要撑不住了。随着马车一阵晃动，他总算从那个闷人的口袋里成功钻了出来。本以为只是普通的逃跑工具，可看清这车厢里的装潢后，他彻底被这毫无人性的场面镇住了。这哪是马车啊，简直就是个长了轮子的宝库。还没等他感慨完，肯德里克的手突然动了，还没等他看清周围，就被一只大手稳稳地抓住了。刚才光顾着逃命，竟然忘了最关键的一件事。坐在他面前的这个男人可不是什么善茬，而是一头能随时把他吞掉的饿狼。被这种顶级掠食者盯着，跑是肯定跑不掉了。他只能缩成一团，弱弱的叫一声，装傻充愣。阳光明媚，马车平稳，他试着在心里跟对方搭个话，毕竟自己还有利用价值，他应该不至于现在就动手吧。可这种自我安慰根本没用，他的本能正在疯狂报警，让他离这个男人越远越好。因为没人比他更清楚，眼前这个看似优雅的贵族，其实是前世亲手灭他全族的仇人。这根本不是什么救命稻草，而是最危险的催命符。脑子里全是肯德里克拔剑的杀气，他缩在角落里，恨不得立刻消失在马车里。可肯德里克冷冰冰的一句话，直接让他魂飞魄散。这男人竟然看穿了他想逃跑的心思。为了保住这条小命，他现在求生欲爆棚，开始疯狂回忆狼族的投降信号。管不了那么多了，先翻个身把肚皮露出来，这招应该能管用吧。看他在马车里飞来飞去，肯德里克竟然以为他是想找地方方便，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他只是想找个机会变回人形而已。好不容易等马车走远了，他终于松口让他变身，还贴心的说这里很安全。这下轮到他彻底傻眼了，他在心里疯狂呐喊：肯德里克大人，我倒是想变，可我现在根本变不回去啊！看他这副尴尬的样子，肯德里克一下子就猜到了真相，原来他是真的卡在鸟的形态里变不回来了。这下局面可就变得有意思了。他故意试探说：既然变不回来，要不现在就送你回家。这一句话直接让小黄鸟当场炸毛，他拼了命地摇头拒绝。开什么玩笑，现在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看着他这副惊慌失措的滑稽样，肯德里克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既然变不回来，他干脆老老实实待在肯德里克肩头，开始盘算接下来的路程。听说墓地的离拉尼罗并不远，其实鸟族和狼族之所以一直掐架，说白了就是为了争地盘，尤其是那条汉普顿河的控制权，两边谁都不肯让步。不过这些种族恩怨，现在跟他这只小鸟可没关系，他心里清楚得很，眼下保命才是第一位的，只要能彻底逃离拉尼罗，管他什么领土争端，先活下去再说吧。马车缓缓停稳，他在心里长舒了一口气，总算彻底离开了那个鬼地方，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去了。随着肯德里克的一声提醒，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可当他看清眼前的景象时，还是忍不住在心里惊呼出声，这阵仗也太吓人了。门口守卫森严，到处都透着一种压迫感。眼前的这座府邸大得简直离谱，林夕看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埃克哈特家吗？简直比他想象中还要气派100倍。肯德里克低声提醒他抓稳，他赶紧挺起胸脯，暗暗发誓，这次一定要表现得体一点，绝对不能再像头回见面那样出洋相了。可还没等他从震撼中回过神来，一阵低沉的咆哮声突然从暗处传来，这声音听着可不太友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个巨大的黑影就挡住了去路，那是一只眼神凶狠的巨狼，正死死地盯着他。林夕一眼就看出来，这只狼的状态完全不对劲，他看起来已经彻底疯了。
他突然想起书里的记载，有一种花能让动物丧失理智，只剩下杀戮的本能。如果真是这样，那接下来的麻烦可就大了。林夕被眼前的狼吓得够呛，满脑子只想着赶紧逃命。肯德里克一把按住他说：“行了，达贡，你这样太失礼了。”可还没等他松口气，狼族首领竟然亲自现身了。这家伙难道连野狼都能控制吗？眼前的狼突然开始异变，达贡整个人都看傻了。他转头质问肯德里克：“您不是说只是去和鸟族谈谈吗？”林夕这小家伙嘴可真硬，对着达贡就是一顿输出。肯德里克随口解释说：“这鸟是在路上捡回来的。”达贡听得一头雾水，捡回来的？这理由谁信啊？可等他们走到宅邸门口，眼前的阵仗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老管家伊森怎么也没想到，主人这次出门竟然这么快就带了个鸟族成员回来。肯德里克随手把林夕塞过去，淡定的交代说：“先带他去洗个澡，再喂点好吃的。”这小家伙看着瘦巴巴的，一点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林夕在伊森手里直接炸毛了：“喂，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林夕这下彻底傻眼了，他万万没想到肯德里克竟然把他像个包袱一样直接甩给了伊森。肯德里克头也不回的交代：“你先盯着他，我有正事要办。”任凭林夕在后面怎么喊，肯德里克连脚步都没停一下，只剩下林夕在伊森手里绝望的打着嗝。伊森一路小跑，总算在走廊里拦住了肯德里克。肯德里克冷冷的丢下一句：“进屋再说。”随着房门重重关上，外面的喧嚣被彻底隔绝。肯德里克刚坐下，伊森就急得跳脚，他一眼就认了出来，那只黄色小鸟竟然是拉尼罗家族的小女儿。伊森越说越激动，这不明摆着是绑架吗？万一对方找上门来，整个家族都要跟着倒霉。肯德里克根本没打算解释，只是随手递过去一张纸条，冷冷地说了一句：“先看这个再说话。”伊森看着纸条上的内容，甚至怀疑是肯德里克自己伪造的，毕竟这听起来太荒唐了，谁会主动要求被绑架？肯德里克倒是很坦诚，他承认自己根本听不懂鸟语，但如果不把他带回来，万一这小家伙跑了谁负责？在他看来，不管这女孩是不是间谍，只要拉尼罗家族的女儿在手里，主动权就永远在他们这边。肯德里克心里早有盘算，既然现在问不出什么，那就等他恢复原样了再说。在此之前，必须用最好的待遇把人留住。他临走前还不忘交代伊森，每隔1个小时都要向他汇报一次情况。肯德里克独自坐在书房里，他发现这只小鸟的力量很不简单，甚至远超他的预期。就在刚才接触的一瞬间，他察觉到这股力量或许能救那个孩子。既然这样，就没必要急着让他变回人形，先用好吃的把他哄住，等他彻底放下戒心，再慢慢问出他跟过来的真正目的。谁能想到肯德里克胃口这么大，他竟然已经开始盘算要让这女孩当自己的儿媳妇了。远在另一头的林夕突然脊背发凉，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算计自己。还没等他琢磨明白，伊森就笑眯眯地走了过来。他非常有礼貌地确认了林夕的身份，并准备带她去专门准备好的房间休息。林夕本想客客气气地打个招呼，谁知伊森一脸忧虑地凑了过来，他压低声音问了一个很离谱的问题：“你该不会是被我家主人强行绑架回来的吧？”林夕听完差点没站稳，赶紧解释说是自己求着肯德里克带路的。可伊森那副怀疑的模样，显然是觉得自家主人平时没少干这种事。直到林夕再三保证，伊森才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肯德里克在自家管家心里的形象确实是有点一言难尽。可当门被推开的那一刻，林夕整只鸟都傻在了原地。这哪里是什么普通的客房，满屋子闪瞎眼的华丽装饰，让他甚至开始怀疑，这真的是给我准备的房间吗？天呐，这地方也太漂亮了，简直不敢相信，以后我就要住在这里吗？伊森笑着说：“以后这就是你的房间了，缺什么尽管开口。”肯德里克甚至还要派人专门去村里给他买生活用品。伊森礼貌的请他好好休息，可这床一露面，林夕忍不住大叫起来：“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简直大得离谱！”伊森看着这宽敞过头的床，心里直犯嘀咕，这要是睡在上面，怕不是要被被子给淹没了。伊森赶紧叮嘱他别往被子里乱钻，毕竟以他现在的个头，连门把手都够不着。就在这时，肚子却不争气的叫了起来。林夕正纠结要不要开口，伊森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主动问他是不是饿了。伊森办事效率极高，立马就让人准备好了大餐，女仆也忙着给他换上新被褥。看着这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林夕整只鸟都傻眼了，这么多好吃的，难道都要让他一个人解决吗？甚至连泡澡水都准备好了，还撒满了玫瑰花瓣，这日子过得简直比当公主还要滋润。不得不说，肯德里克的部下们确实靠谱，让林夕体验到了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奢华。趁着泡澡的功夫，他开始在脑子里复盘接下来的计划。既然已经成功潜入了公爵府，那下一步就是和阿森结婚。只要能顺利留到成年，他就再也不用担心被扫地出门了。可现在唯一的麻烦是，狼族这帮家伙有个出了名的死理，狼族一旦结婚就没法反悔。难道真要跟那个继承人绑死一辈子？林夕想都没想，直接在心里打了个大大的叉。他早就盯上了法律漏洞，要是未成年时非自愿的婚约，等成年之后完全可以申请离婚。反正这只是一场各取所需的契约婚姻，到时候各奔东西，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算盘打得响，接下来的日子才好过吗？公爵府现在急着让继承人康复，可林夕要是想帮忙，就要先想办法变回人身才行。不过说实话，这里的日子
实在太舒服了，舒服到他甚至有点不想变回去。明明自己是死对头家的女儿，结果在这儿除了吃就是睡，简直被当成了最高级别的座上宾。这种白吃白喝的罪恶感让他心里越来越没底。偏偏女仆还特别热情，生怕他这一路累着了，赶紧又去帮他铺床准备休息了。以前在拉尼罗家的时候，除了阿德尔，根本没人把他当人看。可现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对他好得过头，洗得香喷喷的躺在软被窝里，这种被宠上天的感觉让林夕觉得简直像是在做梦。女仆笑着跟他道了晚安，随后便带着其他女仆退出了房间。可还没等他彻底放松下来，屋里的灯居然全关了。这突如其来的漆黑一片，让原本还美滋滋的林夕一下子又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林夕这才反应过来，这公爵府里的灯全是魔法控制的，只要关掉其中一盏，整间屋子就会瞬间陷入漆黑。可随着房门关上，偌大的房间里就只剩下他自己了。这种冷清又诡异的感觉，让他心里莫名生出一种不安。坏了，林夕这副小鸟的样子快憋不住了，这种身体要被撑开的感觉，他以前就经历过。就在这时，门缝里突然钻进一个黑影，伴随着低沉的嘶吼。前世的林夕躲在屋里瑟瑟发抖，他本以为躲在这里就安全了，可外面的人似乎根本没打算放过他。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响起，屋里竟然开始冒烟了。难道那些人为了抓他，竟然在外面放了火？林夕被困在屋里，根本无处可逃。林夕在浓烟里已经快喘不上气了，嗓子疼得像火烧一样，他绝望地向外求，可四周根本没人回应。突然之间，林夕拼命冲向女仆，女仆赶紧把这只受惊的小鸟捧在手心里。女仆还以为他是害怕天黑，一边温柔地安抚，一边准备把灯重新点亮。女仆赶紧吩咐贝蒂去倒杯水，看着这只被吓坏的小鸟，她心里满是心疼，小心翼翼地喂它喝水。林夕一边喝水一边琢磨，原来自己现在竟然变得这么怕黑。以前躲在肯德里克口袋里觉得难受，其实根本不是因为挤，而是因为黑。他明明记得上辈子自己胆子挺大的，怎么换了个身体，连性格都变娇气了？女仆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轻声承诺以后关灯前一定会先问问他。这下林夕总算能松一口气了。女仆看小鸟这么怕黑，好心的提议要留下来陪他一起睡。谁知道林夕一听，吓得当场拼命摇头。他心里想的可明白了，自己只是怕黑，又不是怕寂寞，更何况这些女仆本质上可都是狼啊！就算肯德里克下过命令不准动他，可谁敢保证这些狼人半夜不会变卦？女仆们见他这么坚持，也只好先退了出去。林夕独自躺在床上，决定还是得留个心眼，毕竟在这狼窝里，可千万不能睡得太死。这一天折腾下来，林夕真是累够呛，钻进软绵绵的大被子里，他只想赶紧闭上眼，把这些烦心事全睡掉。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城堡外阳光明媚，可林夕还没来得及伸个懒腰，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正笑眯眯地管他叫小家伙。谁能想到大清早推门进来的竟然是肯德里克本人。他一脸温柔地问林夕，这房间住的还习惯吗？说是临时张罗的，怕委屈了他。林夕嘴上没法说话，心里却在犯嘀咕，这大忙人亲自跑一趟肯定没那么简单。果然，肯德里克接着就抛出了重磅消息，他想在晚饭的时候带林夕去见见他的儿子。林夕心里咯噔一下，肯德里克的儿子那不就是阿森吗？谁能想到原本是来见狼族继承人的林夕现在却在拼命逃跑。他一边大喊着让开，一边纳闷，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明明2个小时前一切还很顺利，他等这一刻很久了，终于要见到传闻中的阿森了吗？肯德里克找了一圈，发现阿森根本不在书房，估计是跑出去散步了。他低头问林夕愿不愿意在这里等一会儿。林夕倒是挺自信，拍着翅膀表示等人这种事他最擅长了。可等肯德里克一走，他看着屋里的狼玩偶，心里就开始打鼓。毕竟传闻里的阿森身体弱，脾气臭，关键是性格还特别狠，万一待会儿一见面，对方直接把他给吞了怎么办？虽然肯德里克说他一定能和阿森成为好朋友，但这话现在听起来怎么想都觉得不靠谱。本来只是想眯一会，结果林夕睡得太死，连梦话都蹦出来了。他迷迷糊糊感觉到好像有人在不停地戳他，还以为是肯德里克回来了。可等他睁开眼，正对上一张巨大的狼脸，甚至还听见对方在打招呼。这下林夕彻底吓破了胆，把他当成了要吃鸟的真狼，尖叫着冲出了窗外。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拼命逃了半天，罪魁祸首竟然只是个玩偶。林夕一觉醒来，发现肯德里克已经走了，只在桌上留了一堆精致的点心。纸条上说他去接阿森了，让林夕乖乖在这里等着。看着这些好吃的，林夕心里一阵暖洋洋，觉得肯德里克真是个大好人。他正盯着窗外那个背影，心想那就是传闻中的阿森吧，马上就能见面了。可就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低吼，林夕一回头，整只鸟都僵住了，窗户外面竟然真的蹲着一只狼。看着窗外那双冒绿光的眼睛，林夕还想安慰自己，这可能又是谁在恶作剧。可下一秒，窗外竟然刷刷冒出好几只狼，这架势明显是要把他当点心了。林夕吓得当场起飞，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字：跑。这就是为什么堂堂公爵家的大小姐会在这大白天的被狼群狂追。林夕一边拼命跑一边求饶，觉得身后的女仆和狼群简直比怪物还要可怕。但在别人眼里，这画面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女仆们在后面嗓子都喊哑了，只想让自家小姐赶紧停下来。林夕现在手脚都跑麻了，看着后面越聚越多的追兵，根本不知道该往哪躲。远处的搜寻声越来越近，女仆们正扯着嗓子大喊要把逃跑的小姐抓回去。坐在草地上的阿森心里突然咯噔一下，还以为是自己偷溜出来
被发现了。他正打算趁着没被抓现行，赶紧偷偷溜回书房去，免得管家伊森又带人到处搜。可他还没来得及站起身，头顶就传来一阵急促的尖叫。还没等阿森反应过来，一个黄色的圆滚滚的身影就这么直勾勾地从天而降。只听砰的一声，灵犀精准地砸在了阿森脸上。这下两个人都懵了，这突如其来的空降直接把阿森的撤退计划给砸了个稀碎。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烟雾散去后，原本那只圆滚滚的小黄鸟竟然当场变回了灵犀的样子。灵犀疼得直哼哼，可等他反应过来，脑子里瞬间嗡的一声，早不穿帮晚不穿帮，偏偏在这个时候变回来了。这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被砸倒在地的阿森这会儿还没缓过劲来，他看着眼前这个漂亮的女孩，结结巴巴地问她有没有事。两人就这么在大草坪上大眼瞪小眼地趴在一起，气氛尴尬到了极点。阿森盯着这张陌生的脸，心里全是问号，这女孩子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灵犀试探着问了一句：“你就是阿森·埃克哈特？”就在对视的那一刻，灵犀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标志性的挥发，还有像深海一样的蓝眼睛，绝对没错了，他就是埃克哈特家族的继承人。谁能想到前世这个男孩竟然是因为我父亲才丢了性命？看他现在的样子，简直和肯德里克长得一模一样。灵犀赶紧松开手道歉：“不好意思啊，刚才变身术突然失效，不小心压到你了。”看着孩子整个人都愣住了，估计是被吓得不轻，毕竟谁家好人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啊？灵犀突然叫出声来：“你受伤了！”阿森这才感觉到手心一阵刺痛，刚才那一摔确实伤得不轻。看着这孩子满手的血迹，灵犀心里更过意不去了，赶紧喊住他：“先别动！”他轻轻托起阿森的手，紧接着一股温暖的光芒从他指尖溢出。这下轮到阿森看呆了，这个奇怪的女孩竟然还会治愈魔法。阿森看着完好如初的手心，简直不敢相信，刚才那么深的伤口竟然一眨眼就全好了。他盯着眼前的女孩问：“你到底是谁？”灵犀正抓着脑袋想怎么解释，结果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喊声：“少爷！”坏了，是家里的人找过来了。阿森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盯着灵犀问：“难道你就是？”伊森带着女仆急匆匆赶过来，盯着灵犀问：“小姐，刚才那只小鸟难道就是您？”灵犀没有隐瞒，大大方方地点了点头。他坐在肯德里克对面，一字一句的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灵犀·拉尼罗。”灵犀为了留下来，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筹码。他说那天肯德里克去家里时，自己偷听到了他和父亲的谈话。肯德里克显然没料到这小姑娘居然敢偷听。灵犀紧接着追问：“你们家族是不是正在给阿森物色合适的联姻对象？”这就是他今天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因为他能帮上忙。可实际上，偷听谈话全是他编出来的瞎话。这种事哪还用得着偷听？毕竟带着前世记忆重生的他，早就把未来的剧本看得透彻了。灵犀直接摊牌了，他说自己能治好阿森，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让他和阿森结婚。这话一出，屋子里的空气都凝固了。肯德里克沉默了半天，才缓缓开口问他：“灵犀，我最后再确认一遍，治好阿森，你到底想要什么回报？”灵犀这下彻底懵了，心说：“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难道在这些大人物眼里，结婚这种要求根本就不算什么回报吗？”作为灰狼家族唯一的继承人，阿森的身体状况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外界都以为他只是得了场怪病，但只有肯德里克心里清楚，真正的死因其实是来自达马尔之地的诅咒。现在这股邪恶的力量正一点点吞噬着阿森的生命，那是一片被诅咒的境地，荒凉、恐怖，到处都透着死亡的气息。传说只要踏入那里一步，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为了不让诅咒扩散，灰狼家族对禁地严防死守，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可诡异的是，阿森明明从来没去过那里，却还是被诅咒缠上了。那些像古老花纹一样的黑斑开始在他身上到处乱窜，发作的也越来越勤，有时候是高烧不退，有时候甚至连气都喘不上来。最让人绝望的是，面对这种邪门的诅咒，现在根本没人能拿得出办法。医生拿着报告单直摇头，说这种没去过禁地却中招的情况，他也是头一回见，建议肯德里克把孩子送出去治。肯德里克何尝不想送走阿森？可问题是，阿森不仅是家族唯一的继承人，还完美继承了灰狼家族的超强能力。这要是出了家门，那些死对头肯定会趁机下黑手，到时候阿森只会死得更快。走投无路之下，肯德里克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去找死对头拉尼罗家族谈判。因为如果说灰狼家族代表的是最强攻击，那拉尼罗家族的能力刚好跟他们完全相反。拉尼罗家族最出名的就是他们那神乎其神的治愈能力，据说家族里那些天赋极高的孩子，甚至能做到包治百病。而且根据古籍记载，这种治愈力其实大有来头，它源自一个早就消失的古老种族，也就是传说中的鸟族。既然达马尔的诅咒和鸟族的治愈力都起源于同一个远古时代，那鸟族的力量很可能就是救阿森的唯一希望。而在这所有人当中，灵犀又是最特别的那一个。灵犀的能力强得有点离谱，还没到第一次换羽期，他就能随心所欲的控制力量，完全没有出现过外泄的情况。这种天赋恐怕在整个拉尼罗家族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所以肯德里克怎么也想不通，如果他真的没什么别的心思，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去救阿森？他盯着眼前这个女孩，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灵犀绝对是拉尼罗家族派过来的间谍。肯德里克越想越觉得，拉尼罗家族的首领绝对干得出派间谍这种事。
林夕坐在对面，整个人局促不安，半天憋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肯德里克正纳闷呢，林夕突然低声说了一句：“就算我以后变丑了，也请千万不要抛弃我。”这话直接把肯德里克听愣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林夕干脆抬起头豁出去了。他说：“就算自己以后变得再难看，也希望肯德里克能保护他，直到他成年为止。”为了能活命，林夕直接甩出了最后的底牌，只要能治好阿森，他要肯德里克用家族名义起誓，永远保护他的安全。肯德里克整个人都听懵了，他完全没搞明白这小姑娘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林夕这下彻底慌了神，总不能直接告诉他自己是重生回来躲灾的吧？眼看解释不清楚，他干脆豁出去了，直接预告了5年后的惨剧，只要能留下来，哪怕被当成疯子也认了，毕竟这可是他唯一的生路。林夕心里其实直打鼓，这种没头没脑的要求，换成谁都不可能轻易答应。可没想到，肯德里克沉默了半天，居然问他是不是只要这些就够了。在他眼里，这个要求简直微不足道。他直接起身走到林夕面前，郑重许下了承诺，他会一直保护林夕直到成年。这句承诺等于是给了他一张保命符。林夕这下终于能喘口气了，只要他肯以家族名义起誓，这条大腿他就算是彻底抱稳了。这下林夕彻底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冷酷的公爵大人竟然会给他这么高的礼遇。肯德里克没有半点犹豫，当场以家族名义立下了重誓，甚至还给了林夕一个正式的稳手礼。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肯德里克就直接把他抱了起来。从这一刻起，他再也不是那个无依无靠的弃子，而是被埃克哈特家族罩着的人了。林夕本想立刻开始治疗，好，赶紧证明自己的价值，可肯德里克却摆了摆手，让他先休息1天，好好适应这个新家。他不仅没有把林夕当成工具人，反而叮嘱他不要太勉强，毕竟从今天起，这里就是他真正的家了。等肯德里克一走，林夕再也憋不住心里的狂喜，这波操作简直是直接起飞，他真的做到了。虽然刚才紧张的差点说错话，但结果比预想的还要好。看着手背上残留的余温，他知道那个男人的誓言就是他最强的后盾。这下他是真的安全了。在狼族的传统里，稳手礼可不是普通的礼节，而是一个绝对不会被打破的承诺，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永远不会背弃对方。拿到了这个保命符，林夕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这下就算换毛期结束，他也不用担心会被扫地出门了。就在这时，伊森敲门走了进来，准备带林夕回房间休息。看他心情不错，伊森也跟着松了一口气。不过伊森还卖了个关子，说等回了房间要给他介绍一个新面孔。林夕心里直犯嘀咕，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庄园里，到底谁会专门等着见他呢？林夕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不就是他刚来庄园那天照顾过他的那个女仆吗？对方大大方方的做了自我介绍，他叫贝蒂，从今天起就是林夕的贴身女仆了。可林夕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大问号。贝蒂明明长着一副狼族的面孔，身上却一点狼族的气味都没有，这事儿怎么想都不对劲。就在林夕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贝蒂竟然微微一笑，直接把他心里的疑问给念了出来。这下林夕彻底懵了，难道这庄园里的人个个都会读心术吗？原来贝蒂是个混血儿，他的祖母来自鹰族，所以他身上的狼族特征才那么淡，甚至连气味都几乎闻不到。伊森在一旁补充说，这是肯德里克大人特意安排的，因为贝蒂性格温和，怕林夕刚来会害怕纯血狼族。林夕听完心里暖暖的，没想到那个看起来冷冰冰的男人竟然还是个隐藏的细节控，连这种小事都替他想到了。贝蒂看林夕没说话，还以为他无聊了，居然提议要给他讲童话故事听。林夕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现在可是个7岁的小孩，表现得太成熟，确实容易露馅。不过比起听故事，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林夕嘴上说着想逛逛花园，其实心里早就打好了小算盘，他得趁这个机会赶紧踩点，把庄园的地形摸个透。毕竟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只有提前规划好逃跑路线，万一哪天要跑路，心里才能有底。贝蒂倒是没起疑心，正热情地领着他往餐厅走。可就在两人聊得起劲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紧接着就是重物落地的破碎声。这动静大得吓人，直接打破了庄园的宁静。林夕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在房间深处的病榻上，面色苍白的阿森正从噩梦中惊恐地坐起。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林夕吓了一跳，赶紧问到底出什么事了。贝蒂无奈地说，那是阿森的房间，小少爷现在病得很重。这下林夕更纳闷了，明明刚才在花园见面时，他看起来还挺精神的。不行，绝对不能就这么走了，既然是朋友，现在更得过去看看。贝蒂还在犹豫，林夕却已经想好了，他要给阿森一个大惊喜，亲手把他治好。只要能治好阿森，不仅能帮到朋友，还能让所有人对自己刮目相看，简直是一举两得。贝蒂在前面带路，两人很快就到了房门口。林夕已经迫不及待要进去了，可还没等推门，屋里就传出一阵咆哮。阿森正冲着仆人们大喊大叫，说自己根本不想吃东西，场面闹得不可开交，谁劝都没用。阿森甚至直接赶人，让他们全都滚出去。就在这一片混乱中，林夕推开了房门，看着屋里乱成一团的景象，他一脸淡定地问，你们这到底是在干什么？林夕大大方方地打了个招呼，问阿森还记不记得自己，可屋里的气氛却有点怪。
旁边的仆人们都在小声嘀咕，说家主带回来一个新家族的女孩。看来关于灵犀的传闻早就传遍了整个宅子。灵犀正想着阿森知不知道这事，结果一走近，阿森居然直接钻进了被窝，根本不敢看他。看来是刚才发脾气被撞见，现在觉得太丢脸了。灵犀倒是不介意，直接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他说自己叫灵犀，是专门过来给阿森治病的。这话一出，阿森猛地掀开了被子，他满脸写着不信任，觉得新家族的人肯定没安好心，甚至指着灵犀大喊：“你该不会是个间谍吧？”贝蒂赶紧在一旁打圆场，说灵犀是来找小少爷交朋友的，让阿森千万别生气。可阿森根本不领情，他猛地掀开被子大吼：“谁说我想要什么朋友了？他现在只想让所有人消失，甚至直接下了逐客令，让大家都滚出去。”就在这一片混乱中，灵犀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仔细闻了闻，阿森身上竟然没有狼族特有的气味。这通常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和贝蒂一样是变异的混血，要么就是真的病入膏肓，连原本的气息都快消失了。虽然也有可能是他在隐藏实力，但看他现在的样子，能力显然还没觉醒。看来阿森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灵犀可不打算惯着他，直接上手就开始拽被子，把阿森吓得大喊大叫。看着阿森这副样子，灵犀发现他确实虚弱的厉害，甚至比自己这个病号还要严重。他凑到阿森耳边低声问：“你其实根本不想喝那碗药吧？”阿森整个人都愣住了，不明白他是怎么看穿的。灵犀回头看了一眼那碗药，绿油油的一片，还透着一股黏糊糊的质感，这换谁看了都得反胃。他趁机抛出诱饵，只要乖乖听话，就有办法让你不用喝这玩意儿。阿森第一反应就是他在撒谎，可灵犀马上提起了之前的事，在花园里治好他的手伤，可比涂那些刺痛的药膏强多了。阿森显然被说动了，虽然嘴上还没答应，但心里已经开始动摇，毕竟谁也不想去碰那碗毒药。灵犀看着眼前的少年，语气坚定地说：“阿森，我会让你好起来的。”阿森显然被镇住了，他愣了半天，才小声地问了一句：“真的吗？”在这个被神明眷顾的世界里，每个人生来就带着一个真名，只有觉醒了真名，才能掌握那些不可思议的超能力。不过每个人表达能力的方式都不一样，灵犀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必须通过喂食这种麻烦的方式才能把能力传给别人，而他的父亲拉尼罗就更粗暴了，每次都是一股脑的把能量全砸出来，这种方式不仅浪费，对身体的负担也极大。灵犀可看不上这些笨办法，他的手段要高级得多，他能让自己的能力直接进入对方体内，进行最精准的引导和控制，这种方式效率极高，甚至在当年的战场上，他一天就能救治好几个人。灵犀轻轻握住阿森的手，随着治愈魔力的注入，阿森感觉到体内的灼热感正在褪去，高烧终于开始退了。这一幕美得让人移不开眼，旁边的女仆们都看呆了，谁也没见过这么纯净又强大的力量。可就在这时，灵犀却感觉到一阵莫名的虚弱，这不对劲，治愈普通的病症绝对不该有这么大的消耗。这种感觉就像是不仅魔力在飞速流失，甚至连生命力都要被抽干了，如果不赶紧收手，后果简直不敢想象。但灵犀咬牙坚持着，他很清楚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治好阿森，现在绝不能半途而废。阿森也察觉到了异样，他紧紧抓着灵犀的手大喊：“快停下，别再硬撑了，你的力量正在失控的往外涌。”灵犀已经虚弱的快要站不稳了，但他还是没有松手，哪怕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也一定要把阿森从鬼门关拉回来。就在魔力达到极限的那一刻，灵犀终于彻底撑不住了，整个人直接瘫倒在冰冷的地板上，贝蒂吓得魂飞魄散，一边尖叫着冲过去，一边大喊着小姐的名字。谁能想到刚把人救回来，他自己却突然变回了原形。阿森整个人都懵了，盯着眼前的黄色小鸟问：“你怎么又变回去了？”这下彻底乱套了，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只能急得直叫唤。阿森看出了不对劲，赶紧大声喊人：“快把赫恩医生叫过来！”阿森盯着手心里的灵犀，忍不住吐槽说：“你怎么长得跟个小豆丁一样？”这话听得灵犀当场炸毛，在心里疯狂回怼：“你才小豆丁，你全家都是小豆丁。”结果阿森根本没理会，反而觉得这手感太解压了，忍不住开始疯狂撸毛。就在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时，门外传来了动静，赫恩医生推门进来了。贝蒂介绍说，赫恩医生是家族的私人医生，专门来给灵犀看病。灵犀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位医生可不简单，他竟然是传说中鹿族的人。虽然这个种族没被神明看中，没法像其他家族那样使用异能，但他们的医术却强得离谱。他们靠着对植物的了解，配制出的药剂简直千金难求，甚至比皇室的手段还要高明。据说想买他们的一瓶药，排队都要排上半年。这下灵犀总算是有救了。要知道鹿族的人性格极其高傲，多少豪门砸中京都请不动他们，肯德里克竟然能让他当私人医生。灵犀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这男人的手段真是比想象中还要深不可测。赫恩医生坐到床边，准备给阿森做个全身检查，但他真正的本事可不只是医术。鹿族的眼睛天生就能看穿魔力，只要扫上一眼，身体里有什么猫腻都藏不住。可就在赫恩观察阿森时，他突然停下了动作，嘴里嘟囔着事情不太对劲。站在身后的伊森眼神一沉，难道阿森的身体还藏着什么没发现的秘密？谁也没想到，赫恩医生检查完之后，竟然带出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阿森的情况不仅稳定了，连体内乱窜的能量都平息了下来，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灵犀在旁边听得心里美滋滋，看来自己拼命释放的治愈力，真的把这小狼崽子从鬼门关拉回来了。伊森推了推眼镜，感叹这全都要归功于拉尼罗家族的那位小鸟女孩。
旁边的女仆也跟着附和，说当时亲眼看到灵犀释放力量，整个房间都被绿色的微风包围了。就在那一瞬间，原本快不行的阿森竟然真的奇迹般的睁开了眼。被大家这么轮番夸奖，灵犀尴尬的简直想原地消失，恨不得大喊一声别再说了。赫恩医生更是满脸的不敢相信，这么个不到10岁的小丫头竟然拥有能逆天改命的治愈力。他甚至怀疑伊森是不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才把这宝贝从拉尼罗家族挖过来的。为了确认情况，赫恩决定给灵犀做个详细检查，可这过程怎么看都不太正经，又是喂零食又是量尺寸，甚至还像揉面团一样捏来捏去。灵犀一脸懵圈的怀疑人生。不过这一番折腾下来，赫恩医生终于给出了肯定的结论，阿森的情况确实是因为他才好转的，只要有灵犀在，阿森那原本没救的身体这下真的有希望彻底好起来了。彻底好了，阿森竟然真的彻底好了，这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结果。灵犀自己都吓了一跳，原来这付小小的身体里竟然藏着这么恐怖的治愈能量，只要有这股力量在，阿森不仅能活下去，甚至能像正常孩子一样长大。就在大家沉浸在喜悦中时，赫恩医生却突然变了脸色，语气变得异常严肃。他盯着眼前的灵犀警告说，这种治疗绝对不能再继续了，否则后果谁也承担不起。这下所有人都懵了，明明是在救人，怎么会变成害人？难道引以为傲的治愈魔力反而成了阿森的催命符？灵犀还在纠结是不是自己搞砸了，赫恩医生却一眼看穿了真相。现在的他就像还没长齐羽毛的小鸟，身体根本撑不住这么强的魔力，强行透支只会把自己身体搞垮，甚至连飞吻都成了一种奢望。这种不要命的救法真的能换来奇迹吗？赫恩医生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说灵犀现在的身体状况甚至比躺在床上的阿森还要糟糕，为了保命，他以后最多只能发挥20%的力量，可如果只剩这点魔力，他还怎么去救那个危在旦夕的人？灵犀还在那儿掰着指头算账，2成魔力到底够不够塞牙缝？赫恩医生看着这只拼命的小鸟，心里全是心疼和佩服。他安慰灵犀，小年纪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只要不再急于求成，阿森的病一定能慢慢好起来。这番话总算让紧绷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赫恩医生不仅没怪他，还温柔地叮嘱他要好好吃饭休息，这让一直紧绷着的灵犀差点感动得当场哭出来。比起之前见过的那些冷冰冰的狼族，这里的医生简直就是天使。他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被人温柔对待是这种滋味。这下灵犀更有动力了，一定要把阿森从鬼门关拉回来。刚才还一脸温柔的赫恩医生，突然话锋一转，开始秋后算账。他直接揭穿阿森今天会发高烧，全是因为偷偷溜去花园玩导致的。这下轮到阿森傻眼了，在那儿支支吾吾想找是谁告的状。赫恩医生可没打算就这么算了，他给阿森和灵犀都开了药，看来接下来的日子，这2个不省心的病号只能乖乖吃药了。阿森还想垂死挣扎一下，嘟囔着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吃药了，结果赫恩医生只用了一个词，就吓得他当场秒怂。看着平时温文尔雅的医生突然爆发这种恐怖的压迫感，灵犀在旁边看得瑟瑟发抖，心里的小人儿疯狂呐喊，原来赫恩医生才是这个家里最不能惹的人。视角转到拉尼罗家族这边，气氛简直压抑到了极点。家主亚瑟正对着手下大发雷霆，因为灵犀到现在还没找到，他怎么也想不通，动用了所有的骑士团成员，竟然连一只鸟的影子都抓不住。这番咆哮吓得没人敢抬头，看来灵犀失踪这件事已经让整个家族彻底乱了套。凯琳还在一旁找借口，说灵犀变身后体型实在太小，骑士团搜救起来简直像在大海捞针。亚瑟听着这些废话，心里却在盘算，灵犀已经整整失踪2天了。他不由得回想起失踪当天那个贴身女仆惊慌失措跑来的样子，那一声凄厉的尖叫让整个家族瞬间乱成了一锅粥。亚瑟还在反复确认细节，他不敢相信灵犀竟然真的变身成功，而且还是当着女仆的面从窗户飞走的。阿德尔战战兢兢地回忆着当时的情况，说灵犀飞走前还专门看了他一眼，可由于体型太小，一转眼就彻底抓不住踪影了。听到变身成功这几个字，亚瑟的语气突然变得非常诡异。阿德尔站在身后看着家主那副阴沉的背影，心里突然咯噔一下，为什么听到灵犀小姐觉醒了，他竟然是这种反应？看着亚瑟嘴角那抹诡异的微笑，阿德尔只觉得浑身发冷。明明灵犀小姐失踪了，他为什么反而看起来这么高兴？还没等阿德尔反应过来，亚瑟就突然转过身，语气里透着一股势在必得的狠劲。他下令召集所有的骑士，说是要全力寻找灵犀。亚瑟现在满脑子都是灵犀，他原本以为这孩子只是个普通后辈，没想到他竟然能提前3年完成变身，这种天赋简直就是个怪物。在拉尼罗家族里，这种潜力意味着无限的可能。可惜家族有个死规矩，只有男人才能继承家业。如果灵犀是个男孩，那绝对是完美的继承人。不过亚瑟很快就冷笑了一声，性别什么的根本不重要，只要灵犀在他手里，就一定能派上更大的用场。在亚瑟眼里，灵犀就是辅佐未来家主的顶级工具，只要他10岁后能顺利蜕变成雄鹰，就能成为家族最锋利的刃。按照拉尼罗家族的规矩，孩子们起初只是弱小的雏鸟，只有经历幻羽才能真正觉醒。虽然偶尔会出现无法变身的废柴，但亚瑟确信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灵犀身上。正因为看中了这份恐怖的潜力，他才一刻也等不下去，直接派出了整支骑士团封锁全城，哪怕翻个底朝天，也得把这件兵器给抓回来。
大雨下了一整夜，亚瑟派出的搜救队几乎要把整座后山都翻个底朝天。在这些士兵看来，林夕不过是个刚觉醒的小女孩，拖着那副还没适应的身体，肯定跑不了多远。可谁能想到，大家找了整整一圈，竟然连根羽毛都没发现。亚瑟在府邸里气得大吼：“还没找到人吗？”士兵们已经把搜索范围扩大到了村庄，可带回来的消息还是没找到人。这下谁都交代不过去了。亚瑟气得当场发飙，他甚至怀疑林夕是不是在森林里被绑架了。毕竟一个刚觉醒的孩子，在荒郊野外确实太危险。但他转念一想，在拉尼罗家族的领地上，借谁10个胆子也不敢动他的人。更何况林夕身上那对乳白色羽翼，就是家族最显眼的活招牌，只要他一露面，绝对没人敢打他的主意。在这一片领地上，拉尼罗家族就是绝对的主宰，尤其是那些觉醒了能力的成员，在普通人眼里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这种力量让人羡慕的眼红，但也让人打心底里感到恐惧。要是拉尼罗家的人走到哪都是自带威压的活招牌，所以亚瑟根本不担心林夕的安全，哪怕他年纪再小，只要亮出那对标志性的乳白色羽毛，就没人敢动他一根汗毛。可问题就在这，既然没人敢招惹他，那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凭空消失了呢？就在亚瑟一筹莫展的时候，阿德尔突然推门进来，带回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重磅消息：失踪了这么久的林夕竟然主动寄回来一封信。亚瑟看着手里的信，这熟悉的火漆印绝对是那个孩子寄来的。几年前他在狼族内部安插了眼线，专门用来打探消息。可这么长时间过去，除了听说狼族继承人生病，竟然一点有用的情报都没有。这封信在这个时候出现，看来那边终于要有大动作了。亚瑟一脸不耐烦，本来手头的事就够多了，结果又送来一封信。一旁的侍卫察觉到不对劲，赶紧开口问：“大人，出什么事了吗？”信上的消息非同小可，肯德里克竟然带着林夕已经回到了宅邸。更糟糕的是，林夕现在的力量非常不稳定，甚至连变身都控制不住了。信里的内容让亚瑟彻底坐不住了，眼线竟然在问是不是他把林夕送过去的。亚瑟忍不住大喊：“林夕为什么会出现在狼族？这根本不合逻辑！”侍卫也在一旁直摇头，这绝对不可能。林夕一个人哪有本事走那么远？除非有人带走了他。亚瑟突然意识到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仔细一想，林夕失踪的那天刚好就是2天前，而就在同一天，肯德里克也出现在了这里，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时间点对上了，简直是严丝合缝。带走林夕的人果然就是肯德里克。亚瑟猛地撕碎信件，心里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这笔账必须现在就算清楚。他大声下令，马上联系神殿，一刻也不准耽误，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把林夕给我抢回来。另一边，林夕正躺在舒服的大床上，突然觉得耳朵有点痒，他忍不住嘀咕：难道是有人在背后偷偷念叨我吗？不过这种感觉倒还挺舒服的。他干脆不再瞎想，抱着心爱的小狼玩偶，管他外面发生了什么，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先睡个好觉。不得不说，这里的待遇简直没话说，连睡觉的小床都是找名家亲手做的。可躺在这么舒服的床上，林夕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他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不知道远在府邸的阿德尔现在过得怎么样了。虽然离开了那个地方，但心里唯一放不下的始终还是他，那个总是陪在身边的人，就是阿德尔。以前在府邸的时候，林夕最喜欢缠着他讲故事，而他总是那么温柔，像哄孩子一样哄着林夕入睡。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林夕心里一阵懊悔，当时真该叫上阿德尔一起逃跑的。可转念一想，如果提前告诉了他，他一定会拼命拦住自己。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现在大家还都被困在那个鬼地方。上辈子的惨剧，林夕这辈子都忘不了。就在他第一次幻语之后，不仅被家族无情抛弃，连最亲近的阿德尔也丢了性命。所以这次离开绝对是最正确的选择，他没什么好后悔的。按照记忆，9岁那年才会开始幻语，在那之前，他必须拼命治愈阿森，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为了这个目标，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养精蓄锐。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察觉到哪里不太对劲。就在林夕准备休息时，突然觉得肚子上有点不对劲。他低头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那竟然是一根红色的羽毛。难道是自己看花了眼？这绝对不可能！不管是哪个种族，幻语通常都要到10岁才开始，上辈子的他也是如此。可现在明明还这么早，身体却提前出现了这种变化，这完全不合常理。林夕怎么也想不通，就算自己这段时间频繁使用力量，幻语的时间也不该变才对。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失控了，这根红色的羽毛生长速度快得让人头皮发凉。可眼前的景象骗不了人，这根羽毛就这么硬生生的钻了出来。林夕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才刚在狼族待了没多久，噩梦竟然就开始了。如果这个秘密被发现，他很可能会再次被抛弃，甚至直接被扔出大门。这下彻底确认了，绝对没看错，这该死的羽毛真的长出来了。虽然肯德里克答应过要保护他，这里的大家看起来也都很友善，可一旦真相曝光，谁又能保证一切不会改变？无论如何，现在绝不能让他们发现这个诅咒。林夕盯着那根红羽毛，眼神变得异常坚定。既然他不该出现，那就只能亲手把它解决掉。他深吸一口气，准备豁出去了。一定要小心再小心，绝对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屏住呼吸，最关键的时刻到了。林夕使出全身的劲，对着那根红羽毛猛地一拽，终于拔下来了。虽然疼得他差点叫出声，但总算解决了这个心头大患。可现在还不是喊疼的时候，这根羽毛就是铁证，必须立刻把它藏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只要这根羽毛还在，他的秘密就随时可能曝光。
处理完那根羽毛，林夕赶紧飞回了房间。她不停地安慰自己，那肯定只是羽毛长歪了而已。没错，刚才那种钻心的疼，一定只是个噩梦。只要现在闭上眼睛睡一觉，等明天太阳升起来，一切肯定都会恢复原样的。林夕缩在暖和的被窝里，还在不停地给自己洗脑，昨晚那根红羽毛肯定只是个稍微有点糟糕的梦。可还没等他彻底睡踏实，清晨的宁静就被瞬间撕碎。贝蒂惊慌失措地冲了过来，大声喊着林夕的名字。看林夕这副没精打采的样子，连平时最喜欢的零食都不香了。贝蒂还以为他是没吃到点心在闹脾气，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林夕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变不回人样的问题。自从昨晚拔掉了身上那根红羽毛，这种不安的感觉就没停过，总觉得要出大事。换羽期来得越早，就意味着身体成长得越快。虽然能力变强了，但林夕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照这个速度下去，恐怕还没到10岁就要彻底换羽了。虽然肯德里克承诺过不会丢下他，但大人的话谁知道哪句是真的？这世道还是得靠自己多留个心眼。就在林夕胡思乱想的时候，阿森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他在大声呼唤林夕的名字。阿森一露面就没好气，问林夕蹲在那儿干什么，还随口骂他是只脏兮兮的小笨蛋。林夕气得当场跳脚，明明这地方干净的都能反光，怎么就成脏地方了？可阿森根本不听解释，直接丢下一句肚子饿了，扭头就让林夕赶紧下来伺候。摊上这么个小祖宗，林夕真是彻底没脾气了。阿森刚念叨完肚子饿，转头就坐到了餐桌前，可这顿饭还没吃2口，他就开始对着汤碗发脾气。原来里面藏了他最讨厌的胡萝卜。阿森当场抗议，只要有这玩意儿他绝对不吃，甚至想把整碗汤都推开。贝蒂倒是一点也不怕他，笑眯眯地哄着这位小少爷，说今天先忍忍，下次一定给他换成甜甜的大鸭梨。看着阿森那一脸嫌弃的样子，林夕干脆自己叼起一块胡萝卜，当面示范怎么当个乖宝宝。他一边嚼一边教育阿森，说小孩子绝对不能挑食。可阿森指着那碗绿油油的汤，态度坚决的像要上战场，想让他吃菜，那真是门儿都没有。林夕这下算是看透了，阿森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挑食怪，除了肉，他眼里根本容不下半点绿色。大家总觉得阿森身体弱，怕他压力大，所以平时他想吃什么就给什么。可这种纵容反而害了他，让他养成了最糟糕的挑食习惯。连贝蒂搬出林夕来当救兵，他都梗着脖子一口拒绝。林夕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这小祖宗的脾气之所以越来越臭，全是因为大家太迁就他了。既然好说歹说都不管用，那就随他去吧，反正最后饿肚子的也是他自己。跟阿森那个挑食怪完全不同，林夕简直就是个蔬菜收割机，不管什么绿叶子都能吃得津津有味，看得旁边的女仆们眼睛都直了。林夕倒是一脸淡定，她说这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因为以前要是敢挑食，肯定少不了一顿教训。这一番话听得旁边的阿森当场愣住，他显然没见过这种场面。看林夕吃的那么香，阿森心里那道不吃菜的防线好像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缝。林夕一眼就看穿了阿森的小心思，故意问他是不是因为自己被夸了，心里正偷偷泛酸水呢。旁边的林夕更是个补刀高手，他当着阿森的面大口炫着胡萝卜，眼神里全是挑衅，仿佛在说你这胆小鬼肯定不敢吃。阿森哪受得了这种刺激，死死盯着那少亮晶晶的蔬菜，虽然嘴上还没松口，但身体已经诚实的做出了反应。这招鸡将法检治绝了，阿森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正在跟肚子里的馋虫疯狂打架。谁能想到，在林夕的疯狂挑衅下，阿森竟然心一横，直接把那块胡萝卜塞进了嘴里。这一幕简直像发生了什么神迹，把旁边的女仆们吓得魂都飞了，甚至忍不住尖叫出声。毕竟这可是小少爷第一次主动吃菜，看着大家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林夕在旁边简直无语到了极点。他忍不住开始怀疑阿森以前到底是有多难搞，才能让吃个胡萝卜这种小事变得跟天塌了一样夸张。刚吃了一口胡萝卜，阿森的尾巴就快翘到天上去了，还得意洋洋的跟林夕叫板，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告别挑食了。结果林夕根本不吃这一套，反手就掏出了一个红彤彤的小番茄。这下轮到阿森当场傻眼，在他眼里这哪是什么蔬菜，简直是咬一口就会爆浆的恐怖怪物，吓得他连话都说不利索了。旁边的林夕听得满头黑线，这描述也太离谱了，而且这明明是蔬菜，到底在怕什么呀？林夕这只小鸟简直是杀人诛心，他当着阿森的面一口一个把小番茄吃得喷香，眼神里全是赤裸裸的鄙视，仿佛在嘲笑阿森根本没这个胆量。旁边的女仆们更是神助攻，开始对着林夕一顿疯狂输出，夸他能吃番茄简直是天才，是他们见过最了不起的小孩。这些话一字不落地传进阿森耳朵里，他原本还在犹豫，这下动作彻底僵住了。看来在阿森心里，输给谁都行，就是不能在林夕面前丢了面子。谁敢信啊？为了不被林夕比下去，阿森竟然心一横，直接把那个爆浆怪物塞进了嘴里。这下全场都沸腾了，女仆们简直要把他夸上天，连旁边的林夕都看傻了眼，心想这玩意儿难道真的有那么好吃？不过最离谱的还在后面，从这天开始，阿森就像变了个人一样，非要跟林夕死磕到底。只要林夕动筷子吃蔬菜，他也绝对不甘示弱。这种奇怪的胜负欲，竟然奇迹般的治好了他的重度挑食。阿森现在的模仿秀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林夕前脚刚去洗了个澡，他后脚就要跟着彻底洗一遍，连肩膀上的林夕都被强行裹上了小毛巾。看着他洗完澡瘫在椅子上，那一脸舒坦的样子，简直像个刚做完高级按摩的小老头，嘴里还念叨着真清爽。不过说实话，只是改掉了几个生活恶习，阿森现在的气色确实比以前那个病秧子好太多了。
看来这种全方位的模仿，还真让他有点脱胎换骨的意思。就是不知道他这种新鲜劲儿能维持多久呢？看着阿森现在活蹦乱跳的样子，林夕突然想起了一件正经事。他来这儿的初衷可是为了治好阿森，而不是天天陪他玩这种模仿游戏。虽然等他长大觉醒了魔力，确实能治好所有的病，但如果阿森现在的身体底子太差，那到头来可能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就在这时，旁边的林夕又摆出一副挑衅的眼神，这让阿森心里一阵犯嘀咕。这小鸟到底在神气什么？林夕看着这一幕，心里暗暗下了个决定，这样下去绝对不行，在离开这个庄园之前，必须得让阿森彻底脱胎换骨才行。既然以后注定要走，那总不能空着手离开吧。这小脑袋瓜里已经开始盘算怎么捞一笔了。他蹲在那儿愁的不行，一直在想该怎么收场。结果这小脑袋瓜一转，竟然想到了一个损招。既然这日子没法过了，那按照外面的规矩，是不是得先谈谈补偿金的事？林夕在那儿算了一通账，发现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拉尼罗那帮人都能赚个盆满钵满，简直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他甚至都能想象到管家正直者肯德里克的鼻子骂，怪他当初没把生意谈好。可算来算去，林夕突然发现一个扎心的事实：等这场契约婚姻一结束，他自己竟然一分钱都拿不到。既然指望不上别人给补偿金，林夕决定自力更生，毕竟靠珊珊会道，还是手里有钱最靠谱。他已经想好了，从现在开始就要偷偷攒私房钱，积少成多，等以后散伙了也不至于饿肚子。说干就干，这小家伙开始在屋里到处乱转，非要找个谁也发现不了的秘密基地，把他的宝贝全都藏起来。可林夕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房间每天都被女仆打扫得一尘不染，想在这儿藏点东西，简直比登天还难。他突然想起贝蒂之前提过，2楼还有不少空着的房间，平时根本没人过去。这下可把他给乐坏了，立马迈着小短腿往楼上爬，非要在那儿找个隐蔽的角落，把他的私房钱全给藏好。林夕在2楼转了半天，发现想找个完美的藏宝地，还真没想象中那么容易。他正琢磨着要不要再往深处走走，就在这时，他停在了一扇大门前。这儿明明是2楼闲置的接待室，可奇怪的是，本该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竟然传出了说话的声音。林夕大着胆子凑到门缝边，想听听里面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结果这一听，差点没把他吓得跳起来。屋里说话的人竟然是肯德里克。听这动静，他好像正在秘密接见什么客人，而且气氛明显不对劲。肯德里克说话的语气冷冰冰的，听起来火气很大。这下里面的人恐怕要倒霉了。屋里的神秘人语气强硬，说拉尼罗已经亲自出面要人，这件事他们根本压不住。门外的林夕听到这个名字，吓得差点当场叫出声。肯德里克还在据理力争，强调林夕是自愿留下的，可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非要带人去神庙，何时不可？林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方竟然提到了克努特神庙。要知道那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平时只负责守护最重要的9件圣物，除非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否则神庙绝不会轻易介入世俗。可现在亚瑟那个阴险的家伙竟然指名道姓要开启冥想神庙，这老狐狸到底在打什么算盘？看来为了对付林夕，他这次是真的要掀桌子了。林夕吓得缩成一团，他怀疑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那个让人后背发凉的亚瑟。屋里的神秘人直接摊牌了，说神庙绝不会承认这桩婚约，肯德里克必须立刻把孩子交出来。肯德里克当场就顶了回去，觉得这要求简直是无理取闹。可他心里也开始犯嘀咕，本以为只是家族内部的小打小闹，谁能想到连神庙都亲自下场了。林夕在门外听得浑身发冷，他心里1万个不乐意，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越是焦急就越容易出错，他刚想悄悄溜走，脚下却突然打滑，直接踢到了旁边的门框。这一声响动在走廊里格外刺耳，林夕吓得魂都飞了，这下彻底玩完了。屋里的人肯定已经察觉到了，亚瑟现在表现得再急切，在林夕眼里也全是演戏。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自己真的毁了那个家，迟早还是会被再次抛弃。前世的惨痛教训就在眼前，这种虚伪的亲情，他这辈子绝不会再上当了。就在林夕沉浸在痛苦回忆时，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肯德里克立刻警觉地回过头。肯德里克厉声喝道：“谁在外面鬼鬼祟祟的？”他猛地一把推开大门，本以为抓到了什么不速之客，结果整个人直接愣住了。肯德里克怎么也没想到，刚才那些不能说的秘密，竟然全被这孩子听了去。坐在地上的竟然是林夕，这下两人撞了个正着。肯德里克愣住了，他看着眼前的女孩问：“林夕，你怎么在这？你的兽化状态怎么解除了？”林夕尴尬地笑着打招呼：“肯德里克大人，您好呀。”这下真的撞枪口上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变回来，这该怎么解释才好？林夕赶紧解释：“我真的只是路过，绝对没有偷听。”肯德里克冷冷地拆穿他：“路过？这里可不是随便能来的地方，而且你的女仆贝蒂在哪？”这下彻底穿帮了，要是被发现是偷偷溜出来的，贝蒂肯定要被连累。就在这时，屋里传出一个陌生的声音：“原来你就是拉尼罗家的小雏鸟。”林夕愣住了，这个声音正是刚才在房间里说话的那个人，竟然是神官。林夕怎么也没想到，刚才在屋里说话的居然是这种身份的人。对方主动打招呼说：“你好呀，小姐，我是埃特兰。”这个看似温柔的男人到底在打什么主意？面对这个不速之客，林夕心里直发毛，这种压迫感让他根本不敢抬头。肯德里克察觉到了他的不安，低声安慰了一句：“别怕，没事的。”听到这句话，林夕这才稍微有了点底气，他下意识抓紧了身边人的衣角，只要肯德里克还在，局面
就还不算太糟。肯德里克直接挡在前面，冷冷地回了一句：“没必要认识，以后也不会再见了。”他当场下了逐客令，让埃特兰赶紧离开，显然是1秒钟都不想多待。埃特兰却一副受伤的样子，笑着说：“这话太伤人了，我们很快还会再见的。”临走前，他还不忘盯着林夕说：“这位小姐看起来真害羞，可你是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的？”肯德里克根本不想再废话，直接打断了对方，二话不说就把林夕一把抱了起来。他一边带着人往回走，一边低声感叹：“明明已经变回了原样，怎么还是跟羽毛一样轻？”肯德里克直接把话挑明，不仅拒绝去神殿，还下了死命令让对方立刻消失，理由是怀里的小家伙已经被吓到了。林夕躲在他怀里，总算能松快一点，心里只盼着这个麻烦赶紧走人。埃特兰倒也没再纠缠，顺着话茬就答应先告辞。可那副笑里藏刀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真的死心了。虽然眼前的危机暂时解除，但神殿这帮人恐怕早就盯上林夕了。埃特兰最后留下了一句：“再见了，小鸟。”这称呼听起来真是耐人寻味。随后他便带着人转身离开，消失在走廊的尽头。肯德里克没去理会那些试探，抱着林夕走在阳光洒满的长廊里。两人独处的时候，林夕心里一直觉得有点别扭，毕竟之前一直是野兽的样子，现在突然变回人身，总觉得哪里都不太对劲。肯德里克倒没想那么多，他更担心林夕刚才强行变身，身体会不会吃不消，一心只想带他赶紧去找医生检查。林夕嘴上答应着，心里却一直在打鼓，奇怪他怎么不问问偷听的事，难道是自己想多了？最后他还是没忍住，主动开口道了歉，承认自己刚才确实听到了谈话。可肯德里克的反应却很平淡，似乎压根就没打算深究。这种大度的态度，反而让林夕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肯德里克一开口，就直接问他到底听到了多少。林夕还想打个马虎眼，说自己只听到了一点点，结果话还没说完就露馅了。他连送他回去这种关键信息都提了，这下真是越抹越黑。肯德里克一眼就看穿他全听见了，不过他并没有当场发火，只是说这些事以后再谈，现在最要紧的是让他休息。等林夕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熟悉的房间，看着眼前的景象，他心里反而更没底了。肯德里克特意把他送回来，到底是为了保护他，还是真的打算要把他送走呢？贝蒂一看到林夕变回了原样，魂儿都快要吓飞了，赶紧冲上来，又是打量又是询问，生怕自家小姐出了什么意外。肯德里克倒是表现得很淡定，随口扯了个谎，说林夕只是在接待室门口摔了一跤，受了点惊吓才变成这样的。他吩咐贝蒂先安抚好孩子，顺便带他去找医生做个检查，毕竟刚才那场对峙确实消耗了林夕不少精力。贝蒂听得满脑子问号，摔一跤就能解除野兽化，这理由听起来也太离谱了。但看着肯德里克那副严肃的样子，他也不敢多问，只能先带着林夕赶紧离开，先把这小祖宗安顿好再说。肯德里克临走前还像个老父亲一样婆婆妈妈，特意叮嘱女仆给林夕换上睡衣，生怕这身华丽的裙子勒着她，还反复强调别让她再折腾了。等换好了轻便的衣服，林夕总算觉得整个人都活过来了。虽然他觉得自己已经没啥大碍，但身边的贝蒂还是不敢大意。贝蒂一边细心的照料着，一边告诉林夕，已经派人去请赫恩医生了，在医生赶到之前，他必须乖乖待在房间里休息。林夕倒也听话，毕竟刚才那番变身确实累得够呛，现在只想安安静静的躺会儿。不过大家心里都清楚，等医生一到，恐怕还有更多的检查在等着他。贝蒂真是哪壶不开提那壶，突然问起林夕为什么会出现在接待室，这下可把林夕给问住了，总不能说自己是去偷听机密的吧？为了圆这个谎，林夕感觉脑细胞都要烧干了，最后只能硬着头皮说自己原本只是想出门散个步，结果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没想到贝蒂这姑娘心思单纯，竟然一点都没怀疑，还觉得是因为林夕刚来，对庄园的路线还不熟悉。看着贝蒂那副热心肠的样子，林夕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总算糊弄过去了。贝蒂还主动提议说明天要带她好好逛逛庄园，林夕一边答应着，一边在心里感叹贝蒂人真是太好了。林夕正觉得贝蒂这姑娘挺暖心，说明天带她逛庄园，估计是怕她这个路痴再走丢了。还没等她感慨完，房门突然被人一把推开，紧接着就听见有人急吼地喊她的名字。林夕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发现来的人竟然是阿森。阿森愣在原地，试探着问了一句：“你这是变回人类的样子了吗？”林夕笑着点点头，赶紧招呼他坐下。虽然嘴上说着放心了，但阿森整个人显得特别局促，这反应明显不对劲。难道他现在跟我待在一起，觉得尴尬了？仔细想想，除了治疗的时候，林夕一直都是小神兽的样子，阿森估计还没看习惯这张脸。贝蒂先退出去找医生了，屋里就剩他们两个，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微妙。阿森盯着他问，到底是怎么变回来的？林夕也说不清楚，只能含糊的应付过去，心里还在犯嘀咕，他到底喜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结果阿森也不说话，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看，把林夕看得心里发毛，这眼神到底是什么意思？林夕干脆直接问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变回人类的样子？这话一出，阿森像被踩了尾巴一样，急得大喊是谁在那瞎说。他支支吾吾的想解释，说事情根本不是那样的，可话到了嘴边，他却又突然停住了。看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接下来的话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谁能想到阿森憋了半天，竟然冒出一句你长得真丑，还说他变回小神兽的时候更好看。林夕整个人都听傻了，这简直就是当头一棒。本来以为两人的关系刚有起色，结果这一句话直接把好感度降到了冰点。
林夕现在满脑子都是这朋友真是没法交了，说好的小孩子很容易玩到一块儿去，全都是骗人的。屋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谷底，谁也不肯先开口说话，这下局面彻底僵住了。别看阿森嘴上不饶人，其实他心里比谁都乱，整个人显得局促不安。他走到一扇大门前，犹豫了半天，还是伸手敲了敲门。屋里传出一声回应，让他进来。门一开，赫恩医生带着女仆走了进来，微笑着跟林夕打招呼。一看到是赫恩医生，林夕高兴坏了，想都没想就直接冲了过去。赫恩赶紧在旁边提醒，跑这么快容易摔着，让他慢点儿。结果话音刚落，林夕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失去了平衡。这下惨了，眼看就要摔个狗吃屎。赫恩吓得大喊一声，赶紧伸手去接。林夕心里一阵哀嚎，刚才摔过一次，怎么现在又要来个屁股蹲？眼看就要跟地面亲密接触，他吓得赶紧闭上眼，心想这下肯定要摔惨了。可等了半天，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出现，反而感觉被人稳稳地拖住了。赫恩医生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小姐，你可真得小心点，这要是真摔了，可不是闹着玩的。”林夕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小声跟医生道谢，还好有他在，不然今天这脸可就丢大了。虽然没摔着，但林夕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两条腿软绵绵的，就像不是自己的一样。明明身上也没受什么伤，怎么连站都站不稳了？他一脸纳闷地看着赫恩医生，赫恩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说：“现在身体肯定很难受吧？毕竟维持野兽形态太久了，想换回人形需要时间适应。”林夕听得一愣一愣的，原来还有这种说法，他以前压根就不知道。赫恩接着叮嘱他，以后可千万不能变身太久，不然身体会吃不消的。这下林夕总算长记性了。赫恩医生坐了下来，轻轻握住林夕的手，准备仔细检查一下他的身体状况。林夕能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体内游走，看来医生是在检查他的魔力流动。赫恩观察了半天，点点头说：“目前看没什么大碍，但千万记住不能过度消耗。”林夕听得有点懵，不太明白过度消耗是什么意思，赶紧开口追问。赫恩耐心的解释说：“现在的魔力还非常不稳定，只要不强行去使用能力，暂时就不会出什么问题。”阿森心思很细，一眼就看出林夕情绪不对，轻声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林夕低着头没说话，心里却乱成了一团麻。要是自己不能乱用魔力，那阿森万一突然发病了该怎么办？虽然这段时间阿森看着挺好，但毕竟病还没彻底根治，谁也不知道下次危险什么时候会来。再加上现在魔力还不听使唤，这种无力感让他越想越焦虑。结果阿森听完直接笑了，说：“就这事啊？要是为了这个，那你以后完全不用担心帮我治疗的事。”这话一出，林夕整个人都懵了，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阿森却一脸平静地说：“如果是为了他，以后真的不用再担心了，反正那些疼痛他早就习惯了。”林夕急得直跺脚，当场拆穿他说：“你明明最讨厌吃药了，连甘草药的味道都受不了。”阿森却摇了摇头，说：“药吃多了也就那样。”比起这个，他更担心林夕的情况，万一林夕因为太勉强又变回小鸟回不来，那才是真的大麻烦。所以无论如何都让他自己来承担吧。林夕一脸无辜地反问：“这不还是一个意思吗？反正你就是觉得我变鸟更好看呗？”阿森这下彻底急了，语无伦次的解释说，他的意思是不想看到林夕每次为了救他都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眼看越解释越乱，阿森干脆把心一横，大声吼道：“哎呀，烦死了！反正你以后少管我的事，听明白了吗？你这个笨蛋！”说完，他根本不敢看林夕的反应，转身就往门外冲，一边跑一边嚷嚷着要走。结果还没跑出多远，走廊里就传来管家的训斥声：“少爷，不准在走廊里乱跑！”看着阿森落荒而逃的背影，赫恩医生终于忍不住笑场了。他一边笑一边摇头说：“明明是个最怕吃药的人，刚才居然还能把大话说得那么远。”贝蒂也在后面偷偷捂着嘴笑，大家都看出来了，阿森刚才那副样子纯粹是在硬撑。赫恩收起玩笑的语气，转头对林夕说：“小姐，他其实真的很在意你。”林夕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阿森消失的方向，心里忍不住在想：他真的有那么在意我吗？夜已经这么深了，林夕躺在华丽的大床上，就在这时，他突然睁开了眼，心里那个念头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这一觉睡得实在太沉了，林夕醒来时整个人都懵了，完全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难道是因为觉醒了羽翼，身体还在自我修复吗？他只觉得浑身发烫，热得有点不寻常。既然睡不着，那就干脆出去看看。门后的走廊里似乎有什么正在发生，吹着晚风，林夕总算觉得自己活过来了。今天发生的事实在太多，阿森为了让他好好休息，宁愿自己忍受痛苦。还有贝蒂和赫恩教授，身边全是一群温柔的人。不过教授的话也得记在心里，只要不过度使用魔力，目前应该还是安全的。林夕独自站在阳台上，看着手心里跳动的魔力，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虽然觉醒了力量，但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控制，万一失控了可怎么办？就在他发愁的时候，手里的光芒突然暴涨，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了。这股力量正在疯狂增强，林夕发现局面已经失控了，现在的魔力比上辈子觉醒时还要更加狂暴。这下麻烦了，如果不能强行压制住他，就没法彻底治好阿森。为了不再回到那个家族，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赢过这股力量。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林夕握紧拳头，他必须现在就去做个了断。与此同时，肯德里克正独自在书房办公，周围安静的只能听到写字声。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打破了这份死寂。肯德里克随口应了一声，却没想到推门进来的竟然是林夕。这么晚了，他怎么会突然跑过来？
肯德里克虽然有些意外，还是先让他进屋坐下。林夕深吸一口气，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件事必须现在告诉你。”林夕终于说出了真正的目的，他想让肯德里克教他到底该怎么控制体内的魔力。肯德里克听完愣了一下，他完全没想到林夕以前竟然是用那种像走钢丝一样危险的方式在强撑。他皱着眉头问：“难道你以前就没出过事吗？”既然以前的方法不对，肯德里克决定让林夕把那些错误的技巧全部忘掉。他提醒林夕看仔细了，随后随手一挥，一团漆黑的能量竟然在指尖凭空汇聚。这种控制魔力的方式，林夕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他愣愣地看着那团能量，整个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住了。这就是埃克哈特家族代代相传的真正本事——操控影子。在肯德里克手里，这些黑漆漆的影子就像有生命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形状。他甚至能用影子变出凶猛的影狼，去任何地方打探消息。林夕这才明白，原来魔力还能被玩出这么多花样。这种能力不仅能藏在影子里，关键时刻还能当成盾牌，简直就是个全能的作弊器。林夕看的眼睛都直了，这种只在传说里听过的本事，今天竟然见到了活的。可肯德里克却突然严肃起来，他指着手中的魔力球问：“你以前是不是一直把它当成细线在用？”他语气沉重地警告林夕：“像你这种天赋极高的人，如果一直这么搞下去，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话音刚落，肯德里克手中的魔力球突然剧烈抖动，随后砰的一声炸成了碎片。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旁边的林夕吓得够呛。肯德里克看着消散的残影说：“你的能力增长的实在太快了，现在的身体根本装不下这么多能量。如果再不学会正确的控制方法，这股力量迟早会彻底失控，到时候可就不是吓一跳这么简单了。”林夕这下彻底慌了，连忙问自己该怎么办。肯德里克语气平静却很有力，他说：“这种事只会发生在顶级天才身上，所以他决定亲自带林夕从零开始练起。”看着他那副不放心把林夕交给别人的样子，林夕心里别提多踏实了。他忍不住在想，只要能彻底掌握这股力量，治好阿森就再也不是难事了。肯德里克突然收起了平时的样子，问林夕能不能认真聊聊。还没等林夕反应过来，他竟然直接单膝跪在了林夕面前。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林夕整个人都懵了。谁能想到堂堂公爵大人竟然单膝跪地，主动向一个小女孩认错？肯德里克低声说：“我不该让那个人进门，更不该让你听到那些话。”林夕一下子愣住了，难道他们刚才商量的是要把我送回拉尼罗家吗？那是他最害怕的地方，一旦回去，就意味着噩梦重新开始。肯德里克看出了他的不安，语气变得格外坚定：“听好了，我绝对不会把你送回去。”肯德里克语气坚定：“既然答应了你，不管发生什么，我都绝对不会把你送回去。”林夕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他原本还在奇怪，为什么这个男人会如此担心自己，看来他是怕自己因为治不好阿森会有太大的心理压力，才特意跑来安抚。林夕小声说了句谢谢，可还没等他松口气，肯德里克接下来的话又让他紧张起来。接下来的日子恐怕会更忙，难道是因为那场避不开的联姻吗？肯德里克说出了真相，想让你和阿森顺利结婚，神殿那边必须先放行，但在这之前还得让议会那帮老家伙们点头，拿到多数票才行。林夕听得一愣一愣的，本以为只是两个人的事，没想到背后竟然牵扯到这么多势力。议会那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长老们的马车队已经到达，看来这一场硬仗是必须要打了。贝蒂看着窗外的车队，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这阵仗真是头一回见。窗外热闹非凡，贝蒂兴奋地大喊：“快看，家族的长老们全都到齐了！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大场面，公爵大人亲自发话，今天谁都不能缺席。”贝蒂正想拉着林夕一起看热闹，可一回头却发现屋里安静的有些诡异。林夕小姐，此时的林夕整个人状态全无，像是被什么东西抽干了力气，连话都快说不出来了。阿森一脸担心的走过来：“你是不是哪儿难受？你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很不对劲。”林夕勉强应了一声，可谁都能看出来，他现在的情况恐怕比想象中还要糟糕。说实话，林夕现在压力山大，谁能想到他居然真的要面对这帮老家伙了？这些长老可不是吃素的，他们专门处理家族里的各种大事，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不小的权力。就算肯德里克再强势，如果议会里大多数人都反对，他也绝对没法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为了能把林夕留下来，肯德里克必须得拿到这帮人的支持。林夕心里很清楚，今天这场集会就是为了决定他的去留，是继续留在狼族，还是被送回那个可怕的拉尼罗家族，全看接下来的表现了。他暗暗握紧了拳头，无论如何一定要给这帮长老留下个好印象。阿森趴在窗边，一眼就认出了伦诺克斯勋爵的马车。他撇了撇嘴说：“那个脾气臭得很的老头又来了。”林夕还没反应过来，阿森就开始疯狂吐槽，说这老头从小就逼他喝各种怪药，那味道简直是噩梦。除了这个药罐子，还有一个叫特里斯坦的公爵，整天笑眯眯地说些吓死人的话，一个比一个难对付。林夕听得心里直犯嘀咕，原来这些长老从小就盯着阿森了。他赶紧凑过去打听，那他们平时对你怎么样？阿森一脸嫌弃的摆摆手，好个屁，他们每次过来除了唠叨就是没完没了的说教。听说这帮老家伙年纪大了，身上到处疼，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古怪，简直就是一群难搞的老古董。林夕一下子反应过来，你是说那些长老现在都歇斯底里了？阿森老脸一红，赶紧拍着胸脯打圆场，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早就知道了。林夕若有所思地念叨着，原来是因为身体到处疼，才让他们变得这么不可理喻啊，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吗？
既然长老们现在都在开会，只要他现在赶过去，时机简直完美，说干就干。林夕猛地站起身，二话不说就往门外冲。阿森在后面都看傻了，急得大喊：“林夕，你到底要去哪儿啊？”林夕头也不回的笑了笑，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这回他要亲自去会会那帮老古董。林夕正拼命往会议室赶，可他还没到门口，里面就已经彻底吵翻天了。一名长老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反对肯德里克的决定。他觉得把拉尼罗家族的女儿留在这，简直就是在玩火。这帮老家伙越说越激动，甚至觉得如果再不把人送走，两边迟早要开战，到时候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虽然狼族的战斗力确实更强，但拉尼罗家族也不是好惹的，他们手里拿捏着大家的命脉资源，真闹僵了谁都没好果子吃。长老们步步紧逼，态度一个比一个强硬。肯德里克现在的处境比想象中还要艰难。长老越说越气，为了这门亲事，咱们连汉普顿河都割让出去了，结果现在落得个两头空。肯德里克坐在主位上一言不发，他知道这帮老家伙已经把账算到了骨子里。长老最后拍了板，说破大天也留不得拉尼罗家族的女儿，绝对不能留在埃克哈特。绕路耽误了不少时间，林夕这一路紧赶慢赶，千万别迟到啊！结果还是晚了一步。看着这群穿黑袍的长辈走出来，会议明显已经结束了。既然只有长老们出来了，那肯德里克呢？里面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果然没那么简单，大部队虽然走了，但真正的核心高层全留下了。林夕躲在门后听得真切，这帮人正在开小会，长老们的情绪非常激动，带头的那个直接喊话，说没必要为了拉尼罗的女儿让整个家族去冒险，必须立刻把林夕赶走。虽然早就猜到会是这种结果，但亲耳听到这些话，林夕心里还是很难受。就在这时，肯德里克彻底爆发了，他猛地一拍桌子，怒吼道：“我不是让你们都滚吗？现在连家主的话都不管用了！”这下双方算是彻底撕破脸了。肯德里克为了保住他，竟然直接跟整个长老团叫板，这股压迫感实在太恐怖了。肯德里克身后浮现出巨狼虚影，这是要把在场所有人直接生吞了呀！刚才还叫嚣的长老们，现在一个个全成了哑巴。这就是狼群首领的真正实力吗？在他面前，任何反抗都显得多此一举。既然家主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长老们再待下去也是自讨没趣，只能灰溜溜的离开大厅。特里斯坦还想维持表面的客气，临走前特意留下一句：“那我们明天再见。”可肯德里克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双手抱胸，冷冷的回应：“没必要再来了。”哪怕特里斯坦再三坚持，得到的也只有更果断的拒绝。肯德里克这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里不欢迎你。看着肯德里克头也不回的离开，特里斯坦只能站在原地生闷气。这回他是真的碰了一鼻子灰。随着大门重重关上，这场博弈暂时画下了句号。但看特里斯坦那副阴险的样子，他肯定不会就这么轻易收手。散会之后，这群老家伙总算能喘口气了，但这老胳膊老腿的确实有点经不起折腾。特里斯坦一边走一边犯嘀咕，身体僵硬的像块木头，稍微动一下膝盖就钻心的疼，连路都快走不稳了。他正琢磨着，明天的会议肯定又是一场硬仗，得赶紧回去歇着。结果还没走两步，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谁也没想到，林夕竟然在这个时候追了上来，还一把扶住了摇摇欲坠的特里斯坦。哎呦一声，林夕跑得太急，直接跟特里斯坦撞了个满怀。特里斯坦还没反应过来，就赶紧先开口道歉，说是自己老眼昏花没看清路。林夕倒是一点没生气，反而一脸担心地问他：“老人家，您没摔着哪儿吧？”可就在特里斯坦抬头的一瞬间，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这浅金色的长发，还有这双标志性的绿色眼睛，这长相实在太有辨识度了。特里斯坦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是拉尼罗家族的人吗？他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里撞见这个传说中的女孩。面对特里斯坦的打量，林夕一点都没遮掩，大大方方的亮出了家门。没错，我就是林夕，拉尼罗。特里斯坦听完也客气的回了一礼，说自己叫特里斯坦。这名字一出口，林夕整个人都惊呆了。原来眼前这位不起眼的老人家，竟然就是埃克哈特家族的大长老，这身份在贵族圈里那可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不过林夕现在可顾不上什么身份，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刚才那一撞到底有没有把老人家给撞坏了。虽然特里斯坦嘴上说着没事，但林夕心里还是过意不去。他慢慢伸出手，摸向了特里斯坦受伤的膝盖。看这架势，他是打算在这大庭广众之下直接动用那股神秘的治愈力量了。刚才还嘴硬说没事，结果林夕的手刚一碰上去，特里斯坦大长老就疼得叫出了声。这下老脸可真是挂不住了，他一边咳嗽一边想强撑面子，非说自己一点事都没有。可林夕早就看穿了他在逞强，直接一句话顶了回去：“明明疼得要命，您就别在这儿硬扛了。”还没等老人家反应过来，林夕一把就抓住了他的手，不由分说的拉着他往旁边走：“跟我来，我肯定能治好您。”堂堂埃克哈特家族的大长老，这辈子哪见过这种阵仗？他一边踉跄着跟在后面，一边还想挣扎着说自己得赶紧走。可林夕压根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只说了一句很快就好，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这位高权重的老人家给强行绑架走了。特里斯坦一脸懵，完全搞不懂这小姑娘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林夕其实心里也在打鼓，毕竟赫恩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这段时间千万别乱用魔力。可看着老人家疼成那样，他还是决定把医生的话抛到脑后，既然是自己闯的祸，那就要负责到底。他嘴上说着要偷偷治疗，结果下一秒整个人就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这动静可一点都不小。特里斯坦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这股温暖的力量彻底包围了。
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女孩，竟然真的拥有这种逆天的治愈魔力。随着那股暖流涌进身体，特里斯坦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能感觉到那股纠缠了自己3年的剧痛，竟然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试着动了动腿，那种轻盈的感觉简直像在做梦。特里斯坦不敢置信地盯着林夕，声音都在发虚：“你这小姑娘，竟然真的治好了我的膝盖！”林夕看着自己的双手，心里总算松了口气。看来这种程度的魔力消耗，身体还能吃得消。而此时的特里斯坦心里早就掀起了惊涛骇浪。整整3年啊，他因为这条腿连路都走不稳。可现在他甚至觉得自己能绕着这花园跑上几圈。可还没等他高兴完，林夕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当场愣住了。这小姑娘一脸真诚地说：“治好您是应该的，而且我是真的想和您交个朋友。”这话一出，特里斯坦整个人都懵了。他在家族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谁见了他不是战战兢兢？还是头一次有人敢这么直白地找他套近乎。看着林夕那副天真烂漫的笑脸，这位老人家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在整个议会的等级制度里，像特里斯坦这样身穿蓝袍的长老，不仅人数极少，更是核心中的核心。他们甚至拥有直接对话家主的特权。林夕这小脑袋瓜转得可真快，他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既然这几位蓝袍大长老才是家族里说话最管用的人，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把这帮老头子全给搞定。他先是神秘地叮嘱特里斯坦：“这好腿这事儿，咱俩知道就行，千万别往外传。不过，想要搞定这些见多识广的老顽固，光靠治病救人可能还不够。”就在特里斯坦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林夕突然又翻出了他的秘密武器——一袋香喷喷的小饼干。谁能想到，这足以改变家族格局的顶级外交，竟然是从这一袋小零食开始的。林夕笑着把饼干递了过去，嘴上说着是送给大长老的礼物，可他心里的小算盘早就打得啪嗒响。送礼只是个由头，他真正的杀手锏是这帮老头子最缺的东西——健康。他早就听说议会里这些位高权重的长老们，因为年纪大了，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点治不好的老毛病。只要能用自己的治愈能力把这些折磨人的病根全拔了，那这帮老顽固还不得乖乖站到他这一边。这位平日里威严的大长老，现在看林夕的眼神，简直像是在看自家的亲孙女。虽然大长老态度变了，但那帮老顽固还是不肯罢休，天天跑来找肯德里克闹事，非要把林夕送回拉尼罗家不可。那些难听的话吵得连房间里都听得见，庄园里的仆人们全气坏了，觉得这帮人简直是过河拆桥。贝蒂一边帮林夕梳头，一边替他打抱不平，甚至还贴心地帮他捂住耳朵，生怕这些闲言碎语伤了孩子的心。林夕倒是心态挺好，反而笑着安慰起贝蒂来。这丫头心里其实很清楚，只要身边的人还在，外面那些风雨根本不算什么。贝蒂心疼坏了，决定今天要拿出看家本领，给林夕梳一个最漂亮的头发，要把所有的不开心全都梳掉。贝蒂还在那儿瞎操心，其实林夕心里早就稳如泰山，因为就在昨天，他已经悄悄搞定了一个大麻烦。原来这丫头私下里早就找机会跟长老们套近乎了。他发现其中一位长老腰疼得厉害，连走路都费劲。林夕趁着没人的时候，直接动用治愈魔力露了一手，不仅把长老的腰伤治好了，还甜甜的叮嘱人家要保守秘密。这招简直是绝杀，再加上他准备的小礼物，那帮原本板着脸的老头子，现在看他的眼神全是爱心。谁能想到这帮难搞的议会元老，竟然就这么被一个小姑娘给彻底拿捏住了？这还不算完，林夕这小算盘打得可响了，他不仅搞定了一个，甚至连着几天悄悄出手，把5位长老的老毛病全给治好了。现在这帮老头子表面上还得维持议会的威严，背地里看林夕的眼神，那叫一个心花怒放，恨不得把这宝贝闺女供起来。林夕悠闲地坐在花园里，喝着果汁，吃着点心，听着远处传来的争吵声，心里别提多自在了。以前这帮人闹起来，简直要把房顶都给掀了。现在呢，声音小得跟蚊子叫差不多，明显是底气不足了。看来这招收买人心，比什么讲道理都管用。这帮老顽固迟早的全变成他的铁杆粉丝。贝蒂看着林夕又要出门，赶紧追上去问了一句：“小姐今天又要去花园玩吗？”林夕笑得一脸灿烂，连连点头说要去花园散心。可贝蒂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毕竟花园离议事厅太近了，那帮老头子最近吵得正凶。林夕摆摆手说没关系，转头就迈着小碎步跑开了。他乃是去什么花园赏花呀？他真正的目的地其实就是那个吵翻天的议事厅。林夕心里想得明明白白，与其在屋里等消息，不如直接去现场盯着，看看那帮老顽固们背地里到底在憋什么坏主意。林夕这会儿正得意呢，他一边往会议室走，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得看看还有哪个长老需要治病，顺便确认一下这帮老头是不是真心投靠。虽然还没学会怎么控制魔力，但治个关节炎、肩膀疼什么的，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看着会议室里动静越来越小，他觉得这招治病救人简直神了。就在他站在门口纠结今天该轮到给谁治病的时候，屋里突然传出一声巨响，吓得他差点跳起来。只听见刚才还反对他的长老，这会儿正拍着桌子大吼说绝对不能把林夕小姐送回去，谁要是敢动他就跟谁拼命。这下轮到林夕傻眼了，他原本只是想混个好感度，结果这帮老顽固怎么突然间全变成他的死忠粉了？这帮老头子真是疯了，为了不让林夕被带走，他们竟然商量着要开战，甚至连抢地盘的借口都找好了。躲在门外的林夕听得一愣一愣的，原本只是想治个病套套近乎，谁能想到这帮老顽固居然直接要把事情闹到打仗的地步。底下的年轻官员们都吓坏了，一个个交头接耳，拼命劝长老们
要三思。可那几个带头的根本听不进去，看着屋里乱成一锅粥，林夕心里却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虽然这帮人的反应有点极端，但风向确实已经彻底变了。照这个架势发展下去，没准儿他真的不用再回那个让他担惊受怕的拉尼罗家族了。林夕在门外听得整个人都懵了，还没从要打仗的震惊中缓过神，结果因为靠门太用力，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失去了平衡。这下坏了，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只听见咣当一声巨响，大门被他直接给撞开了。原本吵得不可开交的议事厅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所有长老都停下了争论，齐刷刷地盯着这个突然从天而降的小丫头。这场面简直是大型社死现场。林夕站在屋子正中间，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他只能硬着头皮挤出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小声的跟这帮老头子打了个招呼。林夕这一跤摔得可真是时候，屋里的长老们全被吓了一跳，肯德里克更是皱着眉头，冷冰冰地问他到底来干什么。这下林夕的脑子开始飞速旋转，总不能说自己是在门口偷听吧？他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在身上胡乱摸索。突然他灵机一动，从怀里掏出一大袋饼干，大声说自己是怕大家开会饿了，特意跑过来送点心的。看着林夕手里那袋饼干，刚才还在商量要不要开战的长老们，这会儿全都当场石化了。谁能想到这决定家族命运的严肃会议，竟然被一袋小饼干给彻底搞哑火了。可就是这么一袋手工饼干，硬生生把刚才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给堵回去了。看着这帮老头子盯着自己，林夕心里直打鼓，完了，这招该不会没用吧？谁知道特里斯坦大长老突然开口，这些饼干难道是特意送给我们的吗？林夕赶紧顺坡下驴，说是啊，这就是给你们准备的。这下可好，这帮老头子当场就乐开了花，局面瞬间反转了。这帮老头子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种场面，一个个感动的稀里哗啦，直夸林夕简直就是小天使。林夕也没想到这波居然真的稳了，不仅拿捏了他们的胃，还彻底赢得了这帮人的信任。不过看着大家伙这么热情，他反而有点招架不住，这夸奖来的太猛，反倒让他有点不好意思了。就在林夕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肯德里克突然开口了，他语气虽然平静，但话里全是酸味，直接问那袋饼干是不是给他的。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刚才还感动得不行的长老们立马翻脸开始护食，非说这饼干是林夕特意拿来给他们补身体的。肯德里克根本不买账，觉得林夕明明是来看自己的，双方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肯让步。看着这帮平时威风凛凛的大人物，现在居然为了几块饼干吵成这样，林夕整个人都傻了。这突如其来的修罗场，到底该选哪一边啊？这绝对是林夕职业生涯里最难的一次抉择，一边是冷冰冰的肯德里克，一边是眼巴巴的长老们，这水到底该怎么端？眼看气氛越来越僵，林夕干脆心一横，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冲再说。他一溜烟跑向肯德里克，直接把饼干塞了过去。这一声肯德里克叫出口，胜负基本上就定局了。看来在林夕心里，还是自家这位公爵大人分量更重一点啊。肯德里克这句谢谢说的那是相当得意，毕竟在这场抢人大战里，他成了最后的赢家。可他哪知道林夕的小心思，他之所以选肯德里克，是怕再不表现的亲近点，两人的秘密交情就要穿帮了。看着长老们那一脸委屈样，肯德里克也有点纳闷，这帮老头以前不是最反对林夕吗？怎么现在一个个跟丢了孙女似的？看来这大型真香现场，连他这个公爵都觉得不可思议。既然这帮老家伙已经被林夕拿捏了，那今天的会议也就没必要继续了。他直接宣布散会，带着自家的宝贝团宠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就在会议要结束的时候，肯德里克突然抛出一个重磅炸弹，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自己会亲自前往神殿。林夕一下子就看明白了，肯德里克这是打算彻底摊牌，以后谁也别想再拿他当筹码，他绝对不会再妥协半步。这对林夕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这意味着他暂时安全了，再也不用回到那个阴森的拉尼罗家族。紧绷了这么久的神经，林夕终于能松一口气了，趴在肯德里克怀里，他只想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不过现在还不是能彻底高枕无忧的时候。林夕心里很清楚，这地方到处都是眼睛，看看台下那些长老，虽然有人在真心鼓掌，但也有不少人在私下议论，那样子显然是不太欢迎他。这种局面林夕早就料到了，毕竟想让所有人满意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但那又怎么样呢？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了，只要有身后的靠山在，他就有底气面对所有的恶意。既然肯德里克已经把话挑明了，长老们自然也知道该怎么做，他们当场表态，以后绝对会听从家主的安排。这场原本火药味十足的会议就这么顺水推舟的结束了。刚才还剑拔弩张的长老们临走前还不忘跟林夕客气几句。特里斯坦笑着说，小姐咱们以后再见，我以后一定会经常来看您的。林夕也很有礼貌，挥着小手跟他们告别。这画面看起来倒真像是一家人和气气的，虽然不知道这些话里到底有几分真心，但至少在这一刻，林夕在庄园里的地位算是彻底稳住了。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林夕突然发现肯德里克正盯着自己看，这眼神让他心里直发毛。肯德里克忍不住问林夕，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些出了名难搞的长老怎么会突然全都站在你这边？这确实太反常了。长老会那帮老顽固，平时连他的面子都不一定给，今天居然对一个小女孩这么客气。林夕只能在那儿装傻，连连摆手说自己什么都没做。其实他心里虚得很，总不能直接告诉对方是自己偷偷动用了能力吧。
虽然肯德里克没再追问，但这种事显然瞒不了多久。林夕知道以后在这些聪明人面前还得表现得更自然点才行。这一场硬仗总算是打完了，肯德里克长舒了一口气，他低头对怀里的林夕说：“今天辛苦了，咱们现在就回家。”他抱着林夕走在长廊上，语气虽然听着挺平静，但紧接着说出来的话却让林夕心里咯噔一下。肯德里克提醒他别高兴得太早，从明天开始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去准备。林夕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还要准备什么？难道这庄园里还有比刚才那帮长老更难对付的角色吗？看着远处宏伟的建筑，林夕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家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肯德里克说的准备这么快就开始了，女仆贝蒂看起来比谁都紧张，一直叮嘱林夕，要是觉得害怕，千万别硬撑。林夕倒是心态挺好，笑着安慰贝蒂别担心。其实他心里清楚，今天上午11点的这场见面可不是简单的试衣服。肯德里克专门请来了狼族最好的裁缝，说是要给他重新打扮一番，毕竟接下来要去神殿，这可是个大场面。肯德里克的意思很明确，既然林夕现在住在庄园，就必须穿得体体面面的。这身衣服不仅是门面，更是林夕在神殿撑场面的底气。门一推开，这位传说中的顶级裁缝终于露面了。赛琳娜这性格简直火热的不行，一进屋就对着林夕一顿夸。他自我介绍说，狼族那些名媛贵妇的衣服基本上全都是出自他手，只要林夕有喜欢的风格，他都能给做出来。林夕也被他的热情感染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旁边的贝蒂都看呆了，心想这裁缝性格也太开朗了吧。赛琳娜一边说着，一边招呼助手准备工具，打算先给林夕量量尺寸，毕竟要做出一身完美的礼服，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可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动作却突然停住了。赛琳娜盯着林夕仔细打量，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太寻常的地方。赛琳娜一看这气氛，立马把手下的男助手全打发走了，让他们去门外候着。屋里只剩下几个女孩子。其实肯德里克把裁缝请到家里，而不是让林夕去店里，全是因为林夕的一个小秘密。他对身材高大的狼族心里一直有点阴影。之前庄园里来了个高大的仆人，就把林夕给吓得够呛。他总觉得那些大个子狼族压迫感实在太强了。林夕心里也挺纠结，万一以后在外面突然撞见个高头大马的狼族，自己要是当场掉链子，那可就真的麻烦大了。虽然他也想努力克服一下，但目前看来，这种心理压力短时间内恐怕是消不掉了。赛琳娜本来还想建议去神殿这种地方，衣服是不是该做的低调点。贝蒂一脸严肃地说，这可是肯德里克的死命令，不仅不能低调，还得尽可能做的华丽，要多扎眼有多扎眼。赛琳娜听完直接愣住了，去神殿穿的这么招摇，这操作她也是头一回见。不过既然是家主发话了，那兴致可就完全变了。一听说能放开了手脚蛋，赛琳娜整个人瞬间燃了起来，拿着剪刀的手都在兴奋，直言要把林夕打扮成全场最漂亮的存在。看着赛琳娜这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林夕在旁边都看傻了，这哪是去做衣服啊，这简直是要去砸场子吧。屋里传来的这声尖叫直接打破了庄园的宁静，林夕显然是被吓得不轻，他一边躲闪一边大喊，等一下，这人怎么兴奋成这样啊。这阵仗直接把林夕给看懵了，连连摆手说现在这样就挺好。可惜根本没人听他的，各种颜色的漂亮裙子已经一件接一件的送了过来，紫色这套简直绝了，连见惯了大场面的裁缝都忍不住疯狂打分。虽然衣服漂亮，但这一轮轮试下来，林夕感觉会儿都要飞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裙子能不能做得好活动一点，毕竟穿着这身跑路实在太费劲。赛丽娜拍着胸脯保证，不仅要做得漂亮，还要在1周之内加急送达。折腾了大半天，贝蒂看林夕累得够呛，赶紧提议去喝点解乏的茶。看着贝蒂忙前忙后的样子，林夕总觉得他像一个人，像那个一直温柔照顾他的阿德尔。这种久违的踏实感让他暂时忘掉了所有的烦恼，只想安安静静的享受这顿点心。不过这种悠闲日子可没几天了，因为10天之后他就要动身前往神殿。肯德里克把计划交代得很清楚，10天后去神殿，林夕只需要当众说一句话，那就是他想嫁给阿森。只要这句话一出口，哪怕是家族利益的联姻，神殿也会优先尊重个人的选择。这招简直就是先斩后奏。可林夕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毕竟阿森平时那副毒舌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会乖乖配合的人。万一到时候自己表了态，阿森却当场拒绝，那这出戏可就真没法收场了。肯德里克倒是淡定，他保证绝对不会让阿森拒绝，还让林夕把心放回肚子里。林夕嘴上没说话，心里却在疯狂吐槽，说得倒轻巧，难道从今天起就要练习牵手了吗？肯德里克接着画大饼，说阿森是个聪明孩子，只要结了婚，林夕就是正儿八经的狼族成员了。为了让林夕彻底安心，他甚至承诺等这事儿一了，就要专门为他大办一场宴会。一听到有宴会，林夕的眼睛瞬间亮了，刚才那些纠结全被抛到了脑后。肯德里克突然提到，不仅要向大家介绍林夕，还要让阿森也正式露个脸。林夕听完愣住了，阿森可是家族的继承人，怎么到现在还没办过正式的亮相仪式？按照拉尼罗家族的规矩，孩子出生那年就该大摆宴会，把继承人介绍给所有的贵族和仆人。可阿森的情况太特殊了，9岁那年赶上打仗，他虽然名义上成了继承人，却连自己的宴会都没法参加。林夕这才反应过来，不是阿森不想去，而是那时候的他正被舒维尔暗中吸取生命力，根本就没命去参加什么宴会。林夕这才反应过来，原来父亲早就开始布局了，这次的宴会绝对不能出岔子。不过在那之前，得先去神殿把名分定下来，只要阿森点头，后面的事就好办了。
可林夕心里还是直打鼓，万一阿森到时候不配合，非说不想娶她，那这戏还怎么演下去？他正低着头琢磨怎么才能让阿森心甘情愿，结果一个没留神，直接撞上了一堵肉墙。林夕吓得赶紧道歉，说自己刚才走神没看路。林夕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深深蓝色的长袍只有神殿的大长老才有资格穿。伊森吓得赶紧冲过来，生怕自家小姐受了什么委屈，连声询问有没有哪里受伤。林夕虽然嘴上说着没事，可心里却直发毛，那个老头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瞪着他？他突然想起来了，这老头叫埃斯特，是9位大长老里唯一不买他账的人。之前林夕想方设法去拉拢他，结果这老头躲他跟躲瘟神一样，连话都不肯多说一句就跑了。看这架势，对方是真的打心底里讨厌他，这下神殿之行怕是要悬了。林夕正觉得心里憋屈，突然察觉到哪里不太对劲，一股阴森森的气息扑面而来。就在埃斯特的身后，竟然冒出了一团诡异的红色黑影，像是有什么脏东西要钻出来一样。林夕吓得当场叫出了声，这种不祥的感觉绝对不是错觉，这老头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眼看着那股红色的气息越聚越多，林夕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林夕盯着前方，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股暗红色的气息正围着林夕疯狂扩张，情况越来越不对劲了。这种不祥的预感恐怕马上就要变成现实，照这个速度下去，谁都跑不掉。林夕拼命想让伊森快逃，可话到嘴边，却发现自己根本发不出声音。那股红色的阴影已经追上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变数突然出现，谁也没想到，就在红影落下的那一刻，林夕身上爆发出了耀眼的强光。林夕整个人都看傻了，这到底是什么力量？原本纠缠不休的暗红气息，在碰到这道光的一瞬间，竟然彻底消失的无影无踪。看来刚才那股诡异的红光，只有林夕一个人能看见，身边的伊森完全没察觉到异样。林夕只能随便找个借口糊弄过去，毕竟现在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可还没等他松口气，埃斯特就冷着脸走了过来。哪怕伊森搬出家族名号，他也根本没把林夕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孩子不过是死对头的女儿罢了。还没等大家喘口气，那股邪门的气息竟然又烧起来了，而且比刚才还要凶猛。这影子像疯了一样到处乱窜，顺着地板直冲林夕他们而去。这下真的全完了，这股力量已经大到要把整栋房子都给吞了。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惨叫，林夕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声音听起来太耳熟了，既然那股邪门的气息已经消失，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他顾不上伊森的阻拦，挣扎着跳下地就往回跑。伊森在后面怎么喊都拦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冲了出去。而旁边的埃斯特只是沉默地看着这一切，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再晚就真的来不及了。林夕拼了命地往回赶，等他跑到门口的时候，屋里屋外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女仆们急得团团转，都在担心阿森的情况，可谁也不敢确定现在的林夕还有没有力气救人。女仆伸手拦住了他，说现在里面太危险，不能进。林夕根本听不进去，阿森现在命悬一线，只有他才能把人救回来。女仆死死拦在门口，说林夕现在的身体还没恢复好，绝对不能再乱动用魔力了。可现在谁的话林夕都听不进去，他一把推开挡路的人，直接撞开了房门。屋里的景象让他彻底僵住了，阿森身上全是诡异的红纹，整个人疼得几乎要失去意识。林夕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他，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一定要把阿森救回来。本来打算像往常一样把魔力引导进阿森的身体，可就在出手的这一刻，林夕彻底懵了，魔力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明明昨天还好好的，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他不停地安慰自己，一定是刚才跑得太急，只要冷静下来就一定没问题。可越是这么想，心里就越没底。如果连这最后的手段都失效了，阿森该怎么办？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林夕发了疯一样催动体内的魔力，可不管他怎么尝试，那股力量就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根本进不到阿森的身体里。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就在林夕快要崩溃的时候，阿森虚弱地拉住了他的手，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说：“林夕，我真的撑不下去了，这下最后的一丝希望，难道也要彻底熄灭了吗？”林夕拼命呼喊着阿森的名字，可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甚至看起来比刚才还要虚弱。这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本以为只要自己赶过来，就一定能把人救回来，可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竟然这么没用。就在这时，林夕发现身体也出了问题，因为刚才透支的太厉害，魔力竟然开始不受控制的外泄，这下不仅救不了人，连他自己也要撑不住了。就在这时，大门被猛地撞开，肯德里克带着医生冲了进来。他整个人都要炸毛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责备。明明警告过不许乱用能力，万一连他也出事了该怎么办？林夕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发现情况完全不对劲，明明已经耗尽了所有魔力，为什么自己没有变回原样？他下意识往后一摸，背上竟然长出一对白色的羽翼，这下全对上号了。原来身体只有局部变异，就是传说中的半吊子兽人。肯德里克看他状态不对，想赶紧把他打发回房间休息，剩下的交给医生处理就行。但他显然低估了这姑娘的脾气，林夕根本没打算离开。他低声说：“我想留在这里，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把人救活。现在让他袖手旁观，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毕竟阿森可是他来到这里以后交到的头一个朋友。”就在这一刻，奇迹真的发生了，原本被堵死的魔力竟然像决堤一样重新流动起来，这股光芒越来越亮。林夕知道，这下阿森终于有救了。
肯德里克急得大喊一声，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看呆了。灵犀背后的羽翼完全展开，治愈的光芒瞬间填满了整个房间。这下真的神了！原本一直昏迷不醒的阿森，竟然在这股力量下慢慢睁开了眼睛。灵犀赶紧凑过去问阿森：“你感觉怎么样？”阿森迷迷糊糊地看着他，下意识喊出了他的名字。看来这一番折腾总算没白费。肯德里克把灵犀抱回房间，想让他先下来休息，可这小姑娘死死搂着他的脖子，怎么都不肯撒手。肯德里克叹了口气说：“阿森能醒，确实多亏了你，但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万一你自己出事了怎么办？”一听这话，灵犀心里那点委屈全倒出来了。他觉得大家都在说危险，可阿森生病了，自己来这里不就是为了救他吗？他越说越激动，最后直接哭出了声。看着眼前这个倔强又委屈的小姑娘，肯德里克这下彻底没辙了。肯德里克看着委屈的灵犀，语气终于软了下来。他说自己确实心疼儿子，但绝不想牺牲灵犀去换阿森的命。他一脸认真的道歉，说灵犀对他来说同样珍贵，既然当初承诺过要保护他，就一定会说到做到。可谁能想到他接着语出惊人，说为了保护灵犀，哪怕跟人开战也在所不惜。这话一出，灵犀吓得连哭都忘了，他心里疯狂吐槽，怎么这狼族的人做个决定，动不动就要上升到打仗啊？看着肯德里克那副认真的样子，灵犀这下不光是不敢哭了，简直是压力山大。肯德里克突然提醒灵犀，说他的翅膀还在外面露着呢。这下灵犀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从小就被教导，这种半吊子的变身最丢人最难看。可肯德里克却一脸认真的说，这哪里难看了，明明就很漂亮。这下轮到灵犀傻眼了，他头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夸自己。肯德里克听完他的顾虑，气得直骂那些教他的人全是蠢货。灵犀还在为自己的翅膀感到自卑，觉得半兽化的样子很丢人。肯德里克一听就火了，这都谁教的歪理？他冷哼一声，这群鸟类兽人真是无可救药。看好了，这种事我只演示一次。谁能想到平时冷冰冰的大公爵竟然主动露出了狼耳朵，这反差也太大了。灵犀整个人都看呆了，原来这种样子真的不可怕，反而还有点可爱。肯德里克低声安慰，看吧，这一点都不奇怪。贝蒂也跟着凑热闹，说在咱们这儿半兽化根本没人觉得奇怪。灵犀这下彻底绷不住了，心里全是尖叫，这耳朵和尾巴也太可爱了吧。肯德里克看他半天没动静，还以为他被吓到了，赶紧又补了一句，在埃克哈特领地，这既不丢人也不丑陋，你完全不用担心。灵犀伸手抱住那条大尾巴，小声回答说，一点都不奇怪。看着小姑娘终于放开了，肯德里克总算松了口气。灵犀突然想起一件极其可疑的事，关于那个深红色的光芒，他觉得必须立刻告诉肯德里克。可就在他刚准备开口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股恐怖的力量瞬间锁住了他。这种感觉就像喉咙被死死掐住，只要他想提起那个秘密，身体就会彻底失控。肯德里克和贝蒂都吓坏了，谁也没想到刚才还好好的小姑娘怎么突然就倒下了。灵犀终于意识到，这是有人在他身上下了禁制，只要敢泄密，命就保不住了。为了活下去，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妥协。我不说了，我什么都不说了。好不容易缓过劲来，灵犀这才勉强稳住呼吸。肯德里克以为他只是太累了，叮嘱他先好好休息。随着房门关上，屋里只剩下灵犀一个人。他再次尝试开口，可那种窒息感瞬间又回来了。不管是多少次都一样，只要想提起那个秘密，喉咙就像被铁链锁死，一个字都吐不出来。这种强制性的禁言，简直比直接杀了他还难受。到底是谁在他身上种下了这种鬼东西？看着窗外的夜色，灵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这个秘密难道真的要烂在肚子里吗？赫恩医生检查完阿森的情况，轻声叮嘱旁边的侍女，小少爷已经睡熟了，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静养。赫恩提着药箱走出房间，走廊里安静的只能听到脚步声，可还没走几步，一个低沉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肯德里克不知道在那等了多久，开口第一句就直奔主题，问阿森现在的身体到底怎么样。面对这位威严的家主，赫恩停下了脚步。赫恩医生的汇报让所有人大吃一惊，阿森身上的诅咒斑点竟然消失了，这种好转速度，他当了这么多年医生还是头一回见。更不可思议的是，哪怕灵犀现在没有施法，那种治愈力量依然在持续起效，这说明小姑娘的能力简直就是远古诅咒的克星。肯德里克立刻察觉到了危险，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人的问题，还牵扯到领地达马尔的归属，谁能解决诅咒，谁就能成为那片土地的主人。如果让拉尼罗家族知道灵犀拥有这种逆天的力量，那群贪婪的家伙绝对会不择手段，把他当成争权夺利的工具。想到这里，肯德里克的眼神变得异常冷峻，这个秘密一旦泄露，整个局势都要变天了。肯德里克当场下达了死命令，关于灵犀能力的秘密必须彻底封锁，绝不能让消息传到拉尼罗家族耳中。他太了解那群人了，为了强化后代的能力，拉尼罗家族培养了无数继承人，简直就是一群疯子。可有一件事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对方知道灵犀能解开诅咒，完全可以靠这股力量称霸一方，根本没必要把他送来联姻，把最强的直系血脉送给竞争对手，这种做法完全不合逻辑，除非他们还有更可怕的阴谋。肯德里克示意赫恩医生先退下，肯德里克下达了新的指令，让人立刻去取回达马尔的土壤，那是一片被诅咒笼罩的土地。虽然上次调查一无所获，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阿森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转机，这说明破解诅咒的线索就在附近。灵犀突然问贝蒂，这世上有没有一种力量能让人没办法开口说话？贝蒂听完直接愣住了，他说，
这根本不可能，从来没听说哪个家族有这种本事。林夕这下彻底没底了，既然这种力量不存在，那之前发生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见了那个埃斯特，脖子上就多了一个奇怪的印记，而且这东西越看越眼熟，这不就跟阿森身上的红斑一模一样吗？看来阿森突然病倒，绝对跟那股诡异的气息脱不了干系。林夕刚想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却发现喉咙像被锁死了一样，别说话了，就连想写下来都动不了笔。这下全对上了，根本不是什么巧合，他这是被人下了咒了。林夕想起前世听过的一个传闻，很久以前，这世上存在一种极其危险的咒语，它跟普通的能力完全不同，能硬生生锁死一个人的所有行动。虽然那个古老的族群早就内斗灭绝了，这种禁术也随之消失在历史里，但林夕总觉得这些危险的记录一定还藏在某些书里，他必须在这些旧书堆里把那个消失的真相给挖出来。翻遍了整个图书馆，竟然连一本关于咒语的书都没有。林夕这下犯了难，难道线索真的断了吗？贝蒂还以为他想看故事书，非要给他讲什么童话。林夕心里一阵无语，他一个重生回来的老灵魂，哪有心思听这些小儿科？不过这倒是给了他一个灵感，他故意把贝蒂支开去拿果汁，看着贝蒂走远的背影，林夕知道真正的机会终于来了。林夕在书架前翻了个底朝天，可那些关于咒语的禁书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连个影子都摸不着。谁能想到正查得起劲呢，特里斯坦大人竟然突然出现在身后，这下真是撞个正着。好在对方并没发现他在干什么，反而盯着他背后的翅膀，夸他这身新衣服漂亮。林夕赶紧顺着话茬敷衍了过去。不过这位大忙人特意跑来图书馆，可不是为了夸他可爱的。他接下来的话让气氛瞬间变得严肃了起来。特里斯坦大人这一开口，差点没把林夕给吓跳起来。他居然开玩笑说下次见面的改口叫他少夫人了，这辈分跳得也太快了吧。虽然婚约的事还没最后定死，但特里斯坦显然话里有话，他安慰林夕不用担心神殿那边，只要他自己点头，剩下的麻烦家主都会去摆平。可林夕心里还是直打鼓，毕竟拉尼罗家族可不是好惹的。就在气氛稍微缓和的时候，特里斯坦突然压低了声音。特里斯坦大人接下来的话差点没让林夕当场石化，他居然一脸神秘的建议，要是情况不对，就直接去亲吻阿森少爷。这哪是什么秘密武器，这简直是把林夕往火坑里推。他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画面，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偏偏老人家还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好在特里斯坦最后补了一句，这招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用。就在林夕快要崩溃的时候，贝蒂端着果汁推门而入，这杯果汁简直是救命稻草。林夕二话不说，拔腿就往门外溜去。林夕现在只想赶紧逃离现场，连贝蒂端来的饮料都顾不上喝，一溜烟就冲出了大门，仿佛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在追他。可特里斯坦显然没打算放过他，还在后面慢悠悠地喊着下次会送来正儿八经的请帖，甚至还补了一句期待下次见面能改口叫他夫人。林夕一个人站在走廊里，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个荒唐的建议，难道真的要和阿森少爷发生那种让人难为情的事吗？为了这次神殿之行，林夕可是下足了功夫，在贝蒂的精心打扮下，简直像个精致的小公主。另一边的阿森就没那么消停了，他正对着领结发脾气，觉得这玩意儿实在太麻烦，但在管家眼里，这可是贵族的体面。林夕一眼就看到了走来的阿森，赶紧跑过去一顿夸刚才还在闹脾气的阿森，这下瞬间没脾气了。看来只要林夕开口，再难搞的小少爷也能被治得服服帖帖。既然两个人都准备好了，那就正式出发吧。管家在身后送上祝福，希望这趟旅程一切顺利。华丽的马车缓缓驶出，载着两人奔向目的地。这可是林夕第一次去往传说中的神殿。刚下马车，林夕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巨大的圣兽雕像巍然屹立，周围开满了罕见的名贵花卉，这里的一切都透着一种神圣的气息。终于到了这一天，只要在神殿拿到联姻许可，一切就尘埃落定了。肯德里克还有正事要办，临走前特意叮嘱两个孩子，让他们先在附近玩会儿，还专门派了骑士艾登贴身保护。面对林夕的时候，肯德里克温柔的不像话，临别前还不忘来个摸头杀，这画面简直太暖了。旁边的阿森看在眼里，也凑过去想要个同款待遇，结果肯德里克只是随手一顿乱揉，像是在搓一个皮球。这下可好，林夕正心疼自己弄乱的发型，阿森更是直接被揉成了鸡窝头，这区别对待也太明显了。看着阿森被揉乱的头发，林夕有点过意不去，赶紧伸手帮他整理。虽然手法生疏，但这份心意还是挺暖的。阿森嘴上说着没关系，心里却一直藏着个秘密。他突然转过头，提起了那天深夜林夕和父亲在书房里的谈话。他盯着林夕问，如果这次神殿之行不顺利，你是不是就要回拉尼罗了？林夕沉默了一下，还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毕竟有些事情他也没法自己做主。听到这个答案，阿森猛地扭过头去，原本平静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压抑起来。阿森越想越委屈，低着头小声哽咽着说，要是林夕真的走了，他以后可怎么办？林夕这吓慌了神，赶紧解释说自己哪也不去，来神殿就是为了留下来。看着阿森掉眼泪的样子，他心想这孩子果然还是太小了。为了哄阿森开心，林夕突然冒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他问阿森，咱们能不能亲一下？这话一出，阿森整个人直接炸毛了，他一边往后退一边大喊，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林夕一脸无辜的解释，说是听大长老提过，只要亲了，以后就肯定能结婚。阿森听完彻底崩溃了，这都哪根啊呀？大长老
这教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旁边的骑士艾登听得直擦汗，2个7岁的小屁孩居然在这儿一本正经的讨论亲亲，这画面简直没眼看。林夕却觉得这事儿大过天，阿森还特意确认了一下，到底要亲多久才算数。林夕想了想说，大概1秒钟就够了吧。阿森倒是挺干脆，1秒钟他还是能接受的。2人商量的有模有样，觉得只要亲了这1秒，再加上之前练好的求婚词，这婚事就算稳了。艾登在旁边听得怀疑人生，林夕还反过来安慰阿森，让他别担心，只要咱们把这一步做了，剩下的麻烦事肯德里克大人自然会搞定。就在孩子们天真筹划的时候，神殿内部的气氛却降到了冰点。肯德里克已经推开了那扇门，正对着阴险的亚瑟冷冷地打了个招呼。亚瑟一见面就没好气，直言真不想再看见肯德里克这张脸。肯德里克冷笑着回怼，明明是你自己求着要在神殿见面的。大长老敲了敲桌子，示意安静。这场关于2大家族的纠纷调解正式拉开了序幕。亚瑟作为发起方，第一个站出来说明情况。他一开口就语出惊人，指控肯德里克是个绑架犯，说他为了得到拉尼罗家族的血脉，竟然想出了一个卑鄙的阴谋。在亚瑟嘴里，肯德里克就像一只贪婪的恶狼，假借商量联姻的名义登门拜访，却趁着大家不注意，偷偷拐走了年幼的林夕。亚瑟越说越激动，咬定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犯罪，要求肯德里克立刻把人交出来。就在他演得正起劲的时候，肯德里克终于听不下去了。肯德里克不慌不忙地反击，说联姻是2家早就谈好的，他不过是提前把孩子接过来住几天，这能算哪门子绑架？他接着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说林夕根本不是被抢走的，而是自己主动要跟过来的，甚至还亲口说非阿森不嫁。亚瑟听完差点没气了，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自家孩子怎么可能看上狼族的继承人？他指着肯德里克大骂撒谎，肯德里克却一脸淡定，甚至表示可以当场对着神殿发誓。亚瑟这下彻底急了，改口说联姻他认，但绝对不能是林夕。肯德里克等的就是这句话，他故意试探亚瑟，问他是不是想用领的河流做交换，来取消这次联姻。亚瑟一听要割地，立马就怂了，赶紧改口说联姻没问题，只要把林夕换成别的孩子就行。他甚至当众承认自己是支持联姻本身的。看到亚瑟亲口承认，肯德里克嘴角微微上扬，这下证据确凿，亚瑟已经彻底掉进坑里了。亚瑟这下反应过来了，刚想开口反悔，肯德里克却根本不给他机会，笑着提议说，既然大家意见不一，不如听听当事人的想法。亚瑟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神殿的大门就被人推开了，他整个人愣在原地，完全没料到对方还有后手。就在众人的注视下，林夕和阿森手牵着手，大大方方地走进了大厅，那样子别提多亲密了。亚瑟看着眼前的林夕，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这2个孩子居然会在这时候出现，谁能想到这场面比预想的还要大。林夕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心里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就在这时，一个严厉的声音突然炸响，亚瑟竟然当众叫住了他。林夕整个人都僵住了，这个男人看他的眼神和前世折磨他时一模一样，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冷漠让他瞬间意识到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阿森察觉到了林夕的异样，低声询问他能不能撑住。林夕强打起精神，不断提醒自己这里是神殿，那个男人绝不敢在这里乱来。在贵族圈子里，请神殿出面仲裁可是大事，这意味着谁要是敢不服从，就会被彻底踢出贵族联盟。林夕很快就想通了，亚瑟之所以敢闹到这一步，是想反咬一口，诬陷对方绑架了自己，只要这个罪名成立，他就能名正言顺的把人带走，甚至不用走任何法律程序。就在气氛降到冰点时，肯德里克冷冷的开口了，既然人都到齐了，这场博弈也该正式开始了。肯德里克当众把话挑明了，一边说是绑架，一边说是自愿，既然两边各执一词，那就要看神殿的态度了。神殿的规矩很简单，婚姻这种事，当事人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他顺势把话语权交到了林夕手上，林夕立刻反应过来，这其实是在给他撑腰，只要他现在开口，就没人能强行带走他。他深吸一口气，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宣布，我绝对不会回绝。他不仅要留下，还要直接嫁给阿森。亚瑟当场就气疯了，指着林夕破口大骂，说他才7岁，肯定是受了惊吓在胡言乱语。肯德里克冷笑一声，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当众拆穿了对方的谎言，说林夕比谁都聪明。眼看场面要失控，教皇赶紧摇铃维持秩序。就在这时，肯德里克拿出了杀手锏，那是林夕第一次见面时亲手写下的求救信，连纸张都是拉尼罗领地特产。这下证据确凿，林夕自己都没想到，这张纸条竟然被他留到了现在。这回绑架的罪名是彻底扣不到埃克哈特家头上了。教皇先是给了林夕一番祝福，接着宣布了初步的仲裁结果。既然林夕是自愿离开的，那绑架的罪名自然就不成立了。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教皇的话锋突然一转，他说林夕毕竟才7岁，这个年纪必须待在监护人身边。亚瑟听到这儿，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他觉得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最后人还是得乖乖跟他回去。眼看就要被送回火坑，林夕突然大喊一声停下，他知道如果现在不反抗，这辈子就彻底完了。他决定使出最后的秘密武器，当着所有人的面重新介绍了一遍自己。他一字一句的控诉自己在拉尼罗家一直遭受虐待，所以死也不可能回去。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表白，说自己深爱着阿森，这辈子非他不嫁。趁着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他悄悄问了阿森一句：“准备好了吗？”还没等阿森回过神，他直接捧起对方的脸亲了上去。这一吻不仅把阿森给亲懵了，连远处的教皇都看傻了眼。这哪像是被绑架的样子？这一招先斩后奏，直接把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亚瑟在旁边彻底崩溃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林夕这波大胆的操作，直接把亚瑟给整不会了。肯德里克还在旁边趁机煽风点火，说既然两个孩子这么要好，干脆就成全他们算了。教皇听完也觉得有道理，直接挥挥手让林夕先下去休息。亚瑟还想冲上去抓人，却被肯德里克死死挡住。肯德里克再次强调，林夕在那个家里受尽了委屈，现在谁也别想把他带走。随后他赶紧让人把孩子们带离现场。被带到门外的林夕还有点懵，他小声问阿森：“刚才自己表现得怎么样？”阿森点点头，这下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阿森这会儿才反应过来，在那儿小声嘀咕说：“怎么压根没人问过他到底想不想结婚？”林夕听了，只能尴尬地安慰他说：“刚才场面实在太乱了，大家可能都忙晕了头，没顾上他的感受。”正说着呢，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准确地叫出了林夕的名字。两人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林夕觉得这声音耳熟得很，回头一看，居然是盖尔，正笑眯眯地挡在了他们面前。盖尔这个名字对林夕来说简直就是上辈子的噩梦。作为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以前为了争夺继承权，可没少背地里下狠手。明明女人根本没法继承家业，可他还是因为嫉妒林夕的力量，非要把她踩在脚底下才甘心。本以为这辈子能躲远点，结果一抬头，这家伙居然又阴魂不散的出现了。林夕心里咯噔一下，按理说盖尔现在应该在学院，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神殿？还没等他想明白，盖尔就一脸坏笑的凑了过来，嘲讽他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跟一条野狗混在一起。阿森气得想带林夕赶紧走，可盖尔根本不打算放人，他一把拽住林夕的手腕，直接把人往怀里扯。他居然当众演起了戏，口口声声说是来救被绑架的妹妹。林夕拼命挣扎，大声解释自己根本没被绑架，可盖尔压根不听，反而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他一边嘲讽林夕没教养，一边粗鲁地揪住他的头发，那眼神阴森的让人发毛。林夕心里很清楚，这家伙平时巴不得自己消失，现在却非要带他走，绝对没安好心。就在盖尔准备下狠手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伸出来，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关键时刻，阿森猛地冲上来，甩开盖尔的手，死死把林夕护在身后。盖尔非但不怕，反而一脸轻蔑地嘲讽阿森，说他不过是个还没觉醒的半吊子，根本没资格在这逞英雄。接着他把目光转向林夕，盯着他背后的翅膀，恶毒地说：“这种残次品看着就恶心，让他赶紧收起来，别丢人现眼。”林夕一下子愣住了，明明大家都夸他的翅膀漂亮，可被盖尔这么一羞辱，他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看着林夕受委屈，阿森彻底被激怒了。林夕心里乱成一团，盖尔毕竟人高马大，他真怕阿森为了保护自己，最后被打得遍体鳞伤。就在双方要动手的时候，艾登突然现身，直接挡在盖尔面前，强硬的让他离远点。盖尔冷笑一声，根本没在怕，他指着阿森嘲讽道：“与其操心林夕，不如去管管那个脆弱的小狼崽。”他坚持要把林夕带回拉尼罗家。阿森气得大声反驳，说林夕绝对不会再回去受苦。艾登一步也不肯退让。盖尔虽然一脸不爽，但眼下的局面已经不是他能随便掌控的了。盖尔眼看讨不到便宜，只能丢下一句狠话，灰溜溜的转身离开。阿森赶紧上前查看，生怕林夕受了一丁点伤。林夕摆摆手表示没事，就是可惜了这身漂亮的裙子。他随口吐槽了一句，说盖尔跟前世一样没用。结果阿森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吓得林夕赶紧打马虎眼糊弄过去。为了转移注意力，林夕笑着提议去喷泉那边休息，可阿森却站在原地没动，他脑子里全是盖尔刚才的羞辱，那句没觉醒的小狗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阿森死死攥紧拳头，有些账他迟早要算清楚。林夕觉得身体好多了，虽然还是有点虚弱，但他不想再想那些烦心事，只想拉着阿森去远处散散心。阿森虽然嘴上答应着，可心里显然还装着刚才的羞辱，两人各怀心思的走远了。与此同时，神殿的气氛却压抑到了极点，肯德里克和亚瑟分列两旁，谁也不肯退让半步。神职人员缓缓走上台，严肃地宣布，神殿要正式介入这场纠纷了。神殿的最终裁决终于下来了，既然林夕是自愿留下，那这事就绝对不算绑架。亚瑟当场就懵了，肯德里克倒是笑得挺灿烂。神殿不仅不追究，还正式承认了林夕和阿森的婚约。这下亚瑟彻底炸毛了，他拍着桌子大喊不服，非说自家孩子是被狼族拐走的。亚瑟刚想发作，突然感觉到一股让他动弹不得的寒意，这是杀气，而且就近在咫尺。肯德里克直接点名，问他是不是忘了违抗神殿会有什么后果？这可不是开玩笑，一旦被踢出联盟，整个家族就彻底完了。肯德里克冷冷地盯着他，只说了几个字：老实守规矩。大祭司终于看不下去了，警告肯德里克把杀气收一收，再闹下去就要被当场赶出神殿。亚瑟虽然一脸不甘心，但也只能咬牙忍了，毕竟神殿已经拍板，下次见面就要正式办婚事。肯德里克礼貌地道了谢，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事儿透着古怪，明明已经给了汉普顿合作补偿，拉尼罗却还是死盯着林夕不放，这背后肯定还有别的算计。他没再多废话，转身直接离开。肯德里克前脚刚走，亚瑟就彻底憋不住了，他死死攥着拳头，非要找大祭司单独聊聊。一进屋他就开始撒泼，觉得神殿这次的裁决简直是在打拉尼罗家族的脸。他气急败坏地质问大祭司，明明之前答应的好好的，说这次纠纷肯定能搞定，结果怎么变成了这样？
大祭司这会儿也挺委屈，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当初是你信誓旦旦保证灵犀肯定是被绑架的。大祭司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说有人指证灵犀在拉尼罗家受了罪，这种情况下，神殿绝不可能把孩子送回去。亚瑟急得直跳脚，拼命狡辩说是孩子太小不懂事，可大祭司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事儿已经没法收场了。原本神殿是打算拉偏架的，想借着亚瑟的手压一压肯德里克家族的势头，毕竟那群狼最近实在太狂了。可谁能想到，这群狼的力量竟然这么恐怖，神殿这次不仅没捞到好处，反而踢到了铁板上。以前肯德里克家族还算好说话，可自从他当上家主，整个家族的行事风格全变了，变得越来越强势，甚至开始疯狂扩张势力。谁能想到，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竟然全是因为那个叫阿森的孩子。大祭司这会儿也纳闷，既然亚瑟已经同意了婚约，干脆把灵犀送过去不就结了，何必闹成现在这样？亚瑟听了这话，心里却在打着阴暗的算盘。其实他原本打算送去联姻的，根本就不是灵犀，而是那个叫舒维尔的女孩。因为舒维尔身上藏着一个恐怖的秘密，她的能力竟然是吸取别人的生命，这根本不是什么天赋，而是一种被诅咒的变异。把她送过去，就是为了彻底毁掉肯德里克家族。大祭司看亚瑟快气疯了，赶紧出来画大饼，劝他先忍一忍，把这口气咽下去，等以后时机成熟了，神殿肯定会帮他把人抢回来。亚瑟半信半疑地问：“你确定到时候会帮我？”大祭司满口答应，说：“那当然，神殿永远站你这边。”亚瑟虽然心里还是不爽，但也知道现在硬碰硬没好处。他盯着远方，已经在盘算怎么把灵犀再弄回来了。肯德里克终于接到了2个孩子，灵犀像见到了救星一样，一头扎进他怀里。可肯德里克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原本应该在远处盯着的骑士，怎么突然离得这么近？这中间肯定出事了。他低声问旁边的守卫：“到底怎么回事？”守卫凑到他耳边悄悄说：“拉尼罗家的接班人盖尔刚才来了，指名道姓要带走灵犀小姐。”盖尔。肯德里克顺着守卫的目光看过去，果然发现喷泉上停着一只鹰，看来这家伙已经盯上他们很久了。肯德里克心里咯噔一下，那只老鹰一直死死盯着这边，恐怕已经发现灵犀长出翅膀了。灵犀现在年纪还小，根本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在盖尔那种体型的猛禽面前，他就像只毫无还手之力的小鸟，只要对方想动手，他根本跑不掉。肯德里克把灵犀护在身后，他知道现在绝不能露出一丝破绽。他低声问灵犀：“听说刚才拉尼罗家的人来过了？”灵犀低着头想撒个小谎，小声说：“没发生什么事。”结果旁边的阿森一下子炸毛了，大声嚷嚷着告状，说那只坏老鹰刚才推了灵犀，还想强行把他带走。灵犀吓得赶紧让阿森闭嘴，可肯德里克的眼神已经彻底冷了下来。肯德里克看褶气鼓鼓的阿森，轻声问他：“是不是因为那个人想带走灵犀，你才这么生气？”阿森认真地点了点头，说：“灵犀是他的朋友，谁也别想把他抢走。”肯德里克心里有些惊讶，没想到阿森竟然会说出朋友这个词。他摸了摸阿森的头，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既然这样，你就要变得更强，强到没人能从你身边带走他，赶紧变强吧，阿森。”阿森愣在原地，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这一刻，保护灵犀的念头已经在阿森心里彻底扎了根。肯德里克准备带大家回府邸，可灵犀却突然停住了。他有些不敢相信地问：“自己是不是也要跟着一起去？”肯德里克笑了笑，语气非常肯定，说：“当然要一起回去。”灵犀还是有点不敢确认，他瞪大眼睛又问了一遍：“是不是真的不用回拉尼罗家了？”得到肯德里克肯定的答复后，灵犀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道谢。这一刻，他终于从那个噩梦般的地方彻底解脱了。肯德里克轻声说：“咱们回埃克哈特吧。”马车缓缓驶向新生活的终点。阿森看着身边的灵犀，忍不住开始逗他。他说：“你刚才哭得那么凶，现在感觉好点没？”灵犀小声嘟囔着：“谁让不用回那个鬼地方了？”这一高兴就根本停不下来。阿森转头看向肯德里克，提议带灵犀去村子里转转，好让他彻底换个心情。肯德里克笑着答应了，但规定只能玩一小会儿。2个小家伙这下乐坏了，可谁也没想到，这次村子之行竟然还有意外的惊喜在等着他们。原来阿森早就计划好了，他特意用掉父亲给的一个承诺，就为了带灵犀去村里散散心。肯德里克也是个行动派，直接敲敲窗户，吩咐车夫：“咱们现在就改道出发。”阿森兴奋地凑过去问：“你是不是也特别期待？”灵犀这小姑娘还挺傲娇，明明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嘴上却硬说自己一点都不稀罕。不过这都不重要了，随着马车稳稳停下，真正的惊喜就在这扇车门后面。刚一下车，阿森就兴奋地停不下来。肯德里克笑着问这2个小家伙：“今天想去哪儿玩个痛快？”阿森想都没想，就喊着要去甜品店，说附近有一家特别出名，还不忘回头征求灵犀的意见。灵犀却停下了脚步，他小声提醒说：“这里可是狼人村庄，自己背后的翅膀实在太扎眼了，能不能先找个东西遮一下？”肯德里克这才反应过来，确实是自己考虑不周，他当场拍板：“咱们先去服装店大变身，然后再去横扫甜品店。”肯德里克带着2个孩子刚进店，老板娘克莱尔就赶紧迎了上来。能接待这位大贵族，对他来说可是莫大的荣幸。肯德里克开门见山说要给灵犀挑一件斗篷，而且特意强调一定要选那种款式宽松的。克莱尔也是个聪明人，立马搬出一整排最时髦的货色，让灵犀随便挑。灵犀哪见过这么多漂亮的衣服，兴奋地问：“这难道就是最流行的款式吗？”阿森在一旁倒是挺淡定，还故意逗他说：“这就算漂亮了。”灵犀头也不回地喊着：“那当然了。”
林夕拿着斗篷问阿森怎么样，阿森这回倒是没开玩笑，盯着看了半天，认真的说这套衣服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既然审美专家都点头了，林夕立马拍板，就选这一件。老板娘克莱尔干活也利索，接过衣服就带林夕去后面调整。没一会儿，帘子唰的一声拉开了，林夕穿着新斗篷转了个圈，整个人看起来既精神又可爱，连一直坐在那儿的肯德里克都忍不住点头夸赞。这下装备总算凑齐了，接下来的甜品店之旅终于可以出发了。林夕对这件新斗篷简直爱不释手，不仅能遮住翅膀，连帽子都能把脸挡得严严实实。他在心里直夸阿森的眼光真毒辣。可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肯德里克看了看表，突然说买完甜品就要马上回去，因为临时出了点急事。两个小家伙一下子就蔫了。阿森更是不依不饶地追问，下次到底是什么时候？还得拉钩，保证必须3个人一起出来。肯德里克笑着摸了摸他们的头，答应下次一定补上。阿森趁机提出，那今天得买双份的甜品才行。看着肯德里克点头答应，林夕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虽然行程缩短了，但只要有这个承诺，心里就踏实多了。肯德里克一进甜品店，直接开启了扫货模式，看着柜台里的点心，随口就是每样先来12个。等他们从店里出来的时候，3个人手里已经塞得满满当当，地上还堆着一大叠礼盒，这购买力简直惊人。林夕抱着沉甸甸的蛋糕盒，心想这么多东西，一辆马车恐怕根本塞不下，正打算问问要不要再叫一辆车，结果阿森在一旁嘿嘿一笑，说根本用不着那么麻烦，让父亲直接动用能力就能把这些玩意儿全弄回去。林夕听得一头雾水，什么能力？肯德里克笑着承认了，他的影子可不只是摆设，还能像个无底洞一样，把所有的礼盒全都吞进去带走。林夕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这招也太方便了吧，简直就是随身带了个超大仓库。狼人族的能力果然名不虚传。既然东西都收拾妥当了，肯德里克招呼大家赶紧上车，毕竟家里还有急事等着处理。阿德尔恭敬地跟在后面，一行人正准备打道回府，林夕却在他上马车的一瞬间，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眼似乎让他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林夕还没来得及上车，就发现路边的马有点不对劲，这些畜生看起来异常焦躁，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马匹突然彻底失控，守卫拼命拽住缰绳，却根本压不住这股风劲。眼看着受惊的骏马直冲冲地朝着一个女孩撞过去，守卫急得大声嘶吼，让前面的女孩赶紧躲开。可一切都太快了，失控的马匹高高跃起，巨大的阴影瞬间将女孩笼罩。林夕在旁边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眼看局面就要失控，这孩子根本躲不开。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声音突然响起，直接叫停了这场灾难。就在马蹄落下的那一刻，一团漆黑的影子突然炸开，肯德里克大人竟然直接出手了，这股力量硬生生挡住了风马，女孩总算是捡回一条命。可马背上的艾登就惨了，他整个人被甩飞出去，重重地砸在石砖地上，看这架势腿肯定是断了。林夕急得想冲过去救人，毕竟他的能力正好能派上用场。可还没等他迈开腿，肯德里克却一把拦住了他，语气冷得让人发毛。他说别过去。林夕还没反应过来，肯德里克就指了指周围，刚才那场骚乱已经把全镇的人都引过来了，人多眼杂，确实不好动手。可林夕却察觉到了不对劲，随着人群聚集，狼族的气味竟然越来越浓，这下事情彻底大条了。肯德里克赶紧下令封锁现场，绝对不能让普通人靠近。侍卫快步走到重伤的艾登身边，承诺马上送他回去治疗。可就在这一刻，艾登身上突然冒出诡异的黑气，谁都没想到肯德里克大人的能力这么强，竟然能直接把活人传送走。林夕这才稍微松了口气。可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肯德里克就转过身，眼神冰冷地盯着地上的女孩，问她刚才到底在想什么。这语气听着就不对劲，他直接把话挑明了，女孩接下来的回答将决定她自己的命。林夕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肯德里克显然是动了真格，他认定是这孩子害了骑士，这件事绝对没法善终了。女孩孤零零地坐在地上，面对这位大人物的怒火，她根本没有任何退路。面对肯德里克的质问，女孩只是呆呆地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甚至连眼神都没有焦点。肯德里克皱着眉头判断，这孩子不仅是个哑巴，恐怕连看都看不见。他开始不耐烦地打听女孩的父母。可就在这时候，林夕却出了一身冷汗。明明大家都说女孩是个瞎子，可她总觉得那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还没等林夕想明白，女孩竟然开口了，她嘴里断断续续地念叨着黑色的烟。林夕心里咯噔一下，肯德里克大人的能力确实是烟雾，可一个瞎子到底是怎么看到的？这孩子身上藏着的秘密恐怕比想象中还要可怕。女孩还没来得及多想，整个人就支撑不住倒了下去。她昏迷前最后的念头是那些人看她是诡异的眼神。肯德里克看着地上的麻烦，语气里全是冷漠。这孩子没家属，又没法沟通，留在这自生自灭是最好的选择。眼看女孩就要被彻底抛弃，林夕突然叫住了肯德里克，他直接翻出了旧账，提醒对方还欠自己一个恩情。肯德里克这下没话说了，只能点头承认。林夕趁热打铁，要求把女孩带回府邸照顾。林夕这次态度很坚决，他觉得女孩受伤跟他们突然停车脱不了干系，所以必须把人治好才行。肯德里克拿他没办法，只能点头答应，但他还是心疼林夕，特意叮嘱他别为了救人累坏自己。随着肯德里克发动能力，黑色的烟雾瞬间包裹了女孩，一行人准备返回府邸。可林夕心里却始终不踏实，他脑子里全是女孩刚才的样子，那个被大家当成瞎子的女孩，
竟然能直勾勾地盯着他，还准确说出了黑烟2个字。林夕的直觉告诉他，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绝对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刚回到府邸，林夕就急匆匆地往房间跑，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因为坠马受伤的艾登。林夕急匆匆赶到病房，艾登显然没料到小姐会亲自过来。林夕关心地问：“艾登，你还好吗？”艾登笑着摆摆手说：“只是腿骨折了而已，休息几周就能活蹦乱跳。毕竟我可是专业的骑士。”听他这么说，林夕总算松了一口气，但他马上想到了另一个关键。林夕认真地问：“那匹和你一起摔倒的马呢？他有没有得到好好的治疗？”艾登解释说：“那匹马脾气古怪，并不是府邸里养熟的。”谁能想到林夕竟然直接提出要亲自去看看那匹马的情况。林夕看着艾登的伤口说：“这种小伤，我动动手指就能治好。”艾登虽然担心会给小姐添麻烦，但林夕心里清楚，当初在神殿要是没他拼命保护，自己根本没法站在这里。说干就干，林夕直接发动了治愈能力，耀眼的光芒瞬间笼罩了整个房间，旁边的贝蒂都看傻了，谁也没想到林夕的能力竟然这么强。光芒散去后，原本缠着绷带的重伤竟然真的彻底消失了。看着已经能站起来的艾登，他显然有些受宠若惊，觉得这种能力用在自己身上太浪费。林夕笑着安慰他，还特意留下了一盒甜点，叮嘱他一定要好好休息。走出房门后，林夕这才感觉到一丝疲惫，毕竟刚才的消耗确实不小。贝蒂在一旁心疼的提醒，这种事以后还是别太勉强了。但林夕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件事，他已经等不及要去马厩看看那匹同样受伤的马了。这就是那匹在事故中受伤的马。林夕轻轻抚摸着他说：“别怕，很快就不疼了。”随着治愈光芒闪过，原本暴躁的马竟然变得异常温顺，连旁边的马夫都看呆了，直说这马平时凶得很，居然这么听小姐的话。治好了马，林夕并没有打算回房休息，他突然想起一件更重要的事。林夕转头问贝蒂：“艾登带回来的那个女孩在哪？”“就是那个比我高出一点的小姑娘。”得知女孩就在女仆休息室，林夕立刻让阿德尔带路，他必须亲自去见见这个神秘的女孩。看着女孩睡得正香，林夕本想趁现在进去，悄悄把她的伤治好就出来，可守在门口的贝蒂死活不同意。刚才救艾登那是知根知底，但这个女孩到底什么来路，谁心里也没底。贝蒂压低声音警告林夕，这孩子根本不是普通的兽人，而是一个变异者。说白了，就是不同种族生下的异类，既没法变身，也看不出任何种族特征。这种人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没人知道他们下一步会干出什么。既然贝蒂不放心，林夕干脆拉上他一起进屋，两个人总能互相壮壮胆。本以为女孩只是睡熟了，可凑近一看，才发现不对劲，这孩子分明是受惊过度，直接晕死过去了。林夕轻轻掀开被子，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里一沉，女孩的膝盖缠满了绷带，显然是遭了大罪。虽然医生已经处理过伤口，但看他这副痛苦的样子，药效恐怕根本没起作用。林夕知道不能再等了，必须现在就帮他彻底解脱。林夕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把力量注入女孩的腿部，这每一步都得稳，千万不能出岔子。随着光芒散去，这伤势总算是稳住了，连旁边的贝蒂都忍不住感叹：“小姐这手本事真是太帅了。”看着女孩的状态好转，林夕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但他还没打算彻底放松，因为那个神秘的黑雾才是他最想弄清楚的秘密。既然人还没醒，林夕决定先回房间。他特意在床头留了几块马芬蛋糕，嘱咐贝蒂等孩子醒了，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他。林夕转身离开，房间里只剩下睡得安稳的女孩。就在林夕离开后不久，一直昏睡的女孩终于有了动静，这根手指微微一颤，紧接着她彻底睁开了眼睛。而此时的公爵府花园里，林夕正急匆匆地往外赶，连路过的园丁都主动跟他搭话，问他是不是又要去探望阿森。林夕随口应了一声，心里却敏锐地察觉到，这府里的风向已经彻底变了。自从神殿公开支持他的消息传开，那些原本看不起他的人，全都换了一副面孔，争先恐后的改口叫他小姐，这一声称呼听着顺耳。林夕还没反应过来，家里就要大张旗鼓办宴会了，说是要给这两个孩子多找点新朋友。结果阿森这小子根本不领情，当场放话，除了林夕他谁也不想理。管家在一旁都听傻了，赶紧把话挑明，这可不是普通的聚会，而是要正式宣布阿森就是这个家族的继承人。管家这番话直接把林夕给听懵了，原以为只是去凑个热闹，结果人家说他才是这场宴会真正的核心。不仅如此，家族里还有一个老规矩，介绍女主人的宴会必须由女主人亲自操办。虽然只是选花草装饰，但管家的意思很明确，这个家已经很久没有女主人了，他希望林夕能接下这个沉甸甸的位置。这下压力直接给到了林夕，他要做的可不仅仅是穿的漂亮那么简单了。既然已经是一家人了，林夕决定不再退缩，他当场表态要亲手帮着操办这场宴会。贝蒂听了比谁都高兴，觉得这下阿森终于能交到不少新朋友了。结果阿森这小脾气又上来了，口口声声说交朋友最麻烦，可当林夕问他为什么总喜欢黏着自己时，这小子居然理直气壮地反驳说那完全是两码事。还没等他把点心吃过瘾，贝蒂就赶紧把盘子收了，毕竟接下来的重头戏可比吃点心要紧得多。贝蒂一直在旁边念叨说零食吃多了，待会儿晚饭就该吃不下了。林夕这才猛地想起，今天可不是普通的日子，而是他和阿森要跟肯德里克一起吃晚饭。眼看天色暗了下来，两个孩子急匆匆赶到餐厅，果然看到那个男人已经在那等候多时了。肯德里克并没有生气，反而语气温和地说他一直都在等他们两个。
这种被人牵挂的感觉，让原本冷冰冰的城堡一下子变得暖和了起来。肯德里克招呼大家快坐下，趁热享受这顿晚餐。餐桌上的气氛非常融洽，林夕还顺嘴夸了句：“上次买的甜点简直绝了。”肯德里克听了很高兴，甚至打算让那家店来承包接下来的宴会蛋糕。林夕一听这话，下意识就说那家店确实比自家厨师强。话刚出口，他就后悔了，赶紧在心里给自家厨师道歉。不过这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林夕突然想起还有件更重要的事情。他收起了刚才开玩笑的镜头，一脸严肃地看向肯德里克，说：“有件事必须现在就问个清楚。”林夕试探着开口，想让带回来的那个女孩在府邸里多住些日子，因为她还有些私事，得找机会问个清楚。肯德里克倒是没怎么犹豫，直接点头答应了，甚至还开始考虑给那女孩安排个什么差事。林夕听了自然是满心欢喜，可紧接着肯德里克的语气突然变了，他要求林夕以后见那女孩，身边必须时刻跟着2名女仆，绝对不能单独行动。他一脸严肃地提醒林夕，既然成了埃克哈特的女主人，这身份固然尊贵，但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在暗中盯着她。这番话一出，原本轻松的晚餐气氛瞬间变得压抑了起来。肯德里克把丑话说在前面，留下那个女孩可以，但如果林夕不遵守安全规则，他随时都会把人赶走。林夕赶紧点头保证，绝对不会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看到他这么听话，肯德里克的态度才总算软化下来。就在这时，女仆突然敲门进来，神色匆匆地汇报说，那个女孩现在已经醒了。肯德里克转过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林夕。肯德里克带来的消息让林夕彻底坐不住了，虽然被要求等到明天，可林夕心里像猫抓一样，根本睡不着。尤其是那团诡异的黑烟，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林夕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那具黑烟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对方看到的根本不是肯德里克的能力？如果那团烟雾是从林夕自己身上冒出来的，那事情就彻底大条了。这意味着他脖子上拼命隐藏的诅咒已经被人一眼看穿。这个秘密一旦守不住，阿森的处境会变得更危险。林夕必须立刻弄清楚真相。林夕本来在担心阿森的病，可一抬头，镜子里的景象让他彻底定住了。原本纯净的金发里竟然渗出了刺眼的血红色。虽然肯德里克承诺过，无论他变成什么样都不会抛弃他，但林夕心里很清楚，如果这头长发彻底变红，那就不只是秘密藏不住了。那个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了，他精准地戳中了林夕的死穴，提醒他当初头发变红时是怎么被亲生父亲像垃圾一样丢掉的。既然连血缘至亲都靠不住，那个所谓的陌生人真的会永远保护他吗？林夕猛地从噩梦中惊醒，看着指缝间那抹刺眼的红色，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现在绝不能让任何人发现异样，只能硬着头皮等到天亮，去揭开埃斯特身上的黑气，还有自己脖子上那个致命的诅咒。林夕特意带了点心来看格伦妮，可对方只是缩在角落里，连碰都没碰一下，这让林夕有点担心，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还没等两人聊上几句，女仆贝蒂就气冲冲地闯了进来，非要格伦妮给未来的女主人行大礼。这一下把原本就紧张的气氛彻底给搞僵了。林夕赶紧站出来打圆场，好说歹说才把贝蒂给劝走。他知道想要格伦妮开口说出真相，就必须先让她放下戒备。等四下无人，林夕立刻追问起黑烟的事。没想到格伦妮虽然看不见路，却能精准地指着林夕说她身上正冒着黑气。这下林夕彻底坐不住了，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竟然能跨过视觉，直接看到常人看不见的气息。这根本不是什么幻觉，而是格伦妮拥有某种特殊的感应，她看不见这世上的万物，却唯独能一眼看穿那如影随形的诅咒。林夕本想让格伦妮去向肯德里克说明情况，可话还没说完，他就发现对方也像被下了封口令一样，一个字都吐不出来。看来两人是同病相怜，格伦妮身上肯定也背负着某种诅咒，甚至他那能看见黑气的双眼，可能就是变异者的证明。既然格伦妮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得，林夕决定先给她起个名字，毕竟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宅邸里，他们现在是唯一的盟友了。林夕拖着下巴想了半天，既然这女孩连自己是谁都忘了，那就要先给她个名分，总不能一直喂喂喂的叫着格伦妮。林夕笑着念出了这个名字，看着林夕主动伸过来的手，格伦妮整个人都愣住了。明明约好了在花园见面，肯德里克却迟迟没有露面。阿森忍不住吐槽，他该不会又被谁给缠住了吧？毕竟那位唠叨起来确实让人没法脱身。就在两个小家伙等得不耐烦时，肯德里克终于出现了。虽然嘴上说着下次别迟到，但看到人平安赶来，大家总算能松一口气了。今天是肯德里克教大家控制能力的日子，他突然给林夕出了个难题，不许接触任何人，必须独立释放力量。这对习惯了依赖别人的林夕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谁能想到，就在他闭上眼的那一刻，奇迹竟然真的发生了。本以为只是普通的练习，可林夕的力量却突然失控了。肯德里克还在冷静的引导，让他想象正在接触病人，试图帮他找回控制感。可谁也没想到，旁边的阿森却突然痛苦倒地。林夕终于稳住了心态，他按照引导，成功在空中凝聚出了力量光球。阿森和肯德里克都看呆了，这可是他第一次在不接触任何人的情况下释放能力。可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林夕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这股力量不仅没有停下，反而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的涌出来，光球的体积瞬间翻了1倍，局面似乎又要失控了。林夕这才意识到，这一世的能力竟然比前世还要强。
面对这团快要失控的巨大能量，肯德里克却提出了一个离谱的建议，让他把这股力量想象成洒水壶里的水。虽然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但林夕还是决定试一试。没想到，原本狂暴的能量竟然真的开始像水一样，顺着草坪缓缓渗透了下去。谁能想到，这种离谱的洒水壶控制法竟然真的神了！在肯德里克的鼓励下，林夕引导着力量灌溉草坪，原本枯萎的植物瞬间疯狂生长，这可比他前世只会治愈术要强得多。可就在大家惊叹的时候，阿森却突然指着林夕大喊：“坏了！他背后的翅膀竟然彻底消失了！翅膀竟然真的消失了！”肯德里克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之前根本不会用这股力量。在肯德里克的鼓励下，林夕尝试主动控制变身，伴随着一阵烟雾，他竟然瞬间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小黄鸟。这下全明白了，原来他体内的能量实在太强，如果不经常释放，翅膀就会因为力量堆积而失控。看来以后他得经常找机会排毒。林夕一直觉得前世的自己比哥哥盖尔要强得多，但现在的他恐怕已经到了另一个高度。肯德里克却突然泼了一盆冷水，他说，所有能力的根源其实都一样，之所以以前的人不这么练，是因为这种方法太低效了。林夕听得一头雾水，低效？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教他？就在这时，肯德里克抛出了一个扎心的问题，你觉得你在前世的那个家族里到底算不算真正的强者？林夕被这个问题问住了，他琢磨了半天，觉得前面还有盖尔和父亲压着，自己顶多算个第3名吧。肯德里克却摇了摇头说，我可以肯定，这世上绝对没有人比你更强。这评价简直高得离谱，直接把他给整不会了。林夕还是不敢相信，毕竟父亲在那压着，自己怎么可能是最强的？肯德里克却说出了真相，不是家族的方法不行，而是他的能力实在太恐怖，这具身体根本就承载不住。就在他刚刚反应过来时，周围的气流突然乱了。林夕看着满地疯长的草木，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离谱。可既然这么强，为什么偏偏治不好阿森呢？如果连身边的人都救不了，这能力再大又有什么用？以前他只想靠着阿森保命，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他不希望这个男孩再经历任何悲剧，因为阿森已经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了。就在这时，阿森突然在身后叫住了他。阿森一脸认真地说，林夕，你真的很酷。林夕笑着拉起他的手，承诺在阿森觉醒能力之前，自己会一直保护他，等以后他变强了，再换他来保护自己。谁能想到，当年这句随口的鼓励，竟然成了支撑阿森走下去的唯一动力。阿森认真地点了点头，答应林夕自己一定会快点变强。不得不说，这孩子总是能精准说出林夕最想听的话。接下来的日子里，肯德里克的特训一天也没断过。林夕在练习怎么精细控制那股恐怖的力量，而阿森则一头扎进书堆里钻研理论。看着阿森这么努力，林夕也忍不住想帮他一把，手把手教他怎么引导体内的能量。林夕现在有点郁闷，不管他怎么努力，魔力变出来的形状始终是个洒水壶，根本变不回原来的样子。看着被自己弄得满地乱长的杂草，他决定还是先收手吧，毕竟马上要办宴会了，可不能再给忙碌的仆人们添乱。就在他准备离开花园时，不远处一个正在修剪花枝的背影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个背影看着好眼熟，难道是格伦妮？果然是格伦妮，虽然他看不见，但靠着双手也能把花丛照顾得很好。肯德里克最终还是听了林夕的建议，把这个可怜的女孩留在了府里，毕竟除了林夕自己，格伦妮是唯一能看见他脖子上那个金色束缚的人。这种拥有共同秘密的感觉让林夕觉得格外安心。他正打算拿点零食去套近乎，先从朋友做起，可还没等他开口，格伦妮却先一步叫住了他。格伦妮突然伸手拉住了林夕，轻声叮嘱他先等一等。可当林夕追问到底是什么意思时，格伦妮却又陷入了沉默，一个字也不肯多说。林夕当时只觉得莫名其妙，没多想就直接转身离开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句没头没脑的提醒竟然成了他日后最后悔的一件事。筹备已久的盛大宴会正式拉开了序幕。随着大门缓缓开启，全场的目光瞬间汇聚，侍卫大声宣布，家主大人驾到。肯德里克带着2个孩子正式出现在众人面前。林夕看着眼前的景象，忍不住小声嘀咕，不是说没请多少人吗？怎么还是这么紧？肯德里克站在高处，向在场的所有族人宣布这场宴会最重要的目的。他先是拉过身边的阿森，郑重介绍这就是他未来的继承人。紧接着他又向众人引荐了林夕，欢迎他正式加入家族。林夕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整个人都僵住了，只能硬着头皮打招呼，心里却在疯狂打鼓，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么正式的场合露面。肯德里克当众承认，阿森现在确实还没法独当一面，但他相信时间会证明这个继承人的价值。他环视全场，语气变得格外郑重，希望在座的狼族成员能像支持他一样支持这2个孩子。随着他紧紧握住孩子的手，最后一声令下，宴会正式开始。音乐响起，无数宾客立刻围了上来。林夕看着这热情的场面，整个人都看呆了。一场宴会下来，林夕感觉整个人都要累瘫了。刚才那些狼族成员的气息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更让他心塞的是，那些贵族明显更想巴结阿森，对自己这个对头家族出身的女孩，多少还是带着点防备。不过看阿森的样子，似乎对那些社交辞令根本不感兴趣，甚至连一句话都懒得说。林夕发现阿森状态不对，赶紧凑过去小声询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结果阿森低着头，憋了半天才说出实话，原来他也是因为人太多，心里正紧张的不行。林夕这才反应过来，虽然阿森是继承人，但这其实也是他第一次面对这种大场面。
原来不只是林夕一个人在害怕。看着阿森那副紧绷的样子，他心里总算平衡了一点。两人凑在一起，小声商量。林夕提议，要是实在待不下去，就偷偷踢2下脚当暗号。阿森立刻点头同意。这个秘密约定让2个孩子都放松了不少。肯德里克似乎看出了他们的不安，主动走过来安慰，说他们才是今晚的主角，如果觉得累了，随时可以去旁边休息。听到这话，林夕总算松了一口气。可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一名随从突然急匆匆赶来，低声向肯德里克报告。阿森这会儿只想扯掉领带，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林夕在一旁听得直翻白眼，觉得这家伙完全理解错了首领的意思。就在2人斗嘴的时候，一位重量级人物突然现身，林夕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位正是德高望重的特里斯坦。特里斯坦一开口就正式祝贺林夕加入家族，甚至还改口称呼他为少夫人。林夕被这突如其来的称呼吓了一跳，赶紧小声提醒说婚礼还没办呢，现在这么叫是不是太早了？特里斯坦听完哈哈大笑，随口回了一句，那就暂时先叫你小姐好了。可这一幕落在旁人眼里，简直就是平地起惊雷，周围的贵族们全都看傻了。谁能想到平时连面都不露的特里斯坦竟然会主动找林夕搭话，而且言语间全是认可。这下所有人都明白了，林夕在这个家里的地位恐怕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稳固。林夕这下总算反应过来了，特里斯坦可不是普通的贵族，他可是狼族元老院里最有权势的大佬之一，有这样一位大人物给自己撑腰，林夕心里瞬间踏实了不少，这种安全感简直没法形容。特里斯坦更是直接放话，让林夕以后别太好说话，要是谁敢对他不客气，直接动手惩罚就行。林夕还想替那些人解释2句，觉得自己毕竟是敌对家族出身，别人有敌意也正常。可特里斯坦根本不听这些，在他看来，首领既然已经公开了林夕的身份，谁再敢指指点点，那就是在挑战首领的权威。他甚至开玩笑说要把那些没礼貌的家伙全赶出去，让林夕以后只管挺起胸膛走路。这番霸气护短的话一出，周围那些想看笑话的人全都被震得没声了。就在宴会进行到一半时，肯德里克突然神色匆匆的赶来，说有件急事必须马上处理，得先离开一会儿。林夕听完都懵了，忍不住问，难道是神殿那边出事了？肯德里克摇了摇头，说这事比神殿还要重要，但他现在没时间解释，叮嘱2个孩子乖乖待在宴会厅，千万别乱跑。看着肯德里克离开的背影，林夕心里直犯嘀咕，到底是什么天大的事，能比官宣家族继承人还重要？还没等他想明白，特里斯坦又笑眯眯地凑了过来，说现在时机正好，要把自己的孙女介绍给他们认识。一听说特里斯坦还有个孙女，林夕顿时来了精神，这位就是安西亚。他大方地打了个招呼，还主动问起林夕的名字。林夕这下有点受宠若惊，毕竟这种交朋友的机会对他来说真的太难得了。安西亚笑着说，爷爷经常提起你，我想见你很久了。他还主动发出邀请，要带林夕去见见其他小伙伴，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可就在这时，旁边的阿森却一言不发，整个人看起来有点不对劲。阿森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林夕看出了他的疲惫，赶紧劝他先回去休息。虽然阿森也想让他一起走，但林夕心里很清楚，如果2个主角同时消失，外面的闲话肯定少不了。看着阿森离开的背影，林夕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他能感觉到周围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虽然名义上他是这场宴会的主角，但在这些贵族眼里，他始终只是个格格不入的外人。这种被排挤的滋味并不好受，可为了大局，他只能一个人留下来继续面对。安西亚热情地拉着林夕要去见见其他的小伙伴，林夕也想通了，既然身份特殊被讨厌是难免的，那干脆就表现得大方一点。可等他真的见到这群孩子，心里还是忍不住犯嘀咕，明明大家年纪都差不多，但这群狼族小孩的体格简直强壮的有点离谱。安西亚兴奋地大喊一声，把林夕介绍给了大家。本以为会是一场热闹的聚会，谁知道气氛却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了。尤其是带头的埃弗林，那眼神冷得让人脊背发凉，完全没有要欢迎的意思，甚至还带着一丝明显的敌意。林夕站在原地，尴尬极了，看着对方这副要吃人的架势，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是不是该赶紧找个借口溜走？刚才那眼神绝对没看错，埃弗林这群人完全是把林夕当成了某种异类，在那儿肆无忌惮的打量。周围的窃窃私语越来越难听，林夕心里很清楚，这些孩子肯定是听了家长的教唆，对自己早就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既然话不投机，林夕也不想在这儿自讨没趣，他礼貌地打了个招呼，打算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他刚一转身，埃弗林就在背后阴阳怪气，说林夕根本就是看不起他们，这盆脏水扣得真是又快又准，同伴想拦都拦不住。埃弗林甚至越说越过分，直截了当的放狠话，说他妈早就告诉过他，这些新来的血脉没一个好东西。林夕怎么也没想到，大人们的那些偏见和恶意，竟然已经深深扎进了这些孩子心里。埃弗林还在背后不依不饶，嘲笑林夕是个落荒而逃的废物，甚至觉得新血脉根本不配加入狼族。他回想起肯德里克曾当众宣布自己的地位仅次于族长，可现在这群小屁孩竟然敢骑在主家夫人的头上撒野，这口气换谁都咽不下去。林夕猛地转过身，眼神里透着前所未有的强硬，他一字一句地告诉埃弗林，你们是我见过最没教养的人，刚才那些废话我就当是听到了几声狗叫。全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谁也没想到平时看着软弱好欺负的林夕爆发起来气场竟然这么恐怖。安西亚更是气得直跺脚，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一番好意会被这群人搞砸。他对着同伴大声质问：“你们到底有什么毛病？我真后悔带林夕来见你们。”林夕头也不回的走掉，安西亚在后面紧紧跟着，只剩下埃弗林一个人在原地，显然是被刚才那番话气得够呛。两人来到一片安静的花园，看着满园盛开的鲜花，刚才那些不愉快总算消散了一些。安西亚一脸愧疚的道歉，觉得是自己没安排好，才让林夕受了这种委屈，甚至还忍不住吐槽那帮狼族小孩就是死脑筋。林夕反而笑得一脸轻松，安慰安西亚别太在意，这种程度的挑衅对他来说根本就是小场面，毕竟前世经历过更黑暗的时刻，现在这些冷嘲热讽连让他失眠的资格都没有。这种超乎常人的冷静让安西亚听得一愣一愣的。安西亚一脸崇拜地看着林夕，觉得他明明年纪更小，处事却比任何人都要成熟。林夕只能在一旁尴尬的苦笑，毕竟这副小小的身体里其实住着一个12岁的老灵魂。安西亚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他本来是想带林夕来交朋友的，结果却闹成现在这样，他觉得是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可林夕却被朋友这2个字勾起了心底的回忆。来到这个家之后，虽然有照顾他的贝蒂和伊森，还有一直陪在身边的阿森，但他们要么是长辈，要么是身份特殊的家人。安西亚是第一个主动走到他面前，真诚地说出想和他做朋友的人。这种感觉对林夕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也太珍贵了，要说心里一点都不高兴，那绝对是假话。林夕下意识地抓紧了裙角，这种被同龄人认可的喜悦让他整个人都变得轻快起来。林夕微笑着给出了回应，他说自己也想和安西亚做朋友。这句话让安西亚愣了好几秒，随后整个人都像被点亮了一样，笑得比阳光还要灿烂。安西亚兴奋地开始计划下次聚会，他要把林夕请到家里去，还要亲手做一张贴满鲜花的邀请函，甚至当场宣布要把埃弗林拉黑，绝对不让那个讨厌鬼参加。林夕笑着答应了邀请，但他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邀请函必须由安西亚亲自送来。这种被人在意的感觉让2个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安西亚大大咧咧地摆摆手，让林夕以后千万别再这么见外，毕竟他现在已经是埃克哈特家的人了。林夕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未来的身份确实非同一般，如果太客气反而显得没底气。既然要当未来的主家夫人，那就从改掉这些客套话开始吧。林夕决定不再使用敬语。安西亚听完高兴的直蹦跶，拉着他就往花园深处跑去。安西亚正兴致勃勃地介绍说，这些风信子的颜色是专门为了匹配阿森的眼睛才特意栽种在这里的。可林夕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一阵低沉的嘶吼声从旁边的草丛里传了出来。还没等林夕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周围的气氛就彻底变了。草丛里猛地窜出一个黑影，竟然是一只巨大的野兽，它张着血盆大口，直接冲着林夕扑了过去。这根本不是普通动物该有的样子。尖叫声瞬间划破了花园的宁静，安西亚吓得大喊救命。林夕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措手不及，眼看那锋利的爪子就要落下，局面已经彻底失控了。这只狼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在这种地方根本就不该有这种野兽出现。谁能想到好端端的宴会厅竟然凭空冒出一头恶狼，这下彻底乱套了。这重发了疯的野兽根本没人拦得住，林夕还没来得及逃跑，狼已经扑到了面前，眼看就要没命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伴随着一阵烟雾，林夕居然变成了一只圆滚滚的小黄鸟。安西亚在后面拼命追，嗓子都要喊哑了。他想告诉林夕那头狼的身份，可现在根本没人听他解释。林夕只顾着往前跑，身后的狼影步步紧逼。这下麻烦了，宴会厅里到处都是人，根本找不到能躲的地方。林夕急得团团转，必须得找个狼进不去的地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一咬牙，直接冲向了那片未知的黑暗。为了甩掉那头恶狼，林夕只能硬着头皮往地宫最深处钻。这黑灯瞎火的地下室，连个鬼影都没有，那头狼肯定追不进来。就在他打算松口气的时候，前面竟然透出了一丝火光，这下总算不用摸黑了。林夕本想过去躲一阵子，等外面消停了再打算，可他越走越觉得不对劲。这种荒废已久的地下深处怎么会点着蜡烛？而且前面明显有脚步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双脚已经停在了他面前。这地方竟然藏着人，眼看着人就这么飞走了，安西亚急得不知所措。可身后却传来一声冷笑，那人居然说这是活该，语气里全是幸灾乐祸。安西亚猛地转过头，看清来人后，整个人都愣住了，竟然是埃弗林。埃弗林倒是一脸淡定，甚至还有点小得意，毕竟他们可是同族，就算外表再怎么变，只要是同一个家族的人，一眼就能认出对方的真面目。安西亚简直不敢相信，埃弗林竟然敢这么乱来，这要是追究起来，后果谁都担不起。可埃弗林却一脸不屑，觉得林夕不过是个外来户，甚至觉得公爵大人根本就不待见这个儿媳妇，他还在这儿沾沾自喜，觉得林夕被冷落是活该，却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安西亚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无可救药的蠢货，因为这场宴会的规格早就说明了一切，这哪里是什么普通的聚会，分明是公爵在向全世界宣布，林夕才是这个家族未来的唯一女主人。埃弗林在这个节骨眼上闹事，简直是在往枪口上撞。安西亚看着眼前的埃弗林，只觉得这个女人已经疯了，为了那点嫉妒心，她竟然连后果都不顾了。既然讲道理没用，安西亚也不打算再废话，他警告埃弗林要把这一切都告诉公爵大人。可埃弗林却笑得更狂妄了，他觉得自己的家族后台够硬，就算被告发，也没人敢动他一根头发。安西亚懒得跟他纠缠，转身就往宴会厅跑，他必须赶在出事前先一步找到林夕。就在这一瞬间，原本华丽优雅的宴会气氛彻底变了调，
整个庄园都被翻了个底朝天，管家和仆人们嗓子都喊哑了。可林夕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动静都没有。起初大家还以为这只是小女孩在闹脾气，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流言蜚语很快传开了，有人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已经逃出了庄园。这下整个贵族圈都炸开了锅。消息传到阿森耳朵里时，他整个人都懵了，什么叫被吓得飞走了？这简直荒唐到了极点。他根本没心思听下属解释，一把推开众人就往外冲。如果林夕真的出了什么意外，整个家族都要跟着陪葬。阿森现在已经顾不上体面了，他发了疯似的冲向庄园深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一定要找到林夕。而此时的林夕总算从刚才的惊吓中缓过劲来，可等他睁开眼才发现周围的情况比刚才还要糟糕。刚才好歹还有点光亮，现在简直是两眼一抹黑，四周静得可怕，只能隐约看到一堆堆高耸的木箱。这里看起来像是个废弃的储藏室，到处都落满了灰尘。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钻进这个鬼地方的。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别说找路出去了，就连自己在哪儿都搞不清楚。这种鬼地方，林夕是一秒也待不下去了。随着一阵耀眼的白光，他总算变回了原本的样子。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离开这儿。可谁能想到，关键时刻竟然掉链子了。无论他怎么用力去推，那扇沉重的大门都纹丝不动。外面明明没有任何东西挡着，可门就是打不开。林夕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竟然被人从外面反锁了。这下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储藏室里，他彻底成了瓮中之鳖。要是没人发现，他恐怕真的要被困死在这了。这种黑暗封闭的感觉，简直就像前世的噩梦重演。林夕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他拼命告诉自己绝对不能晕过去。他发了疯似的拍打着大门，哪怕喊破喉咙，外面也没有任何回应。这里根本就是一个死胡同，四周黑得让人绝望，除了这扇反锁的门，根本没有第二个出口。恐惧感症一点点把他吞噬。更糟糕的是，他的体力已经彻底透支，再也没办法维持人类的形态，身体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随着一阵烟雾散去，他又变回了那只弱小的小鸟，孤零零地缩在门后的阴影里。这下真的彻底没戏了。现在的林夕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变回小鸟的他只能发出细弱闻声的哀求，希望有人能听见这最后的呼救。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这扇门外，阿森一刻也没有停下，他顶着刺眼的阳光，在庄园里疯狂搜寻着那个身影。整个庄园都乱套了，所有人都在疯狂寻找林夕的下落，能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可那个熟悉的身影就是没出现。阿森大声喊着：“林夕，听到了就回我一声。”以前我生病的时候，他总是第一时间冲到我身边，可现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连他在哪都不知道。我这个朋友当的真是太失败了。阿森走在林子里，嘴里不停念叨着林夕的名字，那次见面的样子，他这辈子都忘不了。当时一只小鸟突然飞过来，紧接着林夕就这样毫无预兆的出现了。他蹲在地上，关心的问：“你还好吗？”第二次见面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他大大方方的打招呼，说自己叫林夕，是来自飞鸟族的女孩子。可那个像光一样灿烂的女孩，现在到底在哪？在遇到林夕之前，阿森根本不知道飞鸟族竟然拥有治愈的力量。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守在林夕身边，因为那是他这辈子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可回忆里的痛苦却突然变得清晰起来，那种疼法以前从来没有过。阿森不停的咳嗽，感觉整个人都要被撕裂了。女仆们乱成一团，拼命喊着让人拿药过来，可他的意识却越来越模糊，仿佛下一秒就要彻底坠入黑暗。就在阿森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林夕突然冲了进来，他大声喊着阿森的名字，让他一定要坚持住，说自己马上就用治愈力量。明明承受痛苦的是阿森，可林夕却哭得比谁都伤心。阿森很想开口安慰他，说自己其实没关系，可身体沉得像灌了铅，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念着：“林夕，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知心朋友。”在阿森心里，林夕不仅是教他知识的老师，更是救他性命的医生。但最重要的是，他是这辈子最宝贝的人。这一次，轮到他去救林夕了。他握紧拳头，暗暗发誓，一定要靠自己的本事，永远留在他身边。就在这个念头闪过的瞬间，一股强大的能量突然从他体内爆发出来。阿森愣住了，这股从未感受过的力量，难道就是转机？直到7岁那年，阿森身上都没有任何觉醒的迹象，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个普通孩子。哪怕是现在，这股刚觉醒的力量也还不太听使唤，但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蠢蠢欲动。他闭上眼，轻声祈求：“拜托了，一定要找到林夕，只要他开口，这股力量就一定会给出回应。”黑色的气息瞬间炸裂开来，像是有生命一样，朝着森林深处飞速窜去。谁能想到，那股黑色的能量在草地上滚了几圈，竟然变成了一只巴掌大的小狼。阿森整个人都懵了，他眼睁睁看着这个小家伙把周围的影子全吸了个干净。难道这就是他觉醒的能力？还没等他琢磨明白，小狼就像是闻到了什么气味，突然警觉地竖起了耳朵。下一秒，他猛地转过头，朝着一个方向飞奔而去。阿森急忙在后面追：“喂，你等我！真的假的？你这么快就找到他了？”阿森顾不上多想，拔腿就跟在小狼后面，在茂密的树林里拼命狂奔。他一边跑一边喊：“等我，我这就来！”林夕独自蜷缩在草地上，整个人看起来虚弱到了极点。他迷迷糊糊地抬起头，甚至分不清这到底是现实还是临死前的一场美梦。本以为上辈子已经逃离了地狱，可睁开眼依然是这间暗无天日的密室，被所有人无视，被当作垃圾一样丢弃。这种日子他受够了。可那些恶毒的话语
就像噩梦一样挥之不去。亚瑟冷冰冰地看着他，语气里全是嫌弃。像你这种带着诅咒的孩子，根本不配当我的女儿。灵犀，你就是整个家族的耻辱。脚下的世界开始崩塌，无数碎片在黑暗中飞溅。灵犀依然被困在痛苦的回忆里，他忍不住想，要不是因为这该死的诅咒，父亲也许就不会这么讨厌他了。你说的对，灵犀，拉尼罗。灵犀猛地停住脚步，这地方明明只有他一个人，刚才到底是谁在说话？镜子里的倒影竟然开口说话了，语气里带着一丝嘲讽。父亲教给你的教训，难道你这么快就忘了吗？倒影死死盯着灵犀，一字一句地扎在他的心口上。你觉得埃克哈特的人真的爱你？等他们看到你那头红发，所有人都会翻脸不认人。灵犀拼命摇头，大声反驳着，不，他说过绝对不会丢下我，不管我变成什么样都一样。可那个声音却不依不饶，像诅咒一样在耳边回荡。别傻了，红发就是不祥的象征，你最终还是会被抛弃，就像当初在拉尼罗家族一样，再次变成没人要的垃圾。我不想听。灵犀拼命捂住耳朵，想要隔绝那些恶毒的诅咒。就在这时，一道温暖的金光驱散了黑暗，一位神圣的女性缓缓降临。她赤着脚走向灵犀，浑身散发着让人安心的气息。孩子，你心里藏了太多委屈。那声音温柔的不像话，仿佛能抚平所有的伤痛。灵犀呆呆地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从未见过的身影。你是？灵犀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你到底是谁？还没等得到回答，周围的镜子就在光芒中碎了一地。这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灵犀心里直打鼓，眼前的这位真的还是人类吗？神秘人缓缓伸出手说：“可怜的孩子，你正被某种邪恶的力量掐住喉咙。”这一句话直接戳中了灵犀最深的秘密。就在一瞬间，灵犀感觉到体内的束缚消失了，他简直不敢相信，难道是眼前的神秘人解开了封印？虽然搞不清楚对方的来历，但那种温柔的感觉让他放下了所有的戒备。这绝对不是敌人。神秘人轻声安慰他：“别怕，以后再也不会痛苦了。”这种感觉就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临走前，神秘人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记住，你身上的羽毛从来都不是什么诅咒。”这句话彻底颠覆了灵犀的认知，原来他一直恐惧的力量竟然另有隐情。神秘人的声音越来越远，灵犀拼命想听清最后的话，却只听到一句温柔的告白：“我爱你。”等他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熟悉的房间，还变回了那只圆滚滚的小鸟。这下他是彻底懵了。明明记得之前被关在储藏室，那种绝望求救的感觉还很真实，可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记忆居然全断片了。从储藏室到自己的卧室，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灵犀躺在床上还没缓过神，阿森和赫恩医生已经在床边守了很久，大家都在担心他这次到底什么时候能醒过来。阿森觉得他是压力太大，导致体内的力量彻底失控了。虽然赫恩医生劝他去休息，但他从找到灵犀那一刻起就没离开过半步。就在阿森坚持守候的时候，房间里突然闪过一道光，原本还是小鸟形态的灵犀竟然直接变回了人类的样子。这一幕把阿森看愣了，他下意识地喊出声：“灵犀小姐！”看来封印解除后的连锁反应比大家想象中来的还要快。灵犀终于变回来了。看到灵犀终于醒了，阿森急得连声追问，生怕他身上还有哪里不舒服。灵犀却笑着反问：“你是不是担心我了？”阿森这人还是老样子，明明为了找人熬出了大大的黑眼圈，嘴上却还要硬撑着说，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担心。灵犀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不坦诚，但心里还是暖洋洋的。不过他很快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阿森到底是怎么在那种地方找到他的？面对这个问题，阿森开始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就在气氛变得有些微妙时，灵犀突然感觉到被子里不对劲，有什么东西正躲在被褥下面，拼命地往下拉扯。这下灵犀彻底吓坏了，被子里钻出来的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原来这个黑乎乎的小家伙竟然是阿森觉醒的特殊能力。他不仅长得像知年人的小狼，还一直围着灵犀转个不停，这可把灵犀给蒙坏了。阿森坦白说，当时为了能快点找到失踪的灵犀，心里急得不行，结果这股力量就这么突然爆发了，甚至连他父亲都夸他做得好。可站在一旁的赫恩医生整个人都听傻了，因为在所有医生的诊断里，阿森是绝对不可能觉醒能力的。他身上背负着极其沉重的古老诅咒，这种诅咒让他的身体虚弱不堪，根本无法承载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可现在这股力量不仅出现了，还表现得如此强大。赫恩看着阿森陷入了沉思，如果医生们的判断没有错，那现在阿森体内涌动的这股黑影到底是什么危险的东西？看到阿森终于觉醒了能力，赫恩医生激动的当场哭成了泪人。阿森却一脸嫌弃，觉得他一个大男人实在太夸张了。但赫恩医生是真心为少爷的康复感到高兴。灵犀在一旁仔细观察着这个黑乎乎的小家伙，确实很神奇。他好奇地问阿森，是不是在用意识操控他的行动？可阿森的回答却让所有人背后一凉。他说自己根本没有控制他，这个影子生物竟然是完全自主行动的。阿森仅仅是把他召唤出来而已。灵犀这下彻底坐不住了，在他的认知里，这种能脱离主人意志自行活动的能量，简直是闻所未闻。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觉醒，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如果不受控制的力量继续壮大，后果简直不敢想象。灵犀显然被这个黑影吓得不轻，他大声尖叫着，让阿森赶紧把这怪东西弄走。阿森虽然有点无奈，但也只能乖乖收回了能力。看着黑影消失，灵犀紧接着打听起肯德里克的态度。
阿森却只是含糊地回了一句，说对方并没多说什么。在林夕看来，拥有自我意志的力量简直就是怪物，这种失控的危险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才行。为了进一步确认林夕的情况，赫恩找了个借口支开了阿森，让他先回房间休息，好让自己能单独给林夕做检查。就在阿森离开后，林夕忍不住问起肯德里克的下落，得知对方刚才确实来过，林夕心里咯噔一下，原来他早就看到自己醒了，可为什么又突然离开了呢？林夕默默低下了头。赫恩接下来的话让林夕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来肯德里克根本没闲着，他现在正火速赶往宴会厅，准备去清算之前发生的那些烂摊子。听到惩罚这2个字，林夕心里顿时警铃大作，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男人竟然会亲自出手。安西亚小声问，林夕小姐会没事的对吧？特里斯坦安慰道，放心吧，肯德里克大人已经回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特里斯坦看着远处，心里全是自责，怪自己没有保护好他，可谁能想到那个始作俑者现在居然哭得比谁都大声，这演技真是让人看都不想看。特里斯坦赶紧上前打招呼，安西亚更是急得不行，一见面就追问林夕的下落。肯德里克愣了一下，显然还不认识这个小姑娘。特里斯坦连忙解释，这是我孙女安西亚，她跟林夕小姐感情特别好，现在人都快急疯了。安西亚委屈地说，大家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结果，可大人们非要赶我走。看着眼前这个懂事的孩子，肯德里克语气温柔了许多，他说林夕已经找到了，现在很安全。听到这个消息，安西亚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肯德里克摸了摸他的头，答应等林夕醒了，第一时间就让他们见面。看到安西亚这么真心，肯德里克心里也松了口气，看来林夕总算交到了真朋友。安西亚激动的直道谢。就在肯德里克准备离开时，他突然凑到耳边，神神秘秘的说了几句话。肯德里克的表情瞬间变了，显然这个消息非同小可。他大步走回宴会厅中心，原本热闹的场面一下子静了下来。他冷冷的扫视全场，语气里听不出一点温度。他说感谢各位赏脸参加宴会，但有一件事让他非常不爽。就在他离开的这一会儿，今天的贵客竟然不见了。这话一出，在场的人全都变了脸色。肯德里克直接点名埃利泽侯爵，语气冰冷到了极点。他说这件事必须得有个交代。埃利泽还在那儿装糊涂，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肯德里克冷笑一声，转头看向旁边的埃弗琳，既然当爹的不清楚，那就让女儿来解释解释。埃弗琳吓的话都说不利索了。肯德里克当众揭穿，说他变成野兽故意恐吓林夕，眼看瞒不住了，埃弗琳还在拼命狡辩，说自己只是想开个玩笑，根本没想过要威胁谁。可安西亚早就把真相说了出来，当时埃弗琳变成狼，对着林夕龇牙咧嘴的样子，可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肯德里克彻底怒了，就因为这个所谓的玩笑，林夕被关进了阴暗的地下室。要是再晚一点找到，后果简直不敢想象。肯德里克步步紧逼，在那片漆黑无助的废墟里，难道这也能叫玩笑吗？埃弗琳终于知道怕了，她哭着辩解说自己真的没想过后果会这么严重。看着眼前这个冷酷的男人，埃弗琳心里彻底崩了，这跟父亲说的完全不一样。眼前的肯德里克简直就是个怪物。肯德里克根本不想听废话，他直接宣布了判决，埃利泽和埃弗琳接下来的半年谁都不准出门，不仅要闭门思过，还得亲自去给林夕道歉。埃弗琳整个人都傻了，在贵族圈子里消失半年意味着彻底被除名，这下不只是丢脸，他的社交生涯算是彻底交代了。埃弗琳这下彻底崩溃了，现在正是社交季最关键的时候，被禁足半年，等于直接被踢出了名媛圈。他越想越委屈，干脆当众把心里话全抖了出来。他说这事儿不能全怪他，因为父亲明明说过，肯德里克大人根本不喜欢那个鸟族女孩。这话一出，全场的人都听傻了，埃利泽侯爵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他怎么也没想到，亲生女儿会在这种时候反手捅他一刀。他拼命想让女儿闭嘴，可埃弗琳已经顾不上了。他大声喊着，说自己在书房亲耳听到父亲跟客人议论，说肯德里克讨厌林夕。他觉得自己只是想帮父亲出口气，稍微捉弄一下那个女孩，谁知道会被关进地下室，甚至还要被禁足。他哭着让父亲赶紧想办法，可他不知道自己这番话已经把整个家族推向了深渊。肯德里克的声音再次响起，他冷冷地叫着埃利泽的名字。看来这笔账现在要算到老子头上了。肯德里克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他盯着眼前的男人说，看来真正的麻烦其实是你这个当爹的。埃利泽吓得赶紧求饶，拼命解释说事情不是那样的，可肯德里克根本不听，他只冷冷地说了一个词，跪下。话音刚落，埃利泽双腿一软，重重地砸在了地板上，他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是传说中的炎灵魔法，只有一族之长才拥有的绝对权力，只要他开口，没人能够违抗。肯德里克一步步走近，语气里满是不屑。他说埃利泽太自以为是了，竟然敢小看埃克哈特家族，正因为当父亲的这种傲慢态度，才教出了一个连是非对错都分不清的女儿。这下埃利泽不仅丢了面子，连整个家族的尊严都输光了。肯德里克没有丝毫留情，他冷冷地宣布，埃利泽侯爵也要被禁足，至于后续怎么处理，还得看他的心情。埃利泽吓得大声求饶，可肯德里克连看都没看一眼，直接让人把他拖了下去。看着这混乱的场面，肯德里克心里很清楚，虽然早就料到有人会排挤鸟族，但他没法容忍有人敢在自己的地盘上公然撒野。他转过身，对着全场宾客发出了最后的警告，所有人都要听清楚，林夕现在是埃克哈特家族的一员，等婚礼一结束，他就会正式关上家族的姓氏，成为这里名正言顺的主人。肯德里克的眼神扫过每一个人，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杀气，谁要是敢再对他不敬，那就是在挑衅
整个埃克哈特家族。到时候可就不是禁足这么简单了。随着他的一声令下，这场闹剧般的宴会终于落下了帷幕。宴会虽然结束了，但私底下的议论才刚刚开始。贵族们聚在一起，交头接耳，谁都不敢相信那个鸟族女孩竟然真的要上位了。有人觉得她不过是个治病的工具，根本配不上未来的女主人之位，但也有人赶紧提醒，说话最好小心点，刚才肯德里克的警告可不是开玩笑的。就在外面流言蜚语满天飞的时候，肯德里克正急匆匆地往回赶。他一见到管家就急着打听林夕现在怎么样了。管家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肯德里克就已经等不及了。他大步流星地冲向房间，推开门的那一刻，他嘴里还喊着林夕的名字。看来比起外面的那些流言蜚语，他现在更担心的是那个女孩的情况。一看到有人推门进来，林夕立刻抬起头，开心地喊了一声：“肯德里克大人！”肯德里克急坏了，一听说林夕醒过来，连形象都顾不上，一路小跑冲到了房间。看他这副气喘吁吁的样子，旁边的伊森都忍不住吐槽：再这么折腾下去，这把老骨头怕是要散架了。林夕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竟然晕倒了。他心里满是愧疚，觉得是自己搞砸了晚宴。可肯德里克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完全没料到。林夕还在担心，觉得自己中途离场会让家族在外面丢脸。可肯德里克却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夸他表现的已经很棒了。不仅如此，那个一直威胁他的狼也已经被彻底收拾掉了。林夕怎么也没想到，那个人竟然就是埃弗林。肯德里克满脸都是愧疚，怪自己当时没能陪在身边，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家族守护的圣物突然出了问题。那是被神明祝福过的9颗传说中的宝石，这背后隐藏的秘密恐怕比想象中还要深。这些被神祝福过的圣物由不同的家族分别保管，鸟族守着绿宝石，而肯德里克所在的狼族则负责守护那颗蓝宝石。对族长来说，这东西就是家族的命根子。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各大家族每年都要聚在一起举行盛大的祭典。林夕这才明白为什么肯德里克刚才不在场，原来是圣物突然出了乱子。虽然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但他还是觉得没保护好林夕。林夕嘴上说着没关系，可心里却很清楚，狼族和鸟族的关系一直很僵，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恐怕没那么简单。肯德里克突然伸手捧住了林夕的脸，他一脸严肃地保证，以后绝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从这一刻起，林夕就是埃克哈特家的一员了。还没等林夕缓过神来，他的语气却突然一转，像是想起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既然林夕最讨厌黑暗的地方，那当时为什么要往地下室跑？林夕愣了一下，小声解释说自己当时太害怕，为了躲开那只狼，才慌不择路地钻了进去。林夕回忆起当时的细节，地下室里本来黑漆漆的一片，可他却看到某个房间里闪过一道光，结果刚一进去，那道光就消失了，身后的门也跟着死死锁住。肯德里克听完沉默了很久，确认林夕现在身体没什么大碍，他才稍微松了一口气。可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瞬间变得冰冷。他压低声音问林夕，知不知道关于禁忌咒语的事情？这个词一出来，林夕整个人都愣住了。既然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林夕索性不再隐瞒，把之前一直憋在心里的秘密全都一股脑告诉了他。林夕把一切都摊开说了，那股笼罩在庄园上空的暗红色能量，还有埃斯特对他下的禁忌咒语，这些秘密听得肯德里克眉头紧锁。他本以为这种邪门的东西早就从这世界上消失了，他向林夕保证会查个水落石出。可紧接着他抛出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既然是禁忌咒语，除非下咒的人亲自动手，或者那个人彻底没命了，否则根本不可能解开。那林夕到底是怎么脱身的？林夕这下彻底懵了，他想起梦里那个模糊的身影，是那个人随手一挥就帮他驱散了所有的恐惧。可这种离奇的事，肯德里克真的会相信吗？林夕最后还是没敢说实话，毕竟要是告诉别人是梦里的一个女人解开了诅咒，这听起来也太离谱了。他只能含糊地说自己睡了一觉醒来就全好了。肯德里克听完若有所思，他猜测可能是下咒的那个人因为年纪太大或者身体不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决定立刻对埃斯特展开调查。就在这时，林夕突然想起了格伦妮，就是那个在街上撞到马车的女孩。他告诉肯德里克，格伦妮也能看到那种诡异的黑气，甚至一眼就认出了林夕中了咒。可最让林夕想不通的是，格伦妮明明双目失明，什么都看不见，她到底是怎么看到那些连普通人都察觉不了的诅咒？原来格伦妮的身份并不简单，她身上可能流着稀有的鹿族血统，所以就算眼睛看不见，也能感知到常人察觉不到的东西。这就是林夕非要留下他的原因。肯德里克总算明白了林夕的苦心，既然格伦妮可能知道内情，林夕干脆提议让他把格伦妮和埃斯特一起查个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开他身上咒语的真相。肯德里克点头答应了这件事。看着林夕忙活了一整天，他心疼地催促林夕赶紧去休息，接下来的麻烦事就交给他去处理。林夕道谢后转身离开。虽然这一天过得惊心动魄，但好在真相的线索已经抓住了。肯德里克坐在书房里，听着伊森的汇报，埃斯特果然彻底没影了。伊森在一旁提醒，这件事处处透着诡异，埃斯特失踪的时候，身边竟然还缠绕着暗红色的雾气，这跟林夕之前提到的禁忌咒语简直一模一样。现在最麻烦的是，埃斯特已经失踪了好几天，庄园里又没有其他的亲属，根本没人知道他到底去了哪。就在线索快要断掉的时候，伊森突然压低了声音，他说其实庄园里
还有一个人知情，只不过那个人现在根本醒不过来。原来埃斯特之所以性情大变，是因为他的儿子出了意外，一直躺在床上像个活死人一样。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关在领地里，谁也不见。可诡异的是，这个消失很久的人最近突然露面，紧接着就彻底人间蒸发了。到现在为止，埃斯特已经整整失踪了3天。肯德里克意识到情况不对，不能再这么坐以待毙了。他一边派人四处搜寻线索，一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亲自去一趟费尔南多，看看那个地方到底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肯德里克这次亲自登门，竟然来到了狮子家族的地盘。拉蒙特笑着打趣说：“大忙人居然有空过来，咱们得有1年没见了吧？”本以为只是老友叙旧，可肯德里克接下来的话让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他低声问道：“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谁在偷偷使用禁术？”拉蒙特听完直接愣住了，那些用禁术的家伙不是早就被斩草除根了吗？肯德里克面色凝重，他说：“最近不仅有人在用，而且那个人昨天刚失踪，恐怕已经没命了。这事儿绝不简单，如果不是针对某个家族，那就是冲着接下来的庆典来的。最关键的是，林夕昨天突然说他身上的禁术被解开了。”拉蒙特这下彻底坐不住了，难道连林夕也被卷进来了？拉蒙特觉得这事儿太荒唐了，林夕才是个7岁的孩子，他怎么可能懂什么禁术？肯德里克却没那么乐观，因为那个叫埃斯特的女人失踪的时间点实在太巧了，巧得让人心里发毛。既然在拉蒙特这儿问不出线索，肯德里克也不打算多留，起身就要告辞。临走前，他特意叮嘱，如果狮子家族这边出了怪事，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他。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的呼唤，打破了这压抑的气氛。女仆根本拦不住，利奥娜就这样风风火火地直接闯进了会客厅。她一边抱怨等得太无聊，一边大大咧咧地跟肯德里克打起了招呼。原来这位活泼的小姑娘就是拉蒙特的小女儿，也是肯德里克的老熟人。肯德里克难得露出一丝笑意，感叹着孩子长高了不少。可利奥娜接下来的话却让在场的大人都愣住了。她一脸期待地问：“叔叔，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儿子呀？”肯德里克大方承诺，等到了庆典那天，不仅会带阿森过来，还会介绍另一位新朋友。利奥娜一听眼睛都亮了，恨不得马上就知道那个新朋友到底叫什么。林夕，他来自鸟族。肯德里克轻声说出了这个名字。而此时的林夕正看着眼前的礼物发呆，那是阿森特意为他准备的。阿森显得有些局促，说上次宴会看他吓坏了，只想送个小玩意儿哄他开心，要是他不喜欢，自己马上就去换一个。林夕赶紧把礼物捧在怀里，连声说自己特别喜欢。两小只的氛围一下子变得暖洋洋的。林夕捧着礼物爱不释手，这可是他第一次收到这种宝贝。阿德尔看他这么开心，顺势提了个好主意，不如就在接下来的庆典上戴上这个新胸针吧。庆典，林夕显然还没反应过来，阿德尔却已经兴奋地描述开了，说到时候满大街都是好吃的，不仅有甜滋滋的糖苹果，晚上还有漫天的烟花。听着这些新鲜事，林夕心里满是向往。他意识到那场盛大的聚会确实就在眼前了，这是1年1度最重要的日子，所有种族都会齐聚在圣地，在神殿前共同祈求来年能有个好收场。这场全城瞩目的盛事终于要拉开序幕了。庆典可不只是为了吃喝玩乐，各族首领还汇聚在神殿，亲自检查那些宝贝圣物，确保万无一失。照理说这种大场面，大人们都会带孩子去见世面，可林夕想起前世，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那时候父亲总说外面太危险，转头却只带着哥哥盖尔出门，把他一个人冷落在家里。这一世，林夕再也不想当个旁观者了，他大声宣布自己也要去庆典。没想到一旁的阿森也跟着点了点头，说他也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林夕这下更意外了，原来身份尊贵的阿森竟然也没去过庆典吗？林夕这才反应过来，阿森以前身子骨太差，加上还没被正式定为继承人，这种大场面家里人肯定不敢让他露面。不过林夕可不信这个邪，他觉得既然上次宴会都去了，这次肯定也有戏，更何况现在阿森身边还有他在。林夕拍着小胸脯保证，只要有他帮忙调理身体，阿森肯定能壮实起来，到时候肯德里克大人绝对找不出拒绝的理由。阿森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只能乖乖点头答应。两人兴冲冲的想去找大人请示，结果女仆贝蒂却说，大人这会儿刚好出门办事了。还没等林夕失望，贝蒂的神色突然变得有些严肃，他压低声音问林夕能不能单独聊2句。看这架势，显然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避开。阿森偷偷说，贝蒂凑到林夕耳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这内容简直像个炸弹，直接让原本轻松的气氛彻底凝固。林夕和阿森吓得叫出声来，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一直跟在身边的格伦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见了。格伦失踪了，这怎么可能？画面切回到那个空荡荡的房间，原本该在那儿的人已经没了踪影，冰冷的地板上只剩下一朵孤零零的紫花，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走丢，某种危险的信号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了。贝蒂把花插好，说是能开得久一点。林夕礼貌地道了谢，可谁能想到格伦妮竟然就这样走了，走得无影无踪。房间里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甚至没人发现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只留下这一朵孤零零的花。阿森也完全搞不明白，明明昨晚人还在，怎么一眨眼就消失了？这朵花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最后的告别吗？可林夕甚至还没来得及说声再见，管家传回消息，肯德里克下午就要回来了。这让林夕一下子打起了精神，他心里攒了一堆问题，关于庆典，还有阿森那奇怪的能力，都得等家主回来问个清楚。不过在那之前，他得先给自己充个电，毕竟接下来的谈话肯定很费体力。
其实林夕有个秘密，她天生自带的能力实在太强了，身体这个容器根本装不下，如果不定期释放，能量就会自己溢出来。虽然赫恩医生教过她怎么控制，但每次释放这种力量，场面还是相当惊人。林夕现在能清晰地感觉到，这辈子的能力比前世强了不止一星半点。这种变化让他心里直发毛，因为不光是他，连原本没有能力的阿森，这辈子都觉醒了力量。如果一切都跟前世不一样了，那舒维尔呢？他的力量是不是也变强了？要知道，舒维尔拥有的可是吸收生命力的能力，在前世就是这种力量慢慢害死了阿森。如果这种禁忌能力被外人知道，整个拉尼罗家族恐怕都要跟着陪葬。他回忆起前世的时候，舒维尔兴冲冲地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个小玩意儿。他笑着对林夕说：“快看这个，我觉得他跟你特别像。”说到底，舒维尔也才5岁，拥有这种可怕的能力根本不是他的错。但换个角度想，这反倒成了他的护身符，因为父亲非常清楚这个小女儿到底有多危险。她年纪太小了，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旦她受了委屈或者发了火，体内的力量就会跟着一起暴走。所以就算父亲再怎么讨厌她，也绝对不敢把她当成透明人，毕竟谁也不想守着一个随时会炸的定时炸弹。想到这儿，林夕稍微松了口气，既然暂时出不了乱子，那就先看看眼前的庆典吧。不得不说，这庄园布置的确实气派，连路过的人都看呆了。为了参加庆典，林夕一行人搬到了附近的别邸。本以为只是个临时落脚点，结果这房子的规模简直大得离谱，这哪是别邸啊，简直跟主宅不相上下。林夕忍不住感叹，埃克哈特家族这手笔确实让人没话说。这次出门，管家伊森、女仆贝蒂还有厨师基姆全都跟过来了，这排场摆明了是要在这儿常住。就在林夕四处打量的时候，肯德里克突然把他叫到一边，说是有个东西要送给他。那是一条非常精致的项链，吊坠上的宝石蓝得深邃，就像把一整片湖泊都浓缩在了里面。肯德里克看着林夕，神秘兮兮地问他想不想看点更特别的。还没等林夕反应过来，他随手打了一个响指，一团阴影瞬间包裹住了项链。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那团漆黑的影子里，项链竟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肯德里克解释说，这种宝石能吸收光线，越是黑暗的地方就越亮，只有在费尔南多领地才能找到。林夕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肯德里克一直记得他怕黑，所以才特意找来这件宝贝，好让他一个人待着时不再害怕。看着肯德里克温和的目光，林夕心里暖暖的，这种被人在意的感觉真的比宝石还要珍贵。林夕开心地收下项链，这可是肯德里克头一回送他礼物。还没等他稀罕够，别邸的管家约书亚就迎了出来。这位管家看起来温和又专业，他一边在前头带路，一边解释说，房间是家主特意叮嘱要好好布置的。推开房门的那一刻，林夕还是被眼前的奢华给惊到了，他忍不住小声嘀咕，自己好像越来越习惯这种大小姐生活了。不过这一路折腾下来，体力也确实到了极限，他一头栽进软绵绵的大床里。阿森，我真的好困啊！话还没说完，他就已经迷迷糊糊的睡熟了。林夕提议干脆一起睡个午觉，他还顺势伸出手问阿森要不要牵着手睡。阿森像是被踩了尾巴，想都没想就大声拒绝，这反应让林夕很不满，理由都还没听呢，怎么就说不行？林夕开始一本正经的解释，说能力在平时也会流动，只要2个人离得够近，治愈效果就能一直持续，所以牵手睡觉其实是为了帮阿森恢复身体。这逻辑听起来简直让人无法反驳。最后林夕还补了一刀，反正大家都才7岁，而且早就订婚了，牵个手又怎么了？这番话一出，阿森彻底没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林夕把这事说的理所当然。林夕歪着头问阿森到底答不答应，阿森最后还是没招了，只能小声嘟囔着，勉强同意了他的提议。2只小手就这样牵在了一起。林夕看着身边的阿森，心里却想起了以前，那时候他拼了命想治好他，只是因为害怕被这个家赶出去。但现在不一样了，在这里感受到的爱已经填满了他心里的恐惧，他不再是为了生存而努力，而是真心希望阿森能快点好起来。毕竟未来的日子还长，他还有好多有趣的事想要和阿森一起去完成。肯德里克叮嘱2个孩子走路小心点，别摔着，毕竟今天的庆典人多的简直挤不动，他得先去准备开幕式，就把林夕和阿森交给了神殿的侍从带路。侍从一边领路一边说，已经给继承人们准备好了休息室，蛇族的凯恩大人也在里面。听到蛇族这2个字，林夕心里咯噔一下，传闻那个部落的人可都带着剧毒。推开门一看，凯恩正一个人在那看书，林夕心里直犯嘀咕，不知道这家伙好不好相处。他主动上前打了个招呼，凯恩抬头问，你们是谁？阿森和林夕报了名字，还特意强调大家都是同岁。凯恩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我是凯恩。这下屋里彻底没声了，气氛尴尬的让人想逃跑。林夕实在受不了这种沉默，只能硬着头皮找话题，问他以前有没有参加过庆典。林夕本来还想聊聊街上的美食，结果凯恩一脸嫌弃地吐出2个字，不卫生。他甚至觉得路边摊既丢人又没教养，还搬出父亲那套理论，说就不该跟外族人打交道。阿森这下彻底听不下去了，直接回怼说，那你干脆什么都别吃，搞得自己像喝漏水长大的一样。凯恩被怼得没话说，冷冷的表示参加完仪式就走，谁稀罕待在这。就在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了，利奥娜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盯着屋里的几个人大喊，我知道你们是谁。
利奥娜一进门就热情的不行，直接认出了林夕和阿森的身份。她自我介绍说是失族的成员，是替哥哥来参加庆典的。林夕看着他那尖尖的小虎牙，心里暗暗感叹，不愧是食肉动物，这活力真不是盖的。结果凯恩在旁边冷冷的插了一句，让他别这么粗鲁，还说有这种朋友真丢人。利奥娜可不惯着他，当场就跟他吵了起来。既然凯恩这么难相处，那干脆别当朋友了。他一把搂住林夕和阿森，大声宣布，从现在开始我只跟他们2个玩。凯恩气得站了起来，翻旧账说利奥娜以前还求着跟他做朋友，利奥娜却一脸无所谓，还吐槽凯恩学父亲说话的样子真讨厌。他拉着林夕就要走，完全不想理那个傲娇怪。林夕被夹在中间，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阿森突然伸手拉开了利奥娜，语气冷冰冰的，让他别这么粘人。没看出来林夕已经很不自在吗？林夕心里直打鼓，总觉得今天的阿森格外严肃，甚至有点让人害怕。就在这时，守卫过来通知仪式要开始了，大家这才发现，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出发的时间。刚才光顾着打闹，阿森这才反应过来，时间已经不早了。他整理好礼服，绅士的向林夕伸出手，问他准备好出发了没。林夕笑着把手搭了上去，两人并肩走出大门，正式前往庆典现场。此时的街道上早就挤满了人，到处都是欢呼声和乐器声，热闹的不得了。随着肯德里克出现在露台上，全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肯德里克大人终于现身了，他站在高高的露台上，俯瞰着下面欢呼的人群，那气场简直让人不敢直视。林夕和阿森在台下看得目不转睛，这就是传说中的顶级贵族，每一个动作都透着威严。就在全场气氛达到顶峰时，台上的几位领袖突然出手，伴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他们竟然当众展示了自己的原型：白狼、雄鹰，还有威猛的狮子，各种强大的兽态瞬间填满了露台。这震撼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了。庆典最精彩的部分现在才真正拉开序幕，台上的神圣之光不断交织，最后竟然汇聚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屏障，把所有领袖都罩在了里面。外面的人根本看不清发生了什么。利奥内看着那个大黑球，心里直犯嘀咕，担心里面会不会出什么意外。伊森在一旁赶紧解释说，这是仪式最关键的一步，领袖们正在里面确认各自的神圣遗物，外人是不能打扰的。就在大家屏住呼吸等待时，林夕突然发现那个坚不可摧的屏障竟然裂开了。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屏障彻底碎裂，露出了里面毫发无伤的领袖们。林夕终于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全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这场神圣的仪式总算是圆满完成了。刚才那场仪式确实够震撼的。伊森看着意犹未尽的孩子们，特意叮嘱阿森，以后他也要像领主一样承担起这份神圣的责任。阿森看着领主消失的方向，心里也开始犯嘀咕，原来自己以后也要变得这么厉害吗？利奥娜这会儿急着回家找爸爸，挥着手跟大家约好，待会儿在中央神殿再碰头。折腾了大半天，林夕和阿森都累得够呛。这身华丽的礼服虽然好看，但穿着确实太遭罪了。伊森早就安排好了马车，打算先带他们回神殿，换上一身舒服的轻便衣服。毕竟真正的庆典才刚开始，不好好休息一下，待会儿哪有力气继续玩呢？林夕和阿森正跟着伊森往回走，打算赶紧把这身厚重的礼服换掉。结果还没走多远，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林夕下意识地停住脚步，整个人都愣了一下。这声音听着实在太耳熟了。他慢慢转过头去，看清来人的那一刻，忍不住脱口而出，喊了一声父亲。谁能想到亚瑟竟然会在这时候出现？他一开口就要带走林夕，说是有话要单独谈谈。明明神殿的事情已经结束了，这种压抑的感觉让林夕只想赶紧逃开。就在气氛最僵硬的时候，伊森直接挡在了前面，他语气冷静却不容置疑。既然大小姐不想去，那谁也别想把她带走。亚瑟这下彻底气炸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管家竟然敢拦他的路。伊森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手里握着家主的死命令，保护大小姐的安全才是现在的头等大事。亚瑟眼看硬得不行，转头就开始命令林夕，想拿父亲的身份强行压人。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一直听话的乖女儿竟然当众拒绝了他。以前的林夕只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但从这一刻起，这盘棋的走向已经不由他说了算了。林夕这次是铁了心要划清界限，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下了逐客令，让亚瑟赶紧消失。现在的他再也不是那个任由摆布的小女孩，更不会被三言两语就吓住。亚瑟还在背后歇斯底里，试图用父亲的身份强行施压，甚至还想用危险来恐吓他。可林夕连头都没回一下，他招呼着阿森和伊森，径直走向了属于自己的路。曾经那个高高在上的家主，现在只能对着他的背影咆哮，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对这颗棋子的掌控权，摆脱了那些凡人的束缚。林夕总算能像个普通女孩一样，在热闹的集市上逛逛，满大街新鲜的小玩意儿，还有刚才吃到的美味水果，让他把之前的不愉快全抛到了脑后。不过想低调出门是不可能了，身后这几位护卫骑士往那一站，简直比打广告还要招摇，走到哪都是全场的焦点。林夕嘴上说着尴尬，心里倒也觉得踏实，毕竟这总比一个人乱闯要安全得多。就在他打算继续扫街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直接叫住了他的名字。叫住林夕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一脸傲娇的凯恩。他一开口就没好话，嫌弃路边摊的东西没品味。旁边的利奥娜可不干了，当场就开始回怼，甚至后悔刚才没把他直接甩掉。
眼看这两个人又要掐起来，林夕赶紧出来打圆场，提议大家干脆分头行动，省得在大街上吵个没完。阿森在旁边看着这俩冤家，早就习惯了这种日常拌嘴，干脆假装没看见。可就在这时，阿森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突然停下了脚步，原本轻松的气氛一下子变了。林夕突然凑近阿森，盯着他仔细打量了半天，把阿森弄得手足无措，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了一会儿，林夕心里有了数，阿森这体质还是太弱了，才逛了这么一会儿就撑不住了。他当即决定结束行程。利奥娜在一旁还没玩够，正嘟着嘴满脸不乐意，毕竟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谁都不想这么快就回个家。就在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林夕脑子里灵光一闪，直接抛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干脆今晚谁都别走了，全都去埃克哈克府邸过夜。这话一出，连阿森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林夕竟然会主动邀请大家去家里住。听到林夕要带人回家，阿森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扯着嗓子让利奥娜回自己家去，那架势是100个不乐意。可利奥娜根本不吃这一套，几句话就把阿森问得哑口无言。既然阿森一个人回去会寂寞，那大家一起走不就结了？论磨人的功夫，谁也比不过这位大小姐。正好埃克哈特家的马车到了，利奥娜二话不说，拎起裙子就先钻了进去。林夕在一旁看得哭笑不得，只能跟着一起上车。毕竟利奥那这股子热情，谁也挡不住。阿森看着车里这两个不速之客，心里那叫一个郁闷。面对林夕的撒娇攻势，阿森最后那点坚持彻底崩了。既然林夕也想让大家一起去玩，他只能举手投降，真拿这位大小姐没办法。马车缓缓发动，凯恩虽然嘴上嫌弃路边摊没品味，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跟了上来。被利奥娜一顿调侃后，还在那儿理直气壮的嘴硬。林夕看着这几个打闹的同伴，无奈的笑了笑，觉得凯恩这性格简直像个小孩子。可就在他转头看向窗外的一瞬间，笑容突然僵住了。嘈杂的集市人群中，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格外扎眼。那个人混在人堆里，正悄无声息地朝着某个方向走去。林夕死死盯着那个背影，心里莫名升起一种不安。看到那个身影的一瞬间，林夕整个人都僵住了，一个名字脱口而出，难道是埃斯特？但他很快就摇了摇头，觉得自己肯定是看走眼了。他不停地安慰自己，就算真的是那个人出现了，周围还有这么多护卫守着，出不了什么乱子。没错，这绝对只是自己的想象。这只巨狼竟然一路跟到了露台，林夕和利奥娜这下彻底没退路了。更糟糕的是，低头一看，下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狼群和狮群正疯狂厮杀，而眼前这只野兽显然已经失去了理智，正一步步把他们逼向死角。林夕怎么也想不通，好好的府邸怎么会突然变成修罗场？就在这时，那只猎鹰依然在树梢冷眼旁观，仿佛在见证这场灾难的开始。阿基姆端上特制的节日面包，这可是只有庆典才能吃到的美味。林夕眼睛都看直了，直呼从来没见过这种好东西。难怪府邸上下今天这么热闹，连平日严肃的骑士们都能破例喝上一杯，这种欢快的气氛确实难得。伊森在一旁笑着说，只要小姐喜欢，阿基姆随时都能为您准备，这待遇简直没谁了。林夕听完高兴坏了，赶紧追问阿基姆以后能不能再做。可奇怪的是，这位大厨竟然当场愣住了，任凭林夕怎么呼唤，他都像丢了魂一样没反应。主厨阿基姆今天实在反常，平时从不露面的他，竟然亲自跑来送餐，还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林夕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堂堂大主厨怎么会突然缺人手到这种地步？他的解释听起来也支支吾吾的。利奥娜倒是没想那么多，正吃得开心，还想再要一份刚才的菜，可阿基姆却找借口把盘子端走了。看着他匆忙离开的背影，林夕心里直犯嘀咕，这顿饭吃的总让人感觉哪里怪怪的。不过利奥娜已经开始约着去玩牌了。利奥娜和林夕的关系倒是进展飞快，两人已经开始直呼其名了。可就在这轻松的气氛下，肯德里克终于回到了府邸。刚进门，他就察觉到了异样，门口竟然站满了狮族和蛇族的骑士。他立刻质问管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伊森还没来得及解释清楚，肯德里克就注意到大厅里竟然还站着一个陌生面孔，对方一身笔挺的军装，看起来英气逼人。他主动上前行礼，自称是赫塞兹的副官德伯拉。肯德里克看着眼前的德伯拉，语气里透着一丝疑虑。按理说，蛇族的孩子是绝对禁止与其他家族接触的。德伯拉赶紧解释，是因为林夕拥有罕见的治愈能力，上面才破例允许他们留宿一晚，明天一早就会带小少爷离开。既然是林夕请来的客人，肯德里克也没再多说什么，他交代了几句，便准备去书房，把剩下的空间留给这些年轻人。推开房门一看，刚才还闹腾的孩子们现在已经玩累了，正抓着扑克牌睡得东倒西歪。看着这副温馨又滑稽的画面，肯德里克原本严肃的眼神也难得变得柔和了一些。他低声吩咐德伯拉，把女孩们安顿到隔壁房间休息，别让这难得的安稳觉被吵醒。看着林夕这疼累了的小模样，肯德里克眼神里全是温柔，毕竟是第一次和同龄人玩得这么疯，这孩子确实是困坏了。他轻声叮嘱了一句好梦，便悄悄退出了房间。此时的府邸已经入夜，本该是一片安宁祥和，可没过多久，林夕就被一阵嘈杂声吵醒，外面乱哄哄的，听起来像是出了什么大事。他揉着眼睛坐起来，心里直犯嘀咕，利奥娜还在旁边睡得正香，到底是谁在门口闹出这么大动静？林夕听到门外有动静，还以为是女仆贝蒂在忙活，他一边推门一边小声提醒，生怕吵醒了刚睡下的利奥娜。可话还没说完，他整个人就定在了原地。走廊里哪有什么女仆，竟然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恶狼。
这畜生正流着口水四处嗅探。林夕吓得屏住呼吸，脑子里乱成了一团。这种地方怎么会出现这种怪物？更诡异的是，原本戒备森严的府邸，现在竟然连个守卫的影子都看不见。所有的骑士和仆人都去哪了？林夕知道现在绝不能出声，他必须趁着巨狼还没发现，赶紧叫醒利奥娜，想办法从这个鬼地方逃出去。林夕屏住呼吸，想要悄悄把门关上，可就在这节骨眼上，那只巨狼竟然直接撞了进来。这下彻底瞒不住了，林夕扯开嗓子大喊：“利奥娜，快醒醒！再不跑就没命了！”利奥娜还没搞清楚状况，揉着眼睛以为天亮了，结果一抬头，正对上巨狼那双发黄的眼睛。林夕拉起利奥娜，拔腿就跑，身后的怪物紧追不舍。走廊里全是沉重的脚步声，现在只能先往露台冲。林夕还以为这只是个过分的玩笑，试探着想让对方变回人形，结果眼前的巨狼发出一声怒吼，这下两个小姑娘彻底抓瞎了。林夕心里乱成一团，她本可以变身飞走独自逃命，可看着身边的利奥娜，她怎么也狠不下心把同伴丢下。这种时候讲义气，代价可能就是两个人都没命。就在这走投无路的关头，林夕突然注意到不远处的树影里竟然还藏着一个身影，那是一只目光锐利的猎鹰，他就这么静静地盯着树下。那是猎鹰骑士团，在拉尼罗，这可是只听命于父亲的亲信部队。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这？难道说他们的目标竟然是我？林夕终于反应过来，平时家里守卫森严，根本没机会下手，所以亚瑟才利用庆典作为掩护，甚至连狼群的失控恐怕都在他的计划之中，就是为了趁乱把我抓走。这根本不是什么偶遇，而是一场早就布好的局。林夕还在担心身份暴露，绝对不能在骑士团面前变身。可就在这时，身边的利奥娜却突然爆发了，她死死盯着前方，语气冰冷的让人害怕，竟然敢在休息的地方威胁我们。利奥娜伸出手，对着失控的巨狼下达了死命令：“给我听令！”原本狂暴的巨狼竟然在一瞬间被压制的动弹不得，这股力量难道是传说中的炎灵？林夕彻底看呆了，这可不是普通的魔法，而是只有家族首领才能使用的狮子族秘技，绝对服从。林夕大声呼喊着利奥娜的名字，试图唤醒她的理智，可局面已经彻底失控。利奥娜的绝对服从确实厉害，但眼前的巨狼实在太强了，他竟然顶着压力一步步朝两人逼近。利奥娜咬着牙说，他已经到极限了，根本压制不住这头巨兽。还没等林夕反应过来，巨狼已经彻底挣脱了束缚，猛地扑了上来，这下全完了，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就在巨狼扑向林夕的一瞬间，肯德里克及时赶到，他大声喝止了利奥娜，总算在最后关头把人救了下来。看到肯德里克出现，周围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看着这一片狼藉，显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好的庆典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赶紧上前确认林夕和利奥娜有没有受伤，虽然两人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林夕心里还牵挂着其他人，那些随从们呢？他们现在又在哪里？肯德里克带着林夕往前走，他说有些事还是亲眼看看比较清楚，眼前的景象简直让人头皮发麻。庄园里的人全都疯了，他们像是失去了理智的野兽，到处乱撞，完全控制不住自己。肯德里克怎么也想不通，这些随从都在庄园干了10几年，平时做事非常稳妥，怎么会突然集体暴走？更诡异的是，原本能压制狼族的炎灵，对这些发疯的人竟然完全没用。为了安全起见，只能先把他们全部关起来。林夕蹲下身子仔细观察，他发现这些人的唾液里竟然混着一些奇怪的紫色叶子，这东西看着眼熟，好像在书里见过，这难道就是一切混乱的源头？利奥内觉得很奇怪，既然庄园里的人都疯了，为什么偏偏只有他们几个没事？肯德里克也给不出答案，但他注意到林夕正盯着地面，像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线索。林夕指着那些紫色花瓣说，他在书里见过这种东西，这叫吉尔斯花。这种花毒性非常诡异，用量少会让人陷入昏睡，可一旦量大了，就会让人彻底丧失理智，变成只会攻击的野兽。肯德里克听完脸色一沉，这种花明早就灭绝了，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庄园里？如果林夕没看错，那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凶手肯定是把花毒混进了庆典的酒水和食物里。肯德里克因为没吃东西才躲过一劫，他猛地反应过来，一脸紧张地看向林夕和利奥娜。坏了，他们两个刚才吃过东西吗？林夕最担心的是这种毒到底能不能解。肯德里克告诉他，很久以前陆族确实研制出过解药。为了稳住局面，肯德里克打算立刻去找赫恩大师帮忙，但看着眼前的惨状，林夕心里却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自己拥有魔法，那是不是可以尝试亲手做出解药？就在这时，肯德里克带回了最新的消息，所有失控的兽人都已经被制服，暂时转移到了庭院里。林夕礼貌地向他道谢，肯德里克叫住了林夕，他一脸担心，因为一旦林夕在这里施展魔法，肯定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林夕心里很清楚，肯德里克是在担心拉尼罗的眼线，如果这场混乱真的是为了抓他而策划的陷阱，那他展现出的能力越强，对方就越不会放过他。可看着满地受伤的兽人，林夕实在狠不下心，他觉得如果这些人是因为他才受伤，那自己就必须负起责任。眼看有些兽人已经快撑不住了，林夕转过头，语气坚定地请求肯德里克让他现在就动手救人。肯德里克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但他反复叮嘱林夕千万不要勉强自己。林夕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这一步踏出去就再也没法回头了。林夕终于不再隐藏，他站在空地中央，双手开始凝聚耀眼的金色光芒，
他觉得这点力量还远远不够，必须把所有的魔力都调动起来。光团在手中越聚越大，照亮了整个黑夜。围观的利奥娜直接看傻了，他从来没见过林夕竟然拥有这么恐怖的能力。就在光芒达到顶峰的时候，半空中竟然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金色洒水壶虚影，笼罩了所有受伤的兽人。林夕看着眼前的杰作，露出了自信的笑容。既然力量已经攒够了，那就让这场奇迹彻底爆发吧。原本失控的野兽和巨蛇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人都在这一刻清醒了过来。德伯拉一脸懵，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凯恩赶紧跑向德伯拉，紧张地问他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哪里受伤。德伯拉虽然还没缓过神，但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他只想知道领的到底出了什么事。看着大家都没事，林夕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这次冒险真的成功了。肯德里克终于站了出来，他要求所有人立刻回房，明天中午会统一说明情况，在抓到幕后黑手之前，谁都别想离开这。他甚至要亲手设下结界。林夕看着眼前的局面，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虽然那些猎鹰肯定会去告状，但只要能救下大家，暴露力量也值了。可还没等他缓过劲来，身体就彻底透支了，整个人直接栽了下去。就在这关键时刻，阿森一个箭步冲了上来，死死接住了他。阿森一边责备林夕不小心，一边稳稳地把他护在怀里。林夕小声递到了线，心里却在后怕，刚才失控到连翅膀都露出来了。肯德里克走过来安慰他，说他这次真的辛苦了。利奥娜更是满眼崇拜，觉得林夕刚才简直强得离谱。不过肯德里克也很纳闷，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露出翅膀？林夕只能找借口说是因为体力透支才没压住兽态。利奥娜在旁边还想邀功，说要不是自己刚才拼命撑着，根本等不到叔叔赶过来支援。看着这一片狼藉，肯德里克当场拍板，庆典的事先往后放，现在最要紧的是把领地里的人全部排查一遍。林夕当时急得不行，非要亲手去救那些伤员。肯德里克本来想拒绝，毕竟这种事交给医生就行，可看着林夕那坚定的眼神，他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在心里感叹，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主见了。就在这时，肯德里克反手抓住了那只猎鹰，这可是拉尼罗派来的精锐眼线，看来对方为了抓走林夕，真的是彻底急疯了。不过这下正好，肯德里克正愁没地方问清楚这只送上门的猎鹰，刚好能让他把真相挖出来。肯德里克立刻开始排查庄园里所有人的行踪。伊森汇报说，除了厨师阿基姆，其他人的身份都没问题。这下线索全对上了，阿基姆完全有机会在饭菜里动手脚。肯德里克当场下令，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厨师抓回来。交代完这些，他转身走向了地牢，那里还关着几个潜入者，他要亲自去会会这些家伙。地牢里的潜入者已经撑不住了，在肯德里克的威压下，终于被迫露出了兽态原形。看着对方这副狼狈样，肯德里克冷笑着坐了下来。既然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那接下来的账咱们就要好好算算了。地牢里的潜入者还在嘴硬，叫嚣着说自己没什么好交代的，甚至还搬出背后的亚瑟大人，威胁肯德里克赶紧放人。肯德里克根本不吃这一套，冷笑着反问对方，抓几只乱飞的鸟还需要理由吗？要是现在把你们全处理了，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谁又能拿我怎么样？这一番话直接让对方哑口无言。肯德里克紧接着抛出核心问题，是不是亚瑟指使你们来绑架林夕的？看着对方气急败坏的样子，肯德里克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些人费了这么大劲搞破坏，就是想趁乱把林夕带走，尤其是见识过林夕的能力后，他们绝对不会轻易罢手。肯德里克察觉到不对劲，对方的计划显然出了岔子，不然他们不会被困在这里。可就在审问的关键时刻，地牢里突然传出阵阵冷笑，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这几个潜入者竟然同时倒地，大口大口的鲜血喷涌而出，场面一下子变得血腥失控。艾登急得想去叫林夕救人，却被肯德里克一把拦住，已经太晚了。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他们全都是死士。肯德里克看着地上的尸体，心里一阵发寒。为了抓走林夕，对方竟然不惜付出这么多条人命。就在这时，伊森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大喊家主。看他这副火急火燎的样子，显然是有了重大发现。肯德里克停下脚步，眼神瞬间变得凌厉起来。利奥娜这下彻底闹开了，说啥也不肯走，还想留下来继续跟林夕玩。阿森在一旁听得直皱眉，干脆让林夕以后别理他了，气得利奥娜当场跳脚。肯德里克可没心情看小孩子胡闹，他直接下了最后通牒，既然误会已经解开，所有人必须立刻回家。凯恩倒是听话，可利奥娜还在苦苦哀求，希望能再多留一会。肯德里克却冷冷地回了一句，让你们回去可不只是因为家里人担心。肯德里克态度非常坚决，领地现在出了意外，绝对不能再留外人待下去了。阿森也在一旁帮腔，催着大家赶紧各回个家，气得利奥娜直翻白眼。眼看气氛又要闹僵，林夕赶紧拉住利奥娜的手，温柔地安慰她，只要想见，以后随时都能再聚。听到这话，利奥娜总算露出了笑脸，约好下次还要找林夕一起玩。看着马车渐渐远去，林夕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只要这帮孩子能平安回家，比什么都强。庄园里现在乱成一团，仆人们正忙着修补墙纸，换掉那些被抓烂的沙发，想把那天的痕迹彻底抹掉。林夕本以为日子快恢复正常了，结果一转头就撞见阿森在偷偷练习异能，这下可把林夕急坏了。明明大人交代过不准乱动，阿森竟然还大开着房门。还没等两人争出个对错，阿森召唤出的那只小兽突然像发了疯一样，猛地冲出了房间。林夕心里暗叫不好，绝对不能让这小家伙跑出去，要是被别人撞见，事情可就真的闹大了。
谁能想到这只小兽不仅没往外跑，反而反手就把房门给锁死了。他还一脸得意地坐在那，好像在等着人夸奖他干得漂亮。这下林希和阿森都看傻了，难道阿森召唤出来的这个小家伙竟然拥有人类一样的智商？这要是真的，那阿森的能力可就太吓人了。与此同时，肯德里克正在书房里听取汇报。那个叫埃斯特的人底细已经被摸得清清楚楚。原来埃斯特有个病重的妹妹，为了治好她的肺结核，埃斯特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医生，可惜都没什么用。埃斯特之所以背叛，是因为拉尼罗拿他妹妹的命做筹码，答应帮他治病。肯德里克眼神冰冷，立刻下令彻查埃斯特和拉尼罗的所有联系，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他心里始终有个疑点，对方既然派出了精锐骑士团，为什么那帮孩子却毫发无伤？肯德里克反复推敲，终于发现对方算漏了一件事，那就是吉尔斯花的药效。对方原本打算用这种花让庄园里所有人陷入昏睡，然后再趁乱绑走灵犀，可他们没想到这种花的药力根本不够，孩子们只是睡了一觉，并没有完全失去意识。如果当时灵犀真的失控飞走，或者对方在地面强行抓人，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看来这帮家伙对药效的理解出了大错，才让灵犀躲过了这一劫。肯德里克终于想通了，这种花吸多了根本不会昏睡，反而会让兽人彻底发狂。当时地面上全是失控的狼群，对方的猎鹰根本不敢降落。之所以选这种罕见的毒花，就是赌大家没见过，根本没有防备。可就在亚瑟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了回来。守卫战战兢兢地报告，灵犀小姐竟然出手了。她用那种不可思议的治愈能力，把几百个发狂的仆人全救了回来。听到这个消息，亚瑟气得猛地一拍桌子。亚瑟彻底破防了，他根本不敢相信，一个7岁的小女孩竟然能凭一己之力救下几百个人。更让他想不通的是，这种让兽人发疯的剧毒，连他们家族的秘术都解不了。灵犀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守卫低着头不敢吭声，但事实就摆在眼前，灵犀不仅做到了，还把他的计划搅得稀碎。亚瑟越想越气，为了这次行动，他甚至动用了沉睡100年的秘药，本以为万无一失，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转头看向旁边的埃斯特，语气里全是火药味，想让这个老家伙给个交代。可谁能想到，埃斯特不仅没被吓住，反而冷冷地回怼了一句，说亚瑟只顾着带女人逛庆典，连家里的天塌了都不知道。这下局面彻底反转了，原本想兴师问罪的亚瑟，反而成了那个最可笑的人。埃斯特说话一点没留情面，直戳亚瑟的痛处，说他就算动用了禁药，手下那帮精锐也还是像废物一样。亚瑟听得火冒三丈，当初要不是为了夺回被偷走的东西，他根本不会给埃斯特这种地位。结果现在倒好，埃斯特竟然把时间都花在一个垃圾身上。他恶恶地瞪着旁边的舒维尔，觉得为了这么个小女孩耽误大事，简直是不可理喻。可埃斯特根本不在乎他的愤怒，反而慢条斯理地分析起来。如果药效发挥正常，庄园里的人早就该全军覆没了。他甚至反过来提醒亚瑟，与其在这里发火，不如先去审问那个暴露的间谍。埃斯特拍了拍舒维尔的肩膀，语气里透着一股让人胆寒的冷静。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想把灵犀抓回来，他手里还有的是筹码。贝蒂正忙着打扫房间，要把床单换成最蓬松的，连一丝灰尘都不能留下，毕竟这里是灵犀小姐休息的地方。就在他擦拭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地板上有点不对劲。这是什么？一根红色的长发。贝蒂愣住了，难道是利奥娜小姐的？不对，利奥娜小姐的头发是橘色卷发，跟这根完全对不上。更诡异的是，她接着在房间的各个角落，甚至连床底下和垃圾桶里都发现了这种红发。这下事情变复杂了，这种长度和质地的头发为什么会故意藏在房间里？肯德里克看着手里的红发，陷入了沉思。这东西竟然是在灵犀房间里发现的，而且数量还不少。贝蒂在一旁解释，这发质跟利奥娜小姐完全不同，显然是属于另一个人的。而且灵犀最近的状态确实有点反常，在这一族里，普通孩子10岁才会开始兽化，可灵犀7岁就成功了，这比同龄人整整早了3年。肯德里克突然明白了什么，他看着那团红发，嘴角微微上扬，看来这不是普通的掉发，而是灵犀已经开始进入换毛期了。肯德里克这才反应过来，难怪灵犀最近梳头时总是心不在焉，原来是因为要换毛了。这段时间忙着家族会议，差点错过了这么重要的时刻。他立刻吩咐贝蒂去把阿森也叫过来，在换毛彻底完成之前，必须得好好庆祝一下。既然是大日子，那给灵犀的礼物也得提前准备好。另一边，贝蒂正细心地帮灵犀梳妆，今天要去神庙参加祭典，这可是家族首领亲自带队。灵犀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今天的贝蒂在打理他头发的时候，好像比平时要慢得多。难道是我想多了？总觉得最近有点不对劲。贝蒂笑着说：“小姐，打扮好了，您还满意吗？”灵犀道了声谢，可贝蒂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心里咯噔一下。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千万别把头发弄乱了。大日子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连灵犀自己都不知道。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大殿里的气氛已经降到了冰点。肯德里克正和人争执不下，对方显然在故意拖延时间。看着眼前这剑拔弩张的局面，灵犀彻底懵了，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原本只是想跟着肯德里克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结果刚一进门，他就直接跟对方摊牌了。肯德里克猛地一拍桌子，大声质问灵犀和阿森的结婚许可，你们到底还要拖到什么时候？灵犀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贝蒂口中的大日子竟然是这件事。在2大势力联姻的规矩里，如果没有神殿的许可，这门亲事
就不算数。肯德里克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他盯着眼前的祭司，语气冰冷：“如果今天拿不到许可，我就直接去找教皇，到时候谁的面子都不好使。”看来这次他是铁了心要个结果了。肯德里克今天的态度异常强硬，直接把林希和阿森带到了神庙。虽然教皇身体不是没能露面，但该办的手续一点都没耽误。祭司拿出一份厚厚的文件，要求2个孩子在上面签字按手印，这就是传说中的库努特誓约。说白了，这是一份受神明保护的绝对契约，一旦签了字，在成年之前谁都别想反悔。而这正是2家为了稳固娃娃亲特意准备的枷锁。阿森拿起笔，乖乖在上面签了名，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名字后面为什么会有2个方框？祭司拿出了契约书，只要在上面按下手印，这门亲事就算彻底定下了。肯德里克带着阿森走上前，手把手教他沾上蓝色墨水，在纸上重重地按了下去。瞬间，契约书上燃起了幽蓝色的火焰，这就是传说中的库努特誓约，一旦生效，就再也没有反悔的余地。阿森兴奋地喊着好神奇，可轮到林希的时候，他却犹豫了。只要这一个指印按下去，他和阿森就真的要成为夫妻了。既然名字已经签好了，剩下的就是最后一步，按上手印。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谁知道这流程还没走完，官员突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他听说林希可以变回动物形态，所以除了指纹，还得再补一个爪印。这下可把林希难住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只能硬着头皮当场变身。随着一阵烟雾散去，刚才那位优雅的大小姐瞬间变成了一只圆滚滚的小黄鸟。变身之后，林希才反应过来，自己现在只有爪子没有手指，这手印到底该怎么按？关键时刻还是肯德里克靠谱，他温柔地捧起这只小黄鸟，帮他在契约书上踩下了印记。本以为这下总算大功告成，林希正想开口道谢，契约书上却突然烧起了蓝色火焰。这突如其来的异象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变了脸色。就在大家以为契约完成的时候，现场突然传出一声惊叫，原本平静的蓝色火焰竟然瞬间转红，这火苗越烧越旺，仿佛要把整张契约书都吞下去。肯德里克立刻察觉到事情不对劲，官员也被这阵仗吓得够呛，他活了这么久，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怪事。难道是这份文件出了什么问题，还是说这场婚礼从一开始就不被允许？看着契约上诡异的红光，阿森心里总觉得毛毛的，他赶紧把林希护在手心里。官员也察觉到不对劲，想把这份文件带回去重新检查，可肯德里克却根本不答应。他心里很清楚，要是现在让对方把东西拿走，这婚约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他态度强硬地拦住官员，要求现在就盖上最后一枚印章，哪怕这契约看起来已经快要失控了。官员还想拿教皇生病当借口，说现在根本没法盖章，可肯德里克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笑着说要亲自去见教皇，就算对方动弹不得，他也会帮教皇把印章盖上去。这番话把官员吓得够呛，谁也没想到他为了这份契约竟然能疯到这种地步。没过多久，肯德里克就带着签好字的文件走了出来，看着契约书上散发的金光，就算是不懂行的人也能看出来，这份神圣的誓言已经彻底生效了。林希坐在马车里，还有点发懵。从这一刻起，他正式成为了这个家族的一员。他偷偷瞄了一眼身边的阿森，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不真实。明明字都签了，怎么反而更紧张了？就在2人各怀心思的时候，肯德里克突然在一旁开了口，说：“既然手续都办完了，那就准备办婚礼吧。”这句话就像个晴天霹雳，把这2个小家伙直接给整不会了。毕竟在他们看来，这进度条是不是拉得有点太快了？肯德里克接着又抛出一个重磅消息，既然2人已经是正式夫妻了，那房间自然也得合并到一起。还没等林希反应过来，阿森竟然直接问了一句：“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要睡同一个卧室？”林希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种话居然会从阿森嘴里先说出来。肯德里克倒是笑得很开心，还顺便提起了林希之前握手陪睡的事。这下林希可是百口莫辩了，既然之前为了治病都能住一起，那现在名正言顺结婚了，继续共用一个房间也就顺理成章了。看着阿森半天不说话，林希干脆直接凑过去问他，是不是根本不想跟自己住在一起？阿森这下更局促了，他小声嘟囔着说：“不是不想，可就是低着头不敢看林希一眼。”林希可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结果把阿森急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坐在一旁的肯德里克早就看穿了一切，他笑着调侃阿森又在想办法蒙混过关，甚至还补了一刀，说自己已经开始期待接下来的婚礼了。看来这2个小家伙的同居生活注定会非常热闹。肯德里克带着林希终于回宅了，这阵仗一看就是最高规格的欢迎。贝蒂赶紧迎上来嘘寒问暖，生怕这位小祖宗累着，连家里的管家都赶紧改了口，现在得叫少夫人了。肯德里克温柔地说：“回主宅之后，婚礼有的忙了，今天先好好休息，晚上还有专门为你准备的烟花。”林希整个人都愣住了，烟花？贝蒂一边倒茶一边念叨，说在节日最后一晚对着烟花许愿，那是相当灵验。林希听得眼睛都亮了，在这儿看应该能看得清清楚楚吧？贝蒂点点头说：“到时候烟花会铺满整个天空，可惜现在外面太乱，不然去街上近距离看才叫过瘾。”林希心里其实很清楚，因为之前闹出的那些事，拉尼罗家族正满大街找机会想抓他，现在出门就是自投罗网。他懂事的安慰大家，其实在家里看也挺好的。接着转头问阿森：“你想好要许什么愿了吗？”阿森没直接回答，反而把问题抛了回来：“那你的愿望又是什么？”林希拖着腮帮子想了半天，认真的对阿森说：“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快点好起来。”
他觉得自己现在特别知足，因为最想要的已经实现了，所以剩下的这点心思全都在阿森身上了。林夕不依不饶地追问：“我都说了，你的愿望到底是什么呀？”阿森沉默了一会儿，看着眼前的林夕，其实他的愿望早就写在脸上了，只要他能一直这么开心就够了。可话到嘴边，阿森却端起茶杯卖了个关子，说这是个秘密。林夕这下可不干了，直呼这不公平，哪有这种说话说一半的？阿森看着他闹腾，心里却在想：傻瓜，我的愿望不就在这儿坐着吗？贝蒂急匆匆跑进来，指着窗外大喊：“少爷小姐快看，烟花开始了！”这一刻，整片天空都被彻底点亮。传闻果然没骗人，这景色简直绝了。阿森都看入迷了，可旁边的林夕却被吓得不轻，直接在桌上炸了毛，呆在那儿一动不动。阿森赶紧伸出手，想让这个小家伙安稳一点，别被外面的动静吓坏了。可林夕心里却在犯嘀咕：烟花这么亮，他这身刚换出来的红毛，怕是藏不住要露馅了。林夕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反正已经签了契约，就算这身红毛被发现了，他们也没法赖账把他赶走。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阿森温柔地把他捧在手心，动作轻得像是在呵护什么宝贝。看着漫天炸开的烟花，阿森终于想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站在阳台上，任由光影在身上流转。这一刻，他不再犹豫。而此时此刻，林夕也在心里默默祈祷，只要阿森能平平安安，不再受病痛折磨，就是他最大的心愿。烟花之下，每个人都在对着星空许愿。阿森只求能摆脱诅咒的折磨，而林夕最担心的是怕大家发现他的身份后会讨厌他。画面一转，在拉尼罗府邸，气氛瞬间变得压抑起来。盖尔一脸凶狠地挡住去路，张口就是一句恶毒的咒骂。他死死盯着眼前的舒维尔，质问他是不是又偷偷溜出去看庆典了。舒维尔低着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说庆典明天就要结束了，自己只是想最后再去一次。看着盖尔这副要吃人的样子，盖尔根本不在乎舒维尔的解释，他步步紧逼，嘲讽舒维尔不过是个卑微的下人，现在竟然敢在领地上到处撒野，甚至还摆起了大小姐的谱。就在他指着舒维尔的鼻子，准备说出更难听的话时，埃斯特冷冷地打断了他，让他适可而止。紧接着，马车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戴着面具的埃斯特竟然主动开口，说带舒维尔去看烟花是他的主意。他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让盖尔别再这么咄咄逼人。既然舒维尔还有任务在身，不如现在就放他去休息。这下轮到盖尔哑口无言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会有人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给舒维尔撑腰。盖尔虽然心里100个不乐意，但也只能骂骂咧咧地转身离开，毕竟有那个人在场，他再怎么嚣张也讨不到便宜。舒维尔对埃斯特非常恭敬，轻声提议先回去休息，可对方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再次降到了冰点。埃斯特冷冷地提醒他，今晚的工作还没结束，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画面一转，格伦妮正抱着玩偶独自坐在床边，眼神里满是无助，而舒维尔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埃斯特的声音再次响起，像是一道无法违抗的死命令，他要求舒维尔必须动用能力去治愈那些所谓的病人。回到公爵府的第一天，阿森还沉浸在祭典的快乐里，甚至想明年再去一次。肯德里克听完笑了笑，随口就抛出一个重磅炸弹，既然喜欢，那就直接在府里挖个人造湖吧。这还没完，他甚至要把这个湖当成送给林夕的结婚礼物。阿森在旁边赶紧补了一刀，光有湖可不行，还得再买艘漂亮的船。看着这两个人一唱一和，林夕彻底凌乱了，这剧本不对劲啊，当初的协议里可没说还有这些。肯德里克这送礼的架势简直要把林夕吓坏了，听说他喜欢骑马，反手就要在府里建个马场。林夕赶紧摆手拒绝，之前的项链和衣服还没穿完呢，结果人家压根没当回事，直说那些只是日常用品，根本算不上结婚礼物。这下林夕心里更虚了，自己什么都没付出，甚至连阿森的病还没治好，拿什么去回报这份厚礼？可肯德里克却笑了，他说林夕明明有东西可以给，而且现在就要，那就是先改个称呼。肯德里克突然要求换个叫法，这可把林夕给难住了，到底怎么叫才算合适呢？他试探着喊了一声全名，结果肯德里克眉头一皱，显然对这个生疏的称呼不满意。林夕的小脑袋瓜飞速运转，既然要好听，那加个形容词总没错吧？他憋了半天，竟然冒出一句：“帅气的肯德里克大人。”这下轮到公爵大人没绷住了，本来想要个名分，结果却得了个夸奖，叫大人实在是太见外了，得换个更亲近的称呼才行。林夕想了半天，突然灵光一闪，对着肯德里克大喊了一声：“叔叔！”这一声叔叔，差点没把公爵大人当场送走。阿森在后面笑得直不起腰，肯德里克整个人都无语了。看着林夕那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肯德里克终于不再绕圈子了。他摸着林夕的头说：“你应该叫我父亲，我亲爱的儿媳妇。”林夕终于鼓起勇气，脆生生地喊了一句：“父亲。”肯德里克倒是很体贴，说要是觉得别扭，可以慢慢来。他不打算强迫孩子。可林夕这回是真想通了，既然进了这个家，改口也是迟早的事。看着肯德里克满意的样子，林夕心里暖洋洋的。他甚至开始觉得，也许那个关于蜕皮的秘密，也可以找机会告诉他。毕竟在这个男人面前，他好像真的可以放下所有防备。看着大家对自己这么好，林夕心里暗暗下了决定，既然要成为一家人，那就要拿真心换真心。可还没等他开口坦白秘密，阿森突然提到了一个人，那个叫阿基姆的随从，最近好像彻底失踪了。林夕这才发现气氛不对，周围人的神情都透着古怪，像是出了什么大事。肯德里克停下脚步，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接下来的话，你们听了千万别太吃惊，关于阿基姆的真相，远比想象中要残酷。
深夜的城堡死一般寂静，林夕在睡梦中并不安稳，像是被什么可怕的东西缠住了。他猛地抓紧被角，整个人从床上惊坐起来，大口喘着粗气。过了好半天，他才反应过来，刚才看到的那些画面，原来只是一场噩梦。可那种真实到窒息的感觉，却怎么也挥之不去。林夕怎么也想不通，那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阿基姆，怎么会是整件事的幕后黑手？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屋里的灯突然灭了，四周黑漆漆的一片，让他心里直发毛。他赶紧摸黑翻开抽屉，找出了肯德里克送的那条项链，只有把它戴在身上，他才能感觉到一点安全感。本以为这下总算能安心了，可就在项链贴近胸口的一瞬间，林夕突然愣住了，这上面怎么会冒出这种东西？林夕低头一看，整个人彻底僵住了，原本的一头金发里竟然长出了这么多扎眼的红头发。他最近一直戴着面纱遮掩，根本没发现这东西长得这么快，这要是被别人看见，他的身份可就全暴露了。他慌乱地伸手去拔，可红头发就像野草一样，越拔越多，根本就清理不干净。就在他急得不知所措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声音：“大小姐，您怎么还没休息？”这下糟了，门要是被推开，他就彻底藏不住了。怕什么来什么，贝蒂偏偏这时候推门进来，这下想躲也来不及了。贝蒂一脸疑惑地问：“小姐，怎么还没睡？难道是在拔自己的头发吗？”林夕手里攥着头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本来打算找机会坦白，谁能想到秘密竟然会以这种方式曝光。林夕心里的恐惧根本藏不住，这红发就像个甩不掉的诅咒，要是早点坦白就好了，万一被罚现实骗婚，所有人都会讨厌他吧。越想越觉得委屈，这种事根本不是他能选的，最后还是没忍住哭了出来。贝蒂心疼坏了，赶紧把他搂进怀里安慰：“别怕，有我在呢。”贝蒂还在轻声安慰，说这里已经安全了。可林夕心里的坎根本过不去，他实在没有勇气说出真相。如果坦白了，会不会再次被大家抛弃？那种滋味，他真的不想再受一遍。就在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林夕，出什么事了？”肯德里克竟然被哭声引过来了，他站在门口一脸疑惑，显然是听到了动静。这下麻烦大了，不仅是贝蒂，连男主人都被惊动了。贝蒂赶紧解释说，小姐只是做了个噩梦。肯德里克听完没多说什么，直接吩咐贝蒂先退下，他要亲自陪着林夕。看着贝蒂离开的背影，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肯德里克轻声唤他过去，林夕乖乖靠近他怀里。这一刻，那种莫名的安全感又回来了。他看着手里攥着的红发，心里终于做出了决定，既然他都已经看到了，干脆就把真相全告诉他吧。与其一直担惊受怕，不如赌一把，看看他到底会怎么选。林夕深吸一口气，终于开口了。他说自己有个秘密要坦白，其实他已经开始换毛了，还一脸愧疚的道歉，说不该瞒着他这么久。结果肯德里克听完，不但没生气，反而一脸淡定的说：“没关系，其实我早就知道了。”这句话简直像个晴天霹雳，林夕整个人都懵了。原来自己费尽心思藏了半天，在人家眼里全是透明的。他结结巴巴地追问，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肯德里克笑了笑，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让林夕看看自己手里，林夕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一直死死攥着证据。肯德里克顺着话头往下问，这种换毛的情况持续多久了？林夕老老实实交代说，其实刚来这里的时候就开始了。肯德里克听完只是点了点头，语气平静的让人意外。林夕心里直打鼓，他觉得现在头发掉的这么多，肯定是再也藏不住了，于是小心翼翼的试探，问他难道一点都不生气吗？肯德里克反问了一句：“我为什么要生气？”这一句话把林夕给问住了，他心里其实乱得很，毕竟自己一直瞒着不说，还偷偷把头发拔掉藏起来。最关键的是，这些可都是红色的头发呀，在他的认知里，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麻烦。可肯德里克的态度怎么就像在听一件家常小事？肯德里克突然严肃起来，让林夕抬头看着他。林夕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额头上就挨了轻轻的一记，这一下把他给弹懵了。他甚至怀疑肯德里克大人是不是在打他，刚才那点紧张的情绪全被这一指头给弹飞了。肯德里克看着他这副样子，语气变得温柔又坚定，他让林夕振作一点，别再为了红羽毛的事纠结。他说这根本没什么好羞耻的，尤其是在他们狼族眼里，这反而是种特别的存在。林夕听得一头雾水，肯德里克干脆把话挑明了，他说所谓的红羽毛诅咒，其实只在鸟族那几个小圈子里转。据说很久以前，有一只红羽毛的鸟动用了禁术，结果招来杀身之祸，连累整个种族都差点灭绝，这才让红羽毛成了鸟族的心理阴影。但在肯德里克看来，这纯粹就是自己吓自己。他告诉林夕，狼族从来不信这一套，甚至还举了个例子，说隔壁熊族的皇室成员个个都长着一身红毛，人家不仅没觉得被诅咒，反而过得风生水起。肯德里克笑着反问，如果红毛就是诅咒，那整个熊族岂不是全完蛋了？他告诉林夕，第一次换毛其实是件大喜事。不过说起这个，他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原来他早就猜到林夕在干什么，只是没想到这傻姑娘竟然真的对自己下手拔头发。肯德里克把林夕搂在怀里，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认真。他让林夕一定要记住，不管他的头发变成什么颜色，哪怕以后再也没有治愈能力，埃克哈特家也永远会支持他。大家对他的爱，从来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鸟族，更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用处，仅仅是因为他就是林夕而已，是那个最真实、最可爱的女孩。他也很坦诚，说自己可能永远无法理解林夕内心深处到底在怕什么。毕竟种族不同，有些恐惧很难感同身受。但他接下来的举动却给了林夕最足的安全感。他以埃克哈特家族的名义郑重地许下了誓言，
他轻轻牵起林夕的手，在手背上落下深情的一吻。这是狼族最高规格的承诺信物，一旦给出，就绝对不会反悔。他向林夕保证，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他都会拼尽全力保护她，永远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这一刻，林夕终于不再是孤身一人了，因为他身后站着整个狼族最强的后盾。肯德里克轻声安慰林夕，让他别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说他完全有资格放下心里那些沉重的负担。林夕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种话他以前在自己家里连听都没听过，更别说感受到这种分量了。他靠在肯德里克怀里，只觉得心里暖洋洋的。虽然他到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这个男人会给他如此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宠溺，但有一件事他非常确定，那就是他已经彻底爱上了埃克哈特这个温暖的家。林夕在心里暗暗发誓，既然大家给了他这么多爱，那他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守护和回报每一个人。治好阿森的病，就是他能给出的最好礼物，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让阿森彻底康复。可就在他下定决心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低头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他的指尖竟然冒出了一阵诡异的红光，而且还在不停的闪烁。这股突如其来的力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林夕心里顿时泛起了嘀咕，这道红光到底预示着什么？明明自己的力量是绿色的，这手心冒出的红光到底是从哪来的？林夕还没反应过来，肯德里克已经凑到了跟前，看他这副淡定的样子，难道刚才那一幕只有林夕一个人能看见？林夕赶紧掩饰，下意识喊了一声父亲。肯德里克听完直接笑了，看来这小丫头终于开始适应这个新身份了。本以为刚才只是幻觉，结果肯德里克突然提到林夕的换羽期已经开始了，甚至以后还会长出红头发。这下林夕彻底坐不住了，红头发配绿眼睛，那画面简直不敢想。可肯德里克却一脸宠溺，在他眼里，自家的宝贝儿媳怎么看都漂亮。就因为林夕担心变丑，肯德里克竟然要把家里所有的镜子全部砸掉，还要通通换成新的。看他这认真的样子，林夕这下彻底傻眼了，这哪是开玩笑，这简直是宠儿媳宠过头了。肯德里克温柔地叮嘱，要是晚上害怕了，随时可以去他的房间，甚至还像考试一样确认林夕记不记得路。林夕迷迷糊糊地回答着，感觉眼皮越来越沉，明明刚才还在担心头发，现在却困得不行。肯德里克轻轻拍着他，语气里全是宠溺，既然累了就好好睡吧，在这个家里没人能再伤害他。贝蒂急匆匆地赶过来，手里还拿着个冰袋，说是要给林夕消消肿，毕竟昨晚闹了那么一出，这脸蛋确实的好好敷敷。林夕本来觉得自己好多了，结果贝蒂一句话直接让他哑口无言。原来在别人眼里，他刚才的样子简直没法看。虽然冰袋冷得让人打哆嗦，但林夕心里却在犯嘀咕，贝蒂明明也吓得不轻，却一个字都没提昨晚的事。这下林夕全明白了，贝蒂这是在故意装傻呢，就是为了不让他有压力。这份体贴比手里的冰袋要暖心多了。林夕最后还是决定跟贝蒂彻底交个底，毕竟昨晚最狼狈的样子全被这姑娘看在了眼里，再瞒下去也没什么意义。本以为贝蒂会很惊讶，结果这姑娘半天没说话，只是低着头一步步走过来，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压抑。还没等林夕反应过来，贝蒂一把将她死死抱住，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这下轮到林夕猛了，明明是自己在受罪，怎么贝蒂哭得比谁都伤心？原来贝蒂早就发现了，这段时间林夕一直在掉头发，她心里其实早就有数，只是不敢往那方面想。看着贝蒂哭成个泪人，林夕心里那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原来在这个家里，真的有人在偷偷心疼她。贝蒂拉着林夕的手，轻声细语地安慰着，说这只是长大的必经之路，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一关，没什么好担心的。看着贝蒂那认真的样子，林夕心里暖洋洋的，两人甚至还开起了玩笑，刚才那种压抑的气氛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可聊着聊着，贝蒂突然提了一嘴，说是公爵大人已经下令要把府里所有的镜子全换了，这效率简直惊人。林夕这下彻底傻了眼，他原本以为肯德里克只是随口说说哄他开心，没想到这位大佬竟然真的动了真格。看来以后在这个家里说话真的得加倍小心了。肯德里克这办事效率真是让人没话说，不仅大镜子全换了，连林夕手里的小镜子都没能逃过被替换的命运。就在这时，外头传来了热闹的动静，利奥娜带着凯恩和安西亚大包小包的赶了过来，说是这种大喜的日子，他们绝对不能缺席。利奥娜这小姑娘更有意思，一边递上精挑细选的贺礼，一边还凑到林夕耳边说悄悄话，说是2份礼物，林夕要是喜欢就全自己留着，压根没打算给新郎留份儿。林夕正被逗得不行，身后突然传来个幽怨的声音，阿森一身正装，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看这架势，阿森这是吃醋了呀，毕竟这可是2个人的婚礼，怎么大家伙儿眼里好像就只有林夕一个人呢？利奥娜和阿森这对冤家一见面就开始斗嘴，谁也不肯让着谁，气得阿森直摇头，吐槽这小姑娘实在是太幼稚。可一转头看向林夕，阿森的语气瞬间就软了，直勾勾地盯着人家看，还特别直白地夸了一句，说林夕今天这身打扮简直美呆了。林夕也没不好意思，大大方方地夸了回去，说阿森今天也帅得不行，连头发丝儿都透着精致。这2人旁若无人的互夸，简直要把周围的人都给填酷了。旁边的利奥娜和凯恩实在是有点没眼看，忍不住在旁边阴阳怪气，说这2人肉麻的让人受不了。阿森被说的有点挂不住脸，干脆让这帮损友赶紧闭嘴。就在大家闹成一团的时候，凯恩和安西亚也送上了贺礼。贝蒂正好捧着鲜花推门进来，看着屋里
这副热闹的景象，这场备受期待的婚礼总算是要正式拉开序幕了。贝蒂一边忙活着手里的花环，一边给林夕讲起狼族的传统，说是这种大喜的日子必须得用开的最漂亮的花，亲手编成花冠戴在头上。这可不只是为了好看，更代表着新娘子就像这一年里最美的花儿一样，是全族人手心里的宝贝。贝蒂细心的把花冠稳稳的戴在了林夕头上，看着镜子里精致的人儿，林夕也没忘了夸夸身边的小伙伴，说利奥娜和安西亚戴上花环也跟小仙女似的。既然大家都已经打扮妥当，那接下来的重头戏可就要正式登场了。随着一声提议，所有人开始朝着礼堂出发。这地方美得简直不像话。林夕看着满园的蓝色花海，甚至不敢相信，这竟然就是自己的婚礼现场。阿森笑着说：“为了这一天，大家可是费了不少心思。”林夕感叹道：“感觉全世界都在为我们庆祝。”肯德里克看了看四周，低声问道：“大家都入座了吗？既然一切准备就绪，那仪式现在正式开始。”伴随着悠扬的乐曲，这场备受瞩目的婚礼终于拉开了序幕。肯德里克庄重地宣布，请林夕和阿森面对面站好。林夕这才发现，平时的阿森现在竟然紧张的动都不敢动，明明之前都亲过了，怎么到了正式场合，他反而像变了个人？肯德里克深吸一口气，郑重地念出两人的名字，接下来的誓言将决定他们的一生。在众人的见证下，神圣的誓言响彻礼堂。你们是否愿意余生只爱彼此一人？林夕坚定地回答：“我愿意。”阿森紧随其后，给出了同样的承诺。这一刻，林夕看着眼前的少年，总觉得今天的他比平时还要亮眼。随着礼炮声响起，漫天花瓣落下，大家都在欢呼道喜，庆祝这对新人的诞生。林夕刚想帮他拿掉头发上的彩纸，却又突然停住了手，笑着说：“就这样吧，现在的你看起来更帅了。”阿森最后还是妥协了，任由林夕帮他清理头发。就在这时，利奥娜风风火火地冲了过来，他一把抱住林夕，兴奋地嚷嚷着：“今天的你简直美呆了，看得我都想结婚了。”利奥娜转头看向凯恩，半开玩笑地说：“要不咱俩也结个婚试试？”谁知道凯恩反应特别大，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以为结婚是小孩子过家家吗？”利奥奈撇了撇嘴，觉得他这人真是太无趣，干脆摆摆手说：“算了，我才不要嫁给你这种怪胎。”这下凯恩彻底急了，凭什么你一个人就把婚退了？两人当众吵得不可开交。看着这对欢喜冤家，林夕在一旁哭笑不得，好好的婚礼现场怎么突然就变了画风？眼看那两个小冤家没完没了，林夕终于忍无可忍，大吼一声让他们赶紧闭嘴。喧嚣散去，林夕直接累瘫在床上，阿森也跟着倒在一旁，两人现在只想倒头大睡。好不容易送走了所有人，婚礼总算是圆满结束。林夕无奈地叹了口气，真搞不懂那两个人为什么一见面就要掐架。阿森转过头，小声地问了一句：“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去睡觉了？”林夕拉住他的手，轻声回应着。阿森却突然变得有些扭捏，低着头确认道：“林夕，你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吧？”林夕笑着点点头，虽然早就签了契约，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听到肯定的回答，阿森欲言又止。林夕摸了摸阿森的头，温柔的轻声哄着：“别胡思乱想了，快睡觉吧。”你这个小笨蛋！阿森还是有些不放心，拉着他的衣角反复确认：“真的拉钩保证吗？你真的不会丢下我吗？”林夕无奈的笑了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听话，赶紧闭上眼睛睡觉。”看着阿森终于安静下来，林夕心里却并不平静。他想起听来的传闻，阿森出生的那天，他的母亲就去世了。这个孩子从来没有感受过母爱，所以才会这么害怕失去。林夕在心里暗暗发誓，既然自己是2辈子为人，又是他名义上的妻子，那就一定要把这份缺失的爱通通补给他。半夜睡得正香，林夕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睁眼一看，床边竟然坐着一个人。林夕吓了一跳，差点把公爵大人脱口而出，赶紧改口叫了声父亲。这么晚了，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肯德里克一脸歉意，直言不该打扰他睡觉。林夕赶紧摆手说没事，心里却在犯嘀咕，难道是出什么大事了？肯德里克没有多解释，只是温柔地看着他，轻声说了一句：“跟我来，我有件东西要给你看。”大半夜的搞得这么神秘，到底是什么样惊喜，非要现在看不可？肯德里克一脸疑惑，大半夜的，到底要看什么宝贝？林夕打了个哈欠，二话不说，直接变回了小鸟形态。肯德里克摸了摸他，说：“这身羽毛越来越漂亮了。”接着带他来到一处隐秘的地方，居然是图书馆。林夕完全没搞懂，带一只鸟来这里干什么？肯德里克突然开口，问他知不知道狼族和鸟族为什么一直不对付？这大半夜的，怎么突然讲起历史课了？看来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肯德里克一边走一边解释，当年为了抢地盘，各族之间没少打仗，每次打完仗，他们都会把对方的机密文献全部搜刮回来。就在这时，他随手拨动了一下书架，墙上竟然出现了一道密道。林夕直接看傻了，没想到这图书馆里居然还藏着这种地方。这里全是狼族保存的古籍，还有从其他领土抢来的宝贝，数量多得让人头皮发麻。肯德里克停在一本书前，招呼林夕过去。他翻开一本封面空白的怪书，里面的内容简直惊世骇俗。书里画着一只巨大的红鸟，林夕一下子就懵了，因为在鸟族，红鸟可是被诅咒的禁忌。可这本古籍上却说，这种红鸟只要存在，就能带来和平与繁荣。它是唯一的受祝福之鸟，更是照亮世界的光。这跟林夕从小听到的传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巨大的冲击让他再也撑不住，直接变回了人类形态。这书里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竟然能让两族的认知完全相反？
如果书上说的是真的，红鸟是老天爷保佑的宝贝，那他以前受的那些罪到底算什么？可现在他以前信了一辈子的东西，全都在这一刻彻底碎了，他根本没法接受这个真相。肯德里克看出了他的不对劲，赶紧带他离开了图书馆，还贴心的准备了热可可。虽然身体暖和了一点，但林夕心里很清楚，有些事情已经再也回不去了。肯德里克坐在一旁，语气平静地告诉林夕，他特意去图书馆翻了旧账，想看看那个所谓的诅咒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发现，虽然有人利用过红色的能量，但从来没有任何记录说红鸟是倒霉的扫把星。林夕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如果连鸟族自己的文献里都没提过什么诅咒，那他这么多年受的苦算什么？难道那些让他痛不欲生的传闻，真的只是某些人为了某种目的编出来的迷信？肯德里克看着他，虽然不敢保证查到了全部，但至少在已知的历史里，红鸟从来都不是邪恶的化身。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诅咒，那他前世受的那些罪，简直就像个天大的笑话。越想心里就越不是滋味。肯德里克试探着叫他的名字，生怕他还没缓过神来。林夕深吸一口气，努力挤出一个灿烂的微笑。他说自己已经没事了，刚才只是有点被吓到，毕竟身上长红羽毛这件事并不是他的错。他不想每次提到过去就掉眼泪，更不想让关心他的人担心。多亏了肯德里克的陪伴，他才觉得自己能撑下去。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前世的那些阴影就像沉进深海里的石头，越是回想就越是让人喘不过气来。每当想起前世的那些日子，他就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深海，怎么挣扎都浮不出水面。耳朵里全是那个男人的咒骂，说他是家族的耻辱，说他丢尽了所有人的脸。那些话像针一样扎在心里。好在他已经不在那个疯子身边了，现在的他拥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肯德里克的一声呼唤，把他从那个漆黑的噩梦里拉了回来。阳光重新照在了他身上，在这里，没人会因为羽毛的颜色嫌弃他，大家都在夸他真棒，甚至开始期待他长大后的样子。肯德里克温柔地摸着他的头，语气坚定地告诉他，不管你以后变成什么样，有没有特殊的能力，你永远都是最珍贵的。肯德里克弯下腰，语气里满是坚定。他说埃克哈特家族永远都会是他最坚实的靠山。这一刻，林夕终于有了实感，他不再是那个无家可归的倒霉蛋，而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他告诉自己，再也不要为了过去那些破事掉眼泪，那些痛苦和委屈，就让他们彻底翻篇吧。看着镜子里微笑的自己，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哪怕身上带着被视为禁忌的红色，这里的每一个人也依然在全心全意地爱着他。这种被接纳的感觉，让他终于有勇气去面对那个曾经让他恐惧的未来。多亏了肯德里克的帮忙，林夕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但那个神秘的吉尔斯花却查不到任何线索，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肯德里克安慰他别担心，最多3个月一定会有个交代。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眉目，这花最早出现在狼族领地，当时拉尼罗的骑士也在场，看来只要盯着拉尼罗，真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深夜的庄园里，一场揪心的救治正在进行。格伦妮在痛苦中挣扎，嘴里不断念叨着想活下去。舒维尔守在床边，看着他受这份罪，心里比谁都难受。好不容易熬到治疗结束，他整个人都快虚脱了。埃斯特停下手里的动作，低声询问他的情况，毕竟这场治疗对两人的消耗都太大了。埃斯特叹了口气说，这孩子从小就受肺病折磨，这么多年竟然一直没人管，真是让人心疼。舒维尔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好在现在的治疗很成功，看着他能安稳的睡去，总算能松一口气了。埃斯特拍了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个特别的孩子，你的这份能力就是为了救人而生的，永远不要怀疑自己，只要保持这颗善良的心，你就能改变更多人的命运。舒维尔坚定地点了点头，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埃斯特突然提到，舒维尔的父亲最近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他提议让舒维尔去治疗父亲，这可把他吓了一跳，毕竟父亲一直不相信他的能力。埃斯特却不肯罢休，他说鸟族的力量无法自愈，现在正是最需要他的时候，与其让其他兄弟姐妹插手，不如由他亲自出马，只要能把人治好，父亲一定会对他刮目相看。听到爱这个词，舒维尔彻底动摇了，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机会。那么他真的能做到吗？舒维尔终于下定了决心，他低声回答说，是的，我会去治疗我的父亲。听到这个回答，埃斯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夸奖他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察觉到了舒维尔的不安，立刻温柔地握住他的手，安慰他说，别害怕，自己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埃斯特还承诺，到时候会帮他分散父亲的注意力，让他可以专心施展能力。有了这份保证，舒维尔心里踏实了不少，可他并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进别人精心布置好的局里。谁能想到，埃斯特前脚刚安慰完舒维尔，后脚就露出了真面目。他手上散发出的诡异黑气，顺着阴影一路蔓延，直接潜入了阿森的房间。原本已经安静入睡的阿森，突然发出了痛苦的呻吟，整个人被这股不祥的气息彻底包围。就在这一刻，阿森体内的黑气彻底失控，那些诡异的纹路迅速蔓延，疼得他撕心裂肺的惨叫。另一边，肯德里克正打算送林夕回房，想让他早点休息，谁知刚走到走廊，就发现气氛完全不对劲。这么晚了，阿森的房门口竟然围满了人，连赫恩医生也守在那里。林夕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阿森出事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赫恩医生就一脸慌张地冲了过来。赫恩医生急得满头大汗，一见到肯德里克就大喊，为什么现在才到？阿森快要撑不住了，
推开房门一看，阿森的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那些诡异的黑色纹路已经蔓延到了他的全身。赫恩无奈的摇头，说药物已经完全失效了，这种扩散速度根本就是在等死。看着痛苦挣扎的阿森，林夕突然站了出来，提议用自己的能力试一试。这可是个冒险的决定，但在命悬一线的关头，赫恩医生也只能点头同意。林夕深吸一口气，慢慢伸出了手，这最后的一搏，到底能不能把阿森救回来？为了救回阿森，林夕这次是真的豁出去了。他没有只是简单的伸手，而是选择紧紧抱住这个虚弱的少年。随着柔和的光芒亮起，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的力量正源源不断地涌入阿森体内，但情况突然变得有些不对劲。阿森就像一个填不满的黑洞，正在疯狂吸收他所有的能量，这股吸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就在林夕快要支撑不住时，异象发生了，一对巨大的金色羽翼从他背后猛然展开，耀眼的光芒瞬间吞没了整个房间。谁也没想到，这次治疗竟然觉醒了他隐藏最深的力量。看着林夕拼命透支力量，赫恩医生急得大喊：“千万不能再勉强了！”可林夕根本不打算停手，他心里也开始犯嘀咕：明明已经消耗了巨大的能量，甚至比救治全府的人还要多，为什么阿森还是没有好转？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怀里的阿森竟然慢慢睁开了眼，那眼神清澈又平静，仿佛在告诉他别担心。看到阿森醒了过来，林夕原本快要枯竭的力量竟然奇迹般的再次涌现。他重新稳住心神，决定再相信自己一次，一定要把阿森从鬼门关拉回来。舒维尔紧紧抱住阿森，大声向他承诺，一定会让他彻底好起来。这一刻，他能感觉到体内的力量正像潮水一样疯狂溢出。可就在光芒达到顶峰时，事情突然变得诡异起来。原本代表治愈的绿色光芒，竟然在瞬间变成了血红色。这股红色的光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从来没见过，但感觉并不像是邪恶的力量。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救活阿森，什么样的力量我都要试一试。阿森痛苦地喊出声，这股力量实在太霸道了，他到底能不能撑过去？阿森的情况突然恶化，整个人看起来痛苦到了极点，这下全乱套了。赫恩急匆匆地赶过来，直接把药量加倍灌了下去，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难道是因为我的力量反而让他伤得更重了？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停不下。林夕守在旁边不肯走，求他一定要撑住。可现在这里已经不是他能待的地方。贝蒂强行把他带离房间，门关上的那一刻，谁也不知道阿森还能不能挺过来。林夕还想再争取一下，但肯德里克根本不给机会，直接要求他立刻回房间。现在的局面已经失控了，他觉得林夕留在这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麻烦。林夕愣在原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存在确实毫无意义，他只能点头答应，任由贝蒂牵着自己离开。那种无力感瞬间将他淹没，身后的房门缓缓关上，阿森还在痛苦中挣扎，而他却什么也做不了。贝蒂还是不放心，想留下来陪着林夕，但林夕现在只想一个人静静，不用管我，你先去照顾阿森吧。等房间里只剩下自己，那种压抑的感觉才终于爆发出来。为什么我的能力可以救所有人，却唯独救不了他？难道这辈子注定还是改变不了命运吗？难道阿森的死真的是注定没法改变的吗？林夕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满脑子都是那个最坏的结果。他比谁都想保护他，可现实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祈祷，希望他能熬过去，一定要赢过那个该死的诅咒。就在这时，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股异样的气息。林夕猛地抬起头，发现眼前竟然多了一个小家伙，一只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小狼，正静静地盯着他。这难道就是阿森的能力吗？这确实是阿森的能力，暗影狼。可他怎么缩水成了这个样子？难道是因为阿森病得太重，连带着力量也变弱了？更奇怪的是，阿森现在明明还昏迷不醒，他的能力怎么会自己跑出来？林夕正想问个明白，这小家伙却不由分说地凑上来，直接把他扑倒在床上。你是想留下来陪我一起睡吗？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找过来的，但谢谢你能在这种时候陪着我。肯德里克守在床边，看着被诅咒折磨的儿子，只能低声说一句：祝你有个好梦。可这一夜过去，情况并没有好转，亚瑟现在简直要了疯了。这一天他等了太久，就算有灵犀的能力又怎么样？那个孩子还是没救了。肯德里克这次怕是彻底要栽了，看来阿森是真的快不行了。亚瑟听着手下的汇报，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对方的防守烂透了，连被盯着看了个精光都不知道。现在强行带走林夕太麻烦，不如换个法子，直接去跟他们谈判。毕竟为了保住唯一的继承人，肯德里克肯定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上次联姻给了一整条河，这次不知道他们会开出什么天价。亚瑟正得意地筹划着，身体却突然出了状况，而门缝后的那双眼睛已经盯了他很久了。舒维尔躲在门后，把里面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自从上次出了意外，林夕就被下了死命令，绝对不能再对阿森使用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靠药物维持。可结果呢？阿森的病情不但没好转，反而开始向全身扩散。林夕抱着那只小狼，特意跑去问了父亲肯德里克，可得到的答案还是老样子。阿森从那天起就没醒过，这小家伙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依然是个谜。看着阿森受苦的样子，林夕心里真不是滋味。明明自己都已经命悬一线了，却还在操心除了身体以外的所有事。这种温柔，现在反而成了最伤人的刀子。林夕轻轻抚摸着怀里的小狼，他知道这小家伙一定能听懂，是不是因为阿森在昏迷中也放不下他，所以才让他出现在自己身边？看着阿森受苦的样子，林夕现在唯一的愿望
就是让他别再这么疼了，哪怕只有一晚也好。深夜的房间里安静的可怕，肯德里克依然守在床边，看着儿子身上那些诡异的黑色纹路，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呼唤阿森的名字，可阿森始终没有任何回应。那些像裂痕一样的纹路已经快要吞噬他全身了。就在这死气沉沉的深夜，一声惊叫突然打破了宁静。守卫连滚带爬地冲进房间，连话都快说不全了。肯德里克猛地转过身，还没等他开口询问，守卫就喊出了那个最糟糕的消息：圣物出事了。这可是肯德里克家最后的底牌，原本纯净的圣物宝石，此刻竟然被一团漆黑的阴影占据。这股不祥的力量正疯狂地在宝石内部扩散，圣物果然出事了。这种感觉简直和7年前一模一样。肯德里克停下脚步，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里一沉，原本纯净的蓝宝石竟然已经黑了一半。这场景太熟悉了，7年前阿森出生那天，噩梦就是这样开始的。偏偏是这个时候，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难道圣物的异动是因为那个诅咒？上一次发生这种事还是在阿森出生那天，也是在那一晚，他失去了最爱的人。看着阿森身上的皱纹，肯德里克真的快撑不住了，他再也不想失去任何人。就在这时，一道微弱的光在黑暗中亮了起来。睡梦中，一个神秘的声音不断回响，一直指引着往东边飞。此时的贝蒂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段时间光顾着照顾小少爷，完全冷落了灵犀。他放心不下，打算去房间看看情况，可推开门的那一刻，贝蒂彻底愣住了。窗户大开着，灵犀竟然在这个时候坐在夜色里。贝蒂刚进屋，魂都要吓飞了。灵犀竟然坐在高高的护栏上，贝蒂急得大喊：“快下来，那里太危险了！”可灵犀根本听不进去，他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那个声音还在催促往东边去。他轻声呢喃着：“我必须得走了。”这一步踏出去，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灵犀变成原身，在夜色中疾驰，身后贝蒂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彻底消失在视线里。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就像很久以前在那座冰冷的宅邸里拼命逃亡的那个夜晚，耳边仿佛还响着那个男人的咆哮，说他是家族的耻辱，命令他立刻滚回去。但现在的灵犀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小女孩了，那个所谓的父亲现在什么都不是，他再也伤不到她了。穿过茂密的丛林，灵犀终于停下了脚步，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眼前的阿森状态极其糟糕，那些诡异的黑色皱纹已经蔓延到了全身。灵犀急得大喊：“别怕，我现在就救你！”他伸出手，耀眼的光芒瞬间爆发，试图驱散那些可怕的诅咒。光芒散去后，四周陷入了死寂。阿森，你还在吗？灵犀现在恨透了自己，如果连阿森都救不了，这种力量要了有什么用？他只想让他活下去。就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一只手温柔地落在了他肩上，那个声音在说：“我的孩子。”这声音太熟悉了，简直和梦里的那个人一模一样。还没等灵犀反应过来，对方已经给出了指引：“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往东方飞吧。”那个声音指了条明路，只要一路向东，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东方，灵犀重复着这个词，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展开双翼冲向了夜空。虽然现在还不是时候，但那个声音承诺，只要到了那里，他现在最想实现的心愿就能达成。就在灵犀远去的同时，宅邸那边的气氛已经降到了冰点。肯德里克面色严峻，正在召集所有守卫。看这架势，一场大规模的搜捕马上就要开始了。肯德里克大声下令，所有人立刻出发，全程搜捕灵犀。他断定灵犀跑不远，为了万无一失，他甚至要求守卫们现出原形，利用野兽的直觉去追踪。守卫们齐声领命，伴随着一阵阵烟雾，原本的人类士兵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眼神凶狠的巨狼。他们已经嗅到了气味，正成群结队地冲进夜色。凄厉的狼嚎声瞬间撕碎了夜晚的宁静，此起彼伏的呼应。宅邸的墙壁上全是这些野兽奔袭的影子，他们动作极快，显然已经锁定了灵犀的方向。尤其是带头的肯德里克，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灵犀留下的这点气味，到这儿就彻底断了。肯德里克停下脚步，死死盯着前方。谁能想到，这林子深处竟然藏着这种地方？肯德里克停下脚步，随从赶忙上前汇报，大家心里都没底。灵犀真的就在前面吗？根据目击者的说法，当时灵犀的状态非常邪门，就像梦游一样，整个人直接朝东方飞走了。可奇怪的是，追踪到这里的气味突然断了，其他领地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这说明人还没走远，肯定还藏在狼族的领地里。肯德里克低声下令，让影狼出动，就算翻遍整座森林，也要把人找出来。肯德里克这次是真豁出去了，为了找到灵犀，他强行开启了影狼搜寻。肯德里克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这种招数对身体负担极大，稍微出点差错，命可能就丢在这儿了。但这片领地自带诅咒，普通法子根本进不去，只能靠这种透支力量的办法硬扛。肯德里克根本不在乎代价，只要能把灵犀带回来，哪怕把命搭进去他也认了。如果灵犀真的进了达马尔的领地，那他现在绝对是凶多吉少。肯德里克顾不上那么多了，他直接发动了影狼的禁术。影狼，当我的眼睛。随着视觉共享开启，他终于在漆黑的荒野尽头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光亮。那是要知道，肯德里克这片土地早就被诅咒烧成了焦土，几百年来连根草都长不出来。可现在前方竟然出现了一抹绿意。灵犀，肯德里克眼神一冷，他知道自己找对地方了。去吧，吞掉那些散落的狼魂，变得更强，然后把他带回来。肯德里克最后下了一道死命令，把灵犀给我带回来。影狼化作一道蓝光，在荒野中疯狂疾驰。难道真的是他？就在视觉连接的一瞬间，肯德里克整个人都僵住了。灵犀正被一群诡异的黑影死死围住，情况已经万分火急，千万别出事，一定要赶上啊！
肯德里克试探着唤了一声，眼前的景象让他有些不敢相信，林夕竟然变成了一只黄色小鸟，正安稳地睡在树枝中间。这颗嫩芽长得非常奇特，弯曲的枝干护着它，就像婴儿房里的摇铃一样。影狼慢慢凑近，清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跳。还好，他只是睡熟了。在这危机四伏的荒野里，他竟然能睡得这么香。肯德里克小心翼翼地捧起小鸟，确认它只是睡熟了，悬着的心这才总算落地。林夕终于平安回来了，看着怀里熟睡的女孩，肯德里克的眼神瞬间冷了下去。既然人已经就到手，那剩下的那堆烂摊子也是时候该清算一下了。还没等肯德里克喘口气，半路就杀出个程咬金狮子族的人竟然也带兵赶到了。看来盯上这股力量的远不止他们一家，这下局面彻底变复杂了。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暗处突然传出一声惨叫：“老师！”舒维尔急忙扶住摇摇欲坠的埃斯特，他以为是老师过度消耗了力量，可真相却更加残酷。埃斯特虚弱地摇了摇头：“这不是因为你，而是有人强行切断了我的法术。那股恐怖的反噬力正在疯狂摧毁他的身体，能拥有这种力量的人，恐怕只有那一位了。”埃斯特看着自己逐渐透明的手，语气里满是无奈：“看来我只剩下最后几天时间了。”舒维尔彻底慌了，如果连老师都倒下了，接下来的路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走。跟我学了这么久，难道你全都忘了吗？面对老师的质问，舒维尔只能低声背诵着那些禁忌。肉体只是暂时的容器，只要灵魂还在，就能一次又一次的获得新生。埃斯特满意地点了点头，他已经在地下室准备好了一具躯壳，打算把自己的灵魂转移过去，以此来躲避死亡。虽然这之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面，但埃斯特却说要带他去见一个新朋友。当沉重的大门被推开，阴暗潮湿的地牢里竟然用锁链锁着一个少女。原来所谓的转生，竟然要牺牲掉另一个无辜的生命。拉蒙特突然带人围了上来，开口就要肯德里克给个交代。巡逻兵发现了被净化的土地，肯德里克自知躲不过去，干脆承认了一切。没错，这只不起眼的小黄鸟确实拥有净化的力量。拉蒙特盯着林夕，语气变得异常严肃。这件事一旦传出去，整个兽人社会都要变天了。为了争夺这份力量，那些人绝对会不择手段。如果林夕的身份暴露，他会被当成净化土地的工具，甚至遭遇更可怕的对待。肯德里克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他决定把消息彻底锁死。毕竟他才7岁，不该背负这么沉重的代价。为了保护他，肯德里克不打算留下任何风险。但拉蒙特却泼了一盆冷水。这种事只终究包不住火，你能瞒1年，难道还能瞒一辈子？一旦将来秘密炸开，整个狼族都会被彻底踢出局，到时候可就不是保不保得住孩子的问题了。看着怀里这只弱小的小鸟，肯德里克心里很清楚，现在的林夕根本承受不住身份曝光的后果。他看向拉蒙特，语气不容置疑：“至少在林夕长大成人之前，我们必须联手瞒下去。等他有了自保的能力，是走是留，再由他自己决定。”拉蒙特听完直接炸毛了：“你疯了吗？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你，真以为自己能只手遮天？”肯德里克却一脸淡定：“只要权力足够大，这世上就没有藏不住的秘密。”拉蒙特急得直跳脚：“你明明了解我的为人，为什么要这么防着我？我根本不想掺和这些烂事。可现在这块地这么扎眼，用不了多久，其他部落的人就会闻着味儿过来，到时候你打算怎么办？”肯德里克头也不回，语气冷得像冰：“我自有办法。”还没等拉蒙特反应过来，一股恐怖的魔力瞬间炸开，他整个人都愣住了。肯德里克，你该不会是想……一只巨大的蓝色幽灵狼凭空出现在荒原上，他每走一步，周围的气息都跟着颤抖。他径直走向那块净化的土地，张开大口，直接将那抹唯一的绿色彻底吞没。拉蒙特彻底看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肯德里克为了守住秘密，竟然能做到这一步。拉蒙特觉得这简直是疯了，想靠一己之力瞒住整整13年，你的身体根本吃不消，恐怕连1年都撑不过去。肯德里克看着指尖跳动的魔力，语气却异常坚定：“我可以做到。这块地已经没有了诅咒，对我来说，这种程度的消耗还不算什么。”拉蒙特沉默了片刻，终于还是松了口：“如果情况失控，我会立刻把这件事捅到上面去。别忘了，有时候为了大局，必须得有人做出牺牲。”肯德里克没有反驳，只是低声应了一句：“我明白。”拉蒙特无奈地叹了口气，真是到了没了，竟然被卷进这种麻烦事里。他看向肯德里克，嘴角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行吧，这就算你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肯德里克点了点头，两人的这场秘密交易到此算是彻底达成了。拉蒙特站在士兵面前，语气冰冷到了极点：“今天的事，所有人必须把嘴闭严，你们什么都没看见，也什么都没听见。狮子族的人今天压根就没来过这里。”哗啦一声，在场的士兵齐刷刷跪倒，没人敢多说一个字。拉蒙特回头看了一眼，肯德里克心领神会，带着怀里的灵犀，转身消失在夜色中。肯德里克低头看着怀里的小家伙，这一路上的惊心动魄，总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他轻轻收紧了手臂，声音温柔的不像话：“做个好梦吧，灵犀。”灵犀缩在斗篷里，睡得正香。这一路紧赶慢赶，肯德里克总算回到了府邸。守卫们赶紧迎了上来：“肯德里克大人，您总算回来了。”他顾不上休息，目光死死盯着前方。赫恩医生正带着人快步走来。赫恩少爷现在怎么样了？赫恩停下脚步，语气里带着一丝难得的轻松。那些斑点正在退下去，照这个速度，今天之内就能醒过来。肯德里克快步冲进房间，守在床边，看着那只渐渐恢复血色的小手。这简直就是奇迹！所有的努力和冒险，在这一刻终于都有了回报。这简直就是奇迹！肯德里克紧紧抱着怀里的孩子，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欣慰。赫恩整个人都愣住了，盯着
那个小小的身影，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大人，您怀里抱着的这位，难道是？”肯德里克平静地点了点头：“没错，就是林希。”旁边的赫恩忍不住惊叫出声：“林希小姐的羽毛什么时候长得这么茂盛了？”阿森赶紧瞪了他一眼：“赫恩，小声点。”清晨的阳光洒进府邸，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个奇迹背后还藏着更多没解开的谜团。埃斯特指尖轻敲着桌面，语气里透着一丝玩味：“这么说，那个家族的接班人已经觉醒了？”他冷声下令：“这个消息绝对不能传出去，尤其是亚瑟那边，一个字都不能让他知道。反正那个倒霉蛋现在正因为舒维尔的能力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呢，根本没机会听到任何风声。这对他来说简直是这段时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埃斯特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就算拉尼罗的孩子们全上场，在那种压倒性的力量面前，也不过是白费力气，暂时不用担心他们了。他转头看向阴暗的角落，把格伦妮给我看好了，脑子一定要洗干净，要是再让他跑了，你们就拿命来抵。埃斯特死盯着他，这可是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御剑之子，想要召集那些同伴，他可是最关键的棋子。神秘人低声问了一句：“这具新身体用着还习惯吗？”埃斯特活动了一下手指，语气里带着一丝生疏，可能是灵魂还没磨合好，动起来总觉得有点僵硬。不过他话锋一转，这点小麻烦根本不算什么，只要能让我们凑到一块儿，付出什么代价都值了。他停顿了一下，眼神里透出一股阴冷。那个女孩是叫林希对吧？此时的林希还闭着眼，安稳地待在温暖的地方。谁能想到，这只通体火红的神鸟，竟然就是林希本人。她轻巧地落在地上，变回了那个优雅的少女，看着发愣的女仆问：“贝蒂，我身上有什么不对劲吗？”贝蒂整个人都看呆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小姐，您真的太美了。”看着自家小姐长大成人，贝蒂心里全是感慨，能守在这样的人身边，简直是这辈子最大的荣幸。林希温柔地笑了笑，虽然外表变了，但她对身边人的那份心始终都没有变过。贝蒂注意到林希正对着窗台出神，忍不住开口问：“小姐，您在看什么呢？”林希指着那朵紫色的花，那是格伦妮离开前留下的。说来也奇怪，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朵花竟然一点都没枯萎。看着这朵花，林希又想起了那个忧郁的背影，心里默默在想：远方的他现在过得还好吗？不过感伤还没持续多久，林希就回过神来，阿森怎么还没到？明明约好了要和肯德里克大人一起出门的。贝蒂有些意外：怎么，你们今天又要一起出去吗？林希话还没说完，大门就被推开了，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迟到的阿森。他一进门就喊出了那个尘封已久的名字：林希。这一声呼唤让林希的思绪瞬间回到了13年前，那是所有秘密被揭开的一天。肯德里克大人当时说，即便你年纪还小，也有权知道真相，而那个真相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年幼的林希怎么也没想到，那片荒芜的达马尔土地竟然是被自己亲手净化的。这个秘密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让整个帝国的局势从此彻底变天了。从那天起，林希和阿森就守着一个绝对不能说的秘密，但接下来的变化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控制。这片被净化的土地竟然开始自我扩张，周围的树木疯狂生长，就像在拼命吸收养分一样。更诡异的是，这片土地仿佛有了灵魂，它在森林中自动分开，专门为林希铺出了一条路。他排斥着靠近的肯德里克，却唯独对这两个孩子展现出了绝对的顺从。这种力量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奇迹。为了守住这个惊天秘密，肯德里克大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不得不动用更强大的力量来掩盖这片土地的异样。他总是笑着安慰孩子们，说这一切并不是负担。在那之后，他经常带着两人去净化土地。如今那片绿洲已经有一个村庄那么大。时间回到了现在，林希看着姗姗来迟的阿森，忍不住吐槽：怎么准备个出门要这么久？阿森有些无奈，还不是因为长得太快，以前的衣服全都穿不下了，光是找件合身的就费了不少劲。林希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慨：你确实长高了不少，明明以前还只到我的肩膀呢。林希看着眼前的阿森，忍不住感叹：现在的你竟然比我高出这么多了。阿森察觉到他的目光，随口问了一句：怎么了？林希赶紧摇头掩饰，心里却在想：时间过得真快。两人正商量着要在日落前赶紧出发，结果话还没说完，意外就发生了。那只巨大的蓝色影子突然毫无征兆地窜了出来，直接把林希扑了个满怀。阿森一脸无奈，这家伙怎么又不听话跑出来了？林希倒是一点也不生气，反而笑着摸了摸他的头，看来想出门的不止我们两个呀。回想起13年前差点失去阿森的那一天，他的影子竟然缩到了不可思议的大小。可谁能想到，现在的他已经长到了2辆马车那么大，阿森甚至能随心所欲地把影子分出来，这进步确实让人吃惊。就在这时，肯德里克走了过来，林希赶紧打招呼。看着父亲的样子，林希心里有些犯嘀咕，今天的会议肯定又开了很久。他整个人看起来透着一股倦意。肯德里克打量了一下两人，低声说道：看来你们都已经准备好出发了。阿森最后确认了一遍，确定没什么遗漏的东西了。肯德里克看着远方，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慨，当初那棵不起眼的小树苗，现在竟然已经长得这么壮实了。他挥了挥手说：趁着天还没黑，咱们现在就出发吧。林希走在林间，看着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心里一阵触动。谁能想到，曾经那片荒芜的土地，如今已经彻底变了模样。
短短13年时间，这地方变干净的速度简直惊人。林夕忍不住在想，到底是该惊讶于这种变化，还是该佩服父亲把这些事藏得这么深？就在他愣神的时候，走在前面的肯德里克突然停下了脚步。只见他缓缓伸出手，掌心瞬间凝聚起一团幽蓝色的光芒，这股力量迅速蔓延开来，将他整个人都笼罩在其中。林夕和阿森也跟着停了下来，谁都不知道父亲这是要带他们去什么地方。肯德里克停下了脚步，他看着林夕认真的叮嘱：“我就在这儿等你们，进去之后千万要注意安全。”林夕听着这些熟悉的话，心里暖洋洋的，因为每次出发前，父亲总会把这些话重复一遍。他对着父亲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随后轻快地迈开了步子。那我们出发喽！林夕挥了挥手，带着阿森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森林深处。谁能想到，这威风凛凛的大家伙竟然被派来干这种体力活？林夕指挥着说：“那边也得帮帮忙才行。”阿森虽然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全是纳闷：种这么多花，难道不嫌麻烦吗？林夕只是笑了笑：“这你就不明白了吧？看来这些花可不只是为了好看这么简单。”看着满园的盛景，林夕感慨地说：“多亏了去年的辛苦，今年才能看到这么美的花。只有看着它们破土而出，这个地方才算真的有了生气。”阿森在一旁默默看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林夕已经准备好了足够的种子。随着他手中的光芒闪过，原本荒芜的土地竟然瞬间被绿意填满。这可不是普通的园艺，而是属于他的奇迹。说来也奇怪，自从上次救了阿森，那股红色的力量就再也没露过面，现在剩下的全是这种浅绿色的生机。林夕琢磨着，能力变色这种事听都没听过，不过只要能派上用场，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忙活了大半天，两人总算能在大树下喘口气。林夕一脸满足的感叹，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结果阿森在旁边冷不丁来了一句：“你到底干啥了？明明挖坑的活全是我干的。”林夕理直气壮的反驳：“我不是还播种了吗？”阿森无奈的看着他，明明重活全让影狼干了，你到底在得意什么啊？林夕笑着调侃：“你怎么从7岁到现在一点变化都没有？”阿森也不甘示弱：“你才是那个最没资格说这话的人吧？估计到了30-40岁，你肯定还是这副老样子。”听到30岁这个词，林夕突然沉默了。算算日子，今年的成年礼马上就要到了。他转过头，语气平静地问了一句：“阿森，你有没有想过跟我离婚？”这2个字一出口，周围的空气都像冻住了一样。阿森显然没料到他会在这时候提起这件事。林夕赶紧解释：“不是说现在就要分开，只是我们马上就要成年了，有些事总归是要提前打算的。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一成年，这份契约婚姻也就到头了。”可林夕没想到阿森的表情会突然变得这么凶，吓得他赶紧把话往回圆。为了缓解尴尬，他强行换了个更离谱的话题，非要看看阿森背上的印记。阿森这下更无语了，这荒郊野外的哪有上来就要看人家后背的？林夕倒是一点不害臊，还理直气壮地说：“你小时候明明经常给我看的呀。”林夕还在那儿不依不饶，非要看人家背上的印记。阿森终于忍不住了，一把将他按在草地上，他大声提醒这个没心没肺的姑娘：“你是女人，而我是个男人。”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微妙。可林夕愣了半天，居然理直气壮地回了一句：“我们都结婚了，在意这些干什么？”阿森这下是彻底没脾气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林夕竟然一点羞耻心都没有，他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让林夕先等一下。阿森最后还是妥协了，他背对着林夕脱下上衣，露出了那些奇怪的印记。林夕仔细观察着，发现这些痕迹确实在慢慢变淡。他心里盘算着，只要能净化更多的土地，阿森的病一定能彻底好起来。可还没等他多摸2下，阿森就冷着脸把衣服穿上了，还顺手拍掉了他的手。他语气冷淡地说：“既然你觉得我已经好了，那以后就没必要再睡在一起了吧？”林夕被这句话噎得说不出话，他这才猛地意识到，只要成年那天一到，他就真的要离开这个家了。阿森这一开口，直接把林夕问得没话说了。他问林夕是不是讨厌他了，吓得林夕赶紧否认，可心里却在犯嘀咕：难道自己刻意保持距离的表现真的有这么明显吗？看着阿森那副敞开衬衫的样子，林夕尴尬的直摆手，催他赶紧把衣服穿好再说话，可眼神还是忍不住乱飘，心里还在感叹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壮了。阿森显然是动了真格的，他步步紧逼，说林夕今天真的很反常，先是提离婚，接着又要分房睡，还没等林夕想好怎么辩解，阿森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语气变得格外强硬：“既然你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为什么要跟我分房睡？”面对阿森步步紧逼的质问，林夕只能硬着头皮承认：“没错，我确实是你的妻子。”可看着阿森那张认真的脸，他心里突然乱糟糟的，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这种尴尬的气氛让他只想逃跑。他支支吾吾的提议：“要不咱们晚点再聊这个话题。”阿森却根本不打算放过他，皱着眉头追问为什么要等晚点。眼看就要穿帮了，林夕急中生智，喊着旁边的影狼：“玩够了没有？玩够了就赶紧跟我走！”就在林夕还在跟狼玩的起劲时，庄园门口突然传来了马车的动静，紧接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大声喊他的名字。林夕和阿森同时愣住了，这声音实在太耳熟了。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利奥娜就风风火火地出现在面前。利奥娜还是老样子，一见面就热情的不行，拉着林夕的手问长问短，说自己早就等在这儿了。他还顺口提了一句：“凯恩那边可能会稍微晚一点到，咱们也别在外面站着了，先进屋再说。”别看利奥那笑得这么灿烂，她可是狮子家族的小女儿，跟阿森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可这关系简直差到了极点。两人一见面
就开始掐架。利奥娜嫌弃阿森没礼貌，阿森却连头都懒得回一下。这种互不待见的场面，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其实利奥娜心里也有遗憾，她没能继承家族象征的黑毛。林夕本想安慰她，结果利奥娜反而看得很开，觉得橙色才最适合自己。这份自信也让林夕慢慢喜欢上了自己的红发。就在大家闲聊的时候，利奥娜突然凑过来，神神秘秘地问林夕有没有听说那个传闻。林夕还没反应过来，利奥娜就压低声音说：“这次庆典恐怕真的要举办了。”